第27集，心灵马拉松上。我的地点，伦敦。接下来的3天，我白天沿着一条主路往史卢斯伯里走，晚上离开主路到附近找地方扎营睡觉。到了史卢斯伯里，又沿着塞文路一直走到特尔福德，接着再次踏上君主之路。这段路位于英格兰中部地区，有将近30英里长，沿途都是泥泞的马道和稀疏的农田。我想起自己曾在绿树繁茂的南部丘陵第一次走上这条步道，那时我还在跟弟弟想方设法找到走出阿伦德尔的路。当时在苏塞克斯走的那段比现在英格兰中部这段的风景要好得多，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5个月的旅途已经让我对自然风景变得更无感或者更挑剔了。随着继续向东，日渐接近沃尔夫汉普顿的郊区，我发现虽然我还是喜欢待在户外，但最初那种极度渴望拥抱大自然的浪漫情怀，如今已经少了几分狂热。我只是单纯的盼望在冬天来临之前，尽可能多享受一下乡野美景。这段时间，不管走到哪里，我都格外珍惜每天早晨那清爽的空气，树叶散发的潮湿的味道，以及微风中树枝沙沙作响的曼妙舞姿。因为欣赏这一切的机会已经不多了，我也更加珍惜每一天走在路上带给我的那种平静和健康的感觉。然而，身体一侧的疼痛已经不能不引起我的重视了。想到再过几周纪录片就要开拍了，还是得把这个情况告诉摄制组的人。我告诉了片子的导演 Peter，他随即在布莱顿给我预约了理疗。他还想让我去布里斯托尔对身体和精神做一下拍摄前的评测。于是，一到沃尔夫汉普顿，我就去了车站，跳上火车。到达布里斯托尔的时候，天正下着雨。这样的天气，待在电视台的大楼里，感觉挺舒服。让我想起了在初中最后一天上课时的情景。我在接待处见到了 Jordan， 他是摄制组的一员。Jordan 领着我去做了体检，结果没查出什么特别的。跟着摄制组的心理学家做心理评估则更有意思。摄制组的计划是避免参加节目的人在第一次正式见面之前互相撞见，于是他们偷偷摸摸地带我进了一个不起眼的房间，里面充满了霉味儿，铺着磨破了的地毯，玻璃窗脏极了，除了外面的天色什么也看不见。这个房间让我想起了8年级时学校里登记学生考勤的小屋子。让我没想到的是，被关在这么个小屋里，却并没有影响我和这位心理学家进行一场诚挚的交谈。我们不仅谈到了拍片子所涉及的问题，还聊到了我的日常生活，整个过程就像是一次心理治疗。但跟我在伦敦同咨询师艾莉进行的治疗相比，略有不同的是，少了许多眼泪。对我的童年，我的心理崩溃，以及基本上所有被提起的经历，我都毫无保留地讲了，不再觉得有什么不舒服。这是我见到的第2位心理健康方面的专业人士，也是我走出心理危机后与我产生交流的第1位专业人士。也许是因为已经走出来了，现在再去跟他谈论过去那段黑暗时刻，我竟如此轻松。前后的对比令我感慨不已。通常来说，我希望能更直接地将自己的抑郁讲述给他人，但常常话到嘴边却欲言又止，好像那是个臭气熏天的怪物，人们避犹不及，
我应该尽一切努力把它推离人们的视线。然而，在参加心灵马拉松的录制期间，我逐渐学会了如何体会和表达内心的感受，而且越来越习惯这种表达了。这一切改变都是从那天跟 BBC 的心理学家交谈开始的，我很感激那次谈话。第二天，我乘火车回到沃尔夫汉普顿，之后的几天一直朝着斯塔福特郡走。在沙发客应用上，我找到了一个愿意为我提供住宿的人，叫约兰达，住在特伦特河畔斯托克。进城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下着毛毛细雨，但想到马上要给自己放寒假了，我的心情很不错，只想充分享受这最后一段旅途。傍晚6点，我抵达约兰达家，她用一个大大的微笑和一壶刚烧开的茶迎接了我。约兰达很漂亮，一头浓密的黑发，一双深陷的眼睛。她对我的旅途问这问那，充满好奇，尤其想知道我为什么在走了几百英里的国家步道后，会选择来到特伦特河畔斯托克。我告诉她，过完冬天，我要从一个方便的地方继续开始下半程的旅行，而从这里到埃戴尔，也就是我原定的冬季前的终点，只有40英里。我说话的时候，约兰达的黑眼睛闪闪发亮，热情而迷人，这让我也对这场旅行中的一切依依不舍起来。约兰达和她的另一半克里斯都在神经科学领域工作，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而克里斯则是一位货真价实的教授。他的团队正在搞一个似乎很有开创性的研究，帮助后腿瘫痪的狗恢复行走。不知道我的转述对不对，据说他们要从狗鼻子里提取干细胞，然后注射到需要修复的区域，也就是后腿里。克里斯给我看了几个视频，视频里的那些狗本来从腰部以下都是瘫痪的，但修复完成后，他们就开始学着重新行走了。这让我想起了自己已经忍着腿疼走了3个星期的路，而我最近刚好将自己这次旅行命名为黑狗徒步，真是个巧合。几杯茶下肚，约兰达提议我们3个去当地一家酒吧参加他们的每周智力挑战赛。要是讲完约兰达两口子干的事业，还没能说明我跟他们之间的智力差距，那下面的智力竞赛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了。整晚的测试中，我唯一的贡献就是证明了自己知道澳大利亚和英国双重国籍的女音乐人兼演员娜塔莉亚·因布鲁利亚。不过，在那个酒吧度过的夜晚充满笑声和乐趣，人们也都很友善，可以算是我旅途中一段难忘的插曲。告别约兰达和克里斯之后，我搭上了去摩尔登的火车，准备去那里拿一些东西带到布莱顿去。能去摩尔登跟家人团聚，让我很高兴。不知不觉中，徒步旅行的前半部分就这么结束了。未来的几周里，我会有更多时间回顾在英格兰南部和威尔士度过的这6个月。但此时此刻，我满心想的都是即将参加拍摄的纪录片，以及重返东苏塞克斯海岸的激动。回到妈妈的船上，我从背包里倒出徒步的衣服和露营物品，塞进闻名世界的用品。那几天里，我跟妈妈拉拉家常，讲讲旅途上的故事，跟雷吉到初冬的河边走走。像往常一样，在家的时间虽然短暂，但给我充足了电，让我为下一段生活做好了准备。几天后，当我迎着海风走出布莱顿车站时，
我感到自己已经准备好迎接一场新的挑战了。为了能在影片拍摄期间有个安顿的地方，我在布莱顿住下了。似乎是天意，之前我住过4年的那座房子，最近正好有个房间闲着。我的朋友西蒙给了我一份工作，在他开的一家酒吧帮忙。花了1天时间安排好生活和工作上的正经事后，我终于可以放松下来，打算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见见朋友。虽然大家都说很想听我讲讲徒步旅行中的故事，但更多人想聊的其实是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有些之前看上去总是健康自信也很合群的朋友，也会发短信问我要不要一起喝杯咖啡。这是个再明显不过的信号，说明有要紧事想聊。能跟这些朋友重新联系上当然是好事，但我真没想到问题竟然如此普遍。在表面的光彩之下，有这么多人对生活充满困惑和迷茫。见过朋友们之后，我意识到，虽然让每个人感到压力的事情不一样，但我跟他们说的话却都差不多。你不能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得停下来好好为自己想想，光靠喝酒解决不了问题。我又想起了南希，就是在卡夫拉克遇到的那个跟儿子一起当流浪者的大妈。那时我就意识到了，人和人所经历的事情虽然各不相同，但情绪上的反应却真的很相近。很多人对自己的情绪问题难以启齿，可能正是因为他们太关注表面上大家的具体经历不同，却并未注意到我们身体上的反应其实是差不多的。有了这一点共性，即使没经历过你在工作、家庭、伴侣关系中的那些具体问题，我仍然能够理解你的迷茫、愤怒、不堪重负等感受。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共同之处，我们便能互相连接，也能相互讨论各自的问题。说到底，人类的大脑有推己及人的能力，多少能从普遍规律的角度来理解彼此的烦恼。这能带来安慰，让我看到自己并不是唯一挣扎的人，有人跟我一样，有人能够理解我。学会打开自己的内心，就能建立起跟他人连通的桥梁。敞开自己也是一种自由，这种自由是允许自己去依靠他人，也被他人依靠。这样你就会感到安心，还能用这种安心的感觉来接纳内心中最黑暗、最混乱、最不可理喻的思维，而不再一味冷酷地批评自己怎么会那么想。搬回布莱顿生活的6个月里，我发现跟大家在一起能给我带来很多力量。不止这些，在这期间我还认识了9位新朋友，而且我相信他们的友谊将永远伴随我。第28集，心灵马拉松中。我的地点，伦敦。终于要开始为心灵马拉松做准备了。我们要在温莎附近的比萨姆庄园拍摄，这儿是个体育中心，英国国家队有时会在这里训练。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我来到了这个地方。清晨的阳光透过树木的间隙，洒在了冻了冰颗的草地上，光芒闪耀，如同跳舞的精灵，跟历史悠久的庄园相得益彰。摄制组的4位工作人员 Peter、Jordan、Emily 和 Claire 迎上来接我。
其他人都在庄园里等我，主持人尼克·诺尔斯也在。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跟我和其他几位被他们称为看起来不太能跑的人问好。我看着他们，心里相当紧张。其他那几位参与者看上去也很紧张。我们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有的一脸迷茫，有的躁动不安。当时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参与这部关于心理健康的纪录片会不会是个错误的决定？看到大家都这么别扭，那一刻我开始怀疑我们被利用了。这个节目像是要拿我们的心理健康问题给观众看热闹。我想象着观众们在电视机前尽情地笑话我们，肆无忌惮，毫不留情，就像看恋爱真人秀里的那些参赛选手一样。参加这次活动的人中有一个叫史蒂夫，是老实的约克郡人，快50岁了，头发花白。看他那副病恹恹的样子，就好像随时要吐似的。我跟他握了手，他的掌心里全是汗，腿还一直在抖，好像已经不受控制了，连我都替他难受。这更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应该来这儿。后来我才从导演 Peter 那里得知，摄制组一直很头疼，不知道该怎么安排参加活动的人互相认识。他们既想照顾到每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让大家感到受尊重，又想拍出好看的节目效果。最后，他们决定让尼克一个一个地把参与者迎进来，等大家都进来了，就给大家介绍他们要拍的这部片子，然后就停止录像，过来帮我们打破尴尬，互相认识。很明显，最初的半小时里大家都放不开，不过总算也都过来了。没过多久，大家开始相互微笑、拥抱、安慰和鼓励，变得放松多了。更重要的是，也感受到了来自摄制组的尊重。后来直到整个活动结束，我都没有再质疑过这个节目把我们找来的动机。除了史蒂夫，我还认识了另外几个参加活动的人。Georgie 在南威尔士的滕比当警察，莉安的儿子出生没多久就夭折了，丈夫痛不欲生，自杀身亡。为此他创办了一个慈善机构，专门帮助那些突然失去亲人的家庭。保罗是个约克郡的酿酒商，谢丽斯是职业歌手，还是个单亲妈妈。萨姆是一家星探公司的星探，梅尔是个理发师，克劳迪亚是个公关经纪人，他也是布莱顿人，还有波普伊。我们后来成了最好的朋友，虽然波普伊自己可能不觉得，但我一直认为他是整个团队的粘合剂。在节目拍摄期间，是他把大家凝聚在了一起。他的经历也很坎坷，虽然只有20多岁，但从他的眼神中偶尔会窥探到过去的创伤。跟我之前在斯旺西遇到的杰米一样，波普伊也在家中遭遇了入室抢劫。那次事件给他留下了可怕的创伤。在跟他的相处中，我发现他外表看着很坚强，但随时都可能忽然变得很脆弱、很内向。不过我从一开始就很喜欢他。就是我们这几个有着各种问题的人，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组成了一个欢乐的小集体，既能相互支持，也能开诚布公地讨论一些深刻的问题。这些都是片子里要呈现的。当然，除此以外，摄制组还要帮我们10个人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在4月开始的马拉松赛。跑马拉松可不是开玩笑的，这一点我渐渐体会到了。BBC 为我们请了2位教练，一位是查理·达克，他创办了伦敦跑步团体全民跑团；
另一位是舍维拉夫，他是正念运动团体追逐光明的队长。舍维是主教练，负责安排我们的训练计划，教我们呼吸和用视觉放松的技术。查理则主要给我们指导和鼓励，他讲话充满热情，十分亲切，让我们一下子就能安下心来。没有经过任何申请和选拔就能参加伦敦马拉松，我已经觉得自己够幸运了。现在还能得到专门定制的训练，这等好事我真是想都不敢想。之前一段时间的徒步锻炼了我的腿部力量，虽然已经相当不错，但还有进步的空间。舍维为我安排了体能训练，加强髂胫束的力量。另外，我还需要加强核心力量，虽然这很有必要，但刚开始做的时候真是让我头疼。我之所以喜欢徒步和跑步，只是因为天生好动，况且能边走边享受风景是何等的惬意呀！但现在我要练习深蹲、弓步、平板支撑，这些东西和徒步正好相反，既枯燥又无聊。虽然如此，我还是努力坚持下来了。想不到短短几周之后，就已经能够看出身体的变化了。练好了核心后，我跑步的姿势也改善了，能够保持背部挺直，也学会了使用胯部的肌肉。这个毛病舍维一开始就给我指出来了，他还帮我改掉了其他几个不良习惯。训练了1个月后，摄制组为我和克劳迪亚报名了吉尔夫的10公里长跑赛。我俩都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长跑比赛。发令枪一响，我就跟着大伙冲了出去，争着占据前排，心里还洋洋得意。然而挤在人堆里太乱了，我一脚踩在泥里，左膝盖狠狠磕在了地上，哎呦，疼死我了！关键是还特别丢人，跑了不到200码就……我慌忙站起来继续跑。看着崭新的长跑裤被磕破了一个洞，我内心只能小小的庆幸，还好没被摄像机拍到。我下定决心要完成比赛，顾不上查看伤情。直到跑到终点，我才拉起裤管，发现膝盖上并不是简单的划伤，而是擦掉了一块皮。估计当时我磕到一块石头或树根之类的东西上了。因为没有及时处理伤口，跑了整整1个小时之后，膝盖的样子简直让人不忍直视。那又怎么样呢？我拿到了10公里跑的奖牌，已经美得忘乎所以了。虽然我不是专业跑步选手，但平时锻炼身体主要就是靠跑步。治疗抑郁没什么解药，但对我来说，跑步可以算是最接近解药的方法了。陷入抑郁的想法之中，无法自拔的时候，跑步能把我解放出来。遇到问题的时候，跑步能让我想出解决办法。另外也可以说，跑步就是会让我快乐。虽然我也说不出其中有什么道理。每次看到足球运动员进球后，向着主场的球迷们跑去时，我就会想，那就是我跑步时的感觉。跑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所向披靡，没有什么能伤得了我。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我的生活里，没有第2件事能达到这个效果。是的，你可能会说这都是内啡肽的作用，但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有些更深层次的力量在起作用，某种像是魔力的东西。没有什么能像跑步一样让我精神振奋，让我能跟自己好好对话。我也从不后悔参加任何跑步活动，即使是像现在这样，到头来不得不在急诊室里等上2个小时，看着腿上的伤口不停地流脓。
在吉尔夫德冲过终点线，脖子上挂上奖牌的那一刻，我什么都忘了。当然你可以说是多巴胺让我被胜利迷倒了，但似乎除此之外还有某种东西，那东西点燃了我，让我感到就在那一刻一切充满了意义。坐在苏塞克斯郡医院的急诊室里，等着医生给我的膝盖缝针， Peter 问我，你不会因此放弃吧？我看着手里的奖牌，郑重其事地回答，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什么能让我放弃跑步了。缝了6针，又养了3周，膝盖总算差不多痊愈了。我又站在了布莱顿半程马拉松赛的起跑线上。这一次我还是和克劳迪亚搭档，不过随着彼此间越来越熟悉，我们不只是一起参赛的队友，也成了朋友。那天早上天气潮湿灰暗，但空气中却充满了乐观的氛围。大批热情的布莱顿人站在街道两旁，等着为参加比赛的12000名选手欢呼。不光 Peter 和制作团队的其他人来了，舍韦也来了。他要在赛前给我和克劳迪亚最后再打打气。在比赛过程中，他也会一路跟着为我们加油。让我稍微有那么点尴尬的是，我不小心在参赛表格里选择了预计1个半小时完赛，结果就被安排在前排起跑，身边全是那些最专业的运动员级参赛者，他们身材精瘦，满脸严肃，每2秒钟就会看一下他们昂贵的运动手表。面对这个尴尬的局面，舍韦给我的建议是起步要慢，让所有大咖和那些追着大咖的人跑他们的，而我就跟在后面，有策略地保存体力，更有智慧地安排时间。舍韦的建议确实太有用了，按照他的策略，跑到5英里的时候，我已经轻易超过了那些起跑过猛但后劲儿不足的选手。这下我们都学到了有用的东西，但不同的是，他们是用相当痛苦的方式学到的，而我却不是。这样想着，我忽然觉得超过他们真有点于心不忍。要知道，虽然他们现在已经累得没力气了，但接下来还有8英里在等着他们呢。稳扎稳打，我默念着，稳扎稳打，坚持到底。我不停地对自己说。第29集，心灵马拉松下。我的地点，伦敦。听从舍韦的指导，我保持着匀速向前，稳定节奏，专注于呼吸。跑过12英里标志的那一刻，我感到胜利在望了。随着接近终点，人群涌动，欢呼声此起彼伏，一声高过一声。跑过布莱顿码头后，我加快了步伐，看到终点线就在眼前。我再次提速，每一步重重地砸下去，就像是手提电钻要击穿混凝土路面。我瞪圆了眼睛，大口地喘着气，一步一步地接近终点。在我前面已经有人冲过终点线了，我用尽最后一口气，几乎是意志力而不是身体在拉着我向前。终于我冲过了终点线，用时1小时58分。我放慢脚步，目瞪口呆，简直没法相信自己能这么快跑完半马。我一头扎进了 Peter 的怀抱，如释重负，同时又无比自豪。拿到奖牌后，我在终点线上继续等克劳迪亚。
半小时后，我看见他了，立刻又激动起来。他马上也将体验到我刚才冲过终点线时的感受。我焦急地等待着，终于他冲过了终点线，我们动情地拥抱在一起，为这一刻欢呼雀跃。跑步的感觉真是太好了，而且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替别人感到高兴。现在我终于知道自己所说的魔力指的是什么了。这一刻，我想永远跑下去。我已经准备好迎接全程马拉松的比赛了。在伦敦马拉松开赛前夕，节目设置的进度加快了，我们的训练也加码了。我必须每周跑3次5到10英里和1次长跑。按照教练的意思，超过10英里才算长跑。每次跑前，我都会做佘伟教给我的轻度拉伸运动，再加上20个深蹲和20个弓步。每天早晚，我各要做3分钟的平板支撑。上床睡觉前，还要用他们第一天给我的泡沫轮放松肌肉，虽然疼得要命，但是对肌肉放松很管用。大腿的髂胫束已经不觉得疼了，估计是因为我坚持认真完成了每一次拉伸运动，而且还终于学会了用智慧跑步。到如今，整个摄制团队的人彼此都熟悉多了，大家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相互之间越来越了解，例会上的气氛也轻松活跃了许多。不过有一件事，尽管听到了个别留言，但导演 Peter 还是成功地瞒住了我们。日程安排表上一个重要的日子正在临近，而我们这些参赛者还被蒙在鼓里。我们只知道这一天要去圣玛丽大学，大概是要在那里的运动场跑圈，另外还安排了一点其他事情。前一天在酒吧下班后已经是晚上9点了，之后我就直接去了布莱顿车站，搭火车去伦敦。我之前训练时膝盖负了伤，还没痊愈，虽然跑不了，也没带跑鞋，但能跟大家见见面也不错。去车站的路上，我接到了 Peter 的电话。明天要用的都准备好了吗？他问道。都准备好了。你之前说有个大惊喜，你说说到底是什么吗？是啊，我们本来想保密，但考虑到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突然袭击，所以我现在正是要打电话告诉你。惊喜就是我们会跟皇家成员见面。我一愣问道，皇家成员？什么皇家成员？威廉王子、凯特王妃和哈利王子。Peter 说道。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穿的衣服，是早上刚换上的，所以也没再多带额外的衣服，包里只有一件干净的 T 恤，倒是有替换的袜子和内衣，但是裤子和鞋都又旧又破，也没法换了。我一向不修边幅，除非极其必要的情况，甚至参加别人的婚礼时，我都不怎么讲究。但那一刻，我强烈感觉不该穿着这身衣服去见皇室成员。谁知道呢？可能是我骨子里根深蒂固的英格兰传统观念吧，总觉得见皇室成员必须穿得像样一点。我说，我现在这身衣服不合适啊。别担心，我们会想出办法的。Peter 说着，这是他的口头禅。我只能相信他了，就算不相信，现在赶回家也来不及了。第二天早上，我下楼吃早饭，其他人也都住在这家旅馆里。大家见了面都忍不住谈起要见皇室成员的事，猜测着哪一个更招人喜欢，他们会怎么迎接我们，如此等等。然而我并没有其他人那么兴奋，
因为我穿的还是在酒吧上班的那身衣服。整个拍片子的过程中， Peter 跟我们说过很多次，有什么需要尽管提，他们有预算。我一直没要过什么东西，但那天早上冒着可能会被认为事儿多的风险，我斗胆向 Peter 提了个需求。我说Peter，有件事我真不好意思说出口，但有没有人能跑个腿儿去趟户外用品店？我这裤子这鞋没法见皇室成员，我奶奶会杀了我的。你穿多大号的鞋，杰克？一个低沉而洪亮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我转过身来，10号半，我说着。问我的是主持人尼克努尔斯。我带了自己跑步用的东西，可以借给你，怎么样？5分钟后，我在厕所里换上了尼克努尔斯的衣服，去见威廉王子、哈利王子和剑桥公爵夫人凯特·米德尔顿。尼克的鞋我穿着有点小，这让我有些意外，但他的运动服我穿着正合适。他的运动裤亮闪闪的，有点像是20世纪80年代的贝壳套装。通常就是一条颜色鲜艳的裤子搭配一件颜色相近的上衣。我还是觉得不太真实，但容不得我多想，大家就都被拉上了一辆小巴车，往大学那边开去了。不到1个小时，我们就来到了圣玛丽大学的400米跑道旁，等着见这些世界级名人。第一眼见到皇室成员让我挺震惊，他们其实相当没架子，见到他们就跟见到久未谋面的亲戚似的。但老实说，他们那么有名，以至于我从未把他们当作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人。这种从虚构角色到旧亲戚的反差，让我半天缓不过劲儿来。我被安排坐在哈利王子对面，身穿尼克努尔斯的运动服，被整个摄制组1秒不差地记录下我和哈利王子的交流。我暗想，也许未来的我回忆起今天这一幕，仍会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超现实的一刻。剑桥公爵和公爵夫人是慈善机构同心的赞助人。这个机构鼓励人们用更开放的心态看待心理健康问题。它也是今年伦敦马拉松的官方赞助商，而我们的纪录片《心灵马拉松》也将成为传播该机构理念的主力军。你不知道你对皇室的期待是什么，反正对我来说，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来传播心理健康这个跟大众切身相关的理念，也许可以算是英国有君主制以来皇室成员所做的最有意义的事儿了。随着交流加深，我也更多地了解了他们传播心理健康理念的想法，更加乐意跟随他们的引领，在这个领域里做更多的事儿。4月23号伦敦马拉松那天，他们也会来观赛。比赛前一晚，我住在格林尼治的一间酒店里，教练查理把全套装备都摆在酒店的桌子上。现在我可以说，这个步骤对很多跑步运动员来说是个必不可少的赛前仪式。把比赛当天要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包括衣服、鞋、比赛号码纸等一一摆好，拍张照发到社交媒体上，你就能获得一堆祝你好运的信息，而这个步骤也能帮你确认没忘掉什么东西。我在 Instagram 上发了这么一张装备照，没过多久手机就响了，是西蒙·克拉克，我在南威尔士偶然撞见的那个环绕英国海岸的跑者。自从在卡马森偶遇后，我俩就成了朋友。他的旅行路线经过布莱顿的时候，我还请他在我这儿住过一晚。比赛前接到他的电话，让我感动不已。
他给了我不少有用的建议，大部分是关于赛后按摩恢复的。他还讲了他年轻时跑马拉松的一些趣事。挂掉电话的那一刻，我期待着明天他会为我骄傲。按他的意思，要是想让他为我骄傲，只要我跑得开心就够了。第二天早上，我们被带到场地的不同位置接受采访。2天前，新灵马拉松的第1集已经上线了，以至于这会儿我们在街上已经有了点名人的感觉。我这辈子还是头一回有点出名，坦白说，有时候想起来还是觉得挺吓人的。不过更多时候，能公开谈论心理健康问题，影响更多的人，得到人们的认可，让我也感到了自己的重要性和责任感。比赛开始前，皇室成员又来看望我们。跟威廉王子殿下握手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肾上腺素飙升，原因是我忘了提前擦掉手上的凡士林。我一边用油乎乎的手跟他握手，一边开玩笑地说自己刚拿那只手给腹股沟涂过油。说完才忽然意识到玩笑开大了。紧张之际，他看了看自己的手，又看了看我，突然笑了。我尴尬地松了口气。伦敦似乎也变得不一样了，你能看见人们悠闲地散步，自信地昂着头，看见人们的眼神交流，看见人们脸上挂着微笑，充满活力的交谈。人们似乎享受着当下，相互支持，很积极，很阳光。空气中似乎有一种能量，不断地扩散到更多人心里，所有人都被这股能量感染着。真正的比赛终于开始了，那感觉却像梦幻一样。波普伊和我搭伴，我们一路跑着，有时走路，有时还跟人聊起来，就像西蒙说的那样，充分享受着每一刻。大部分时候，我对生活中的经历不怎么敏感，任它们发生，但不留下什么印象。我甚至觉得自己的大脑有时候就像短了路一样，处理消化情绪总要比别人慢半拍。但今天，在伦敦马拉松赛上，跨过终点线的那一刻，我终于体会到了活在当下的感觉。我捕捉到了那一刻心头涌起的所有美好的情感，纯粹、原始、真实。我很感激自己能体验到那一刻。自从开始写这本书，我几次试图重温那一天的经历，并把它总结出来，但似乎怎么写都不如跑完马拉松第2天写下的那篇文字更真实地记录了我当时的感受。我是这样写的：接近26英里处的标记时，我的身体变得沉重起来，那感觉就像每迈出一步就在身上加了件衣服。当我和波普伊按计划跑到大本钟和国会大厦时，我感觉就像全身都套上了一副沉重的铠甲，但我们还是坚持着继续跑。最后的 0.2 英里比前面的26英里加起来还要难。我已经开始失去意识了，难以置信，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在跑，还剩800米、600米、400米，像是在水里奔跑。200米，人群发出欢呼，震醒了我。回到现实中，我终于看清楚发生了什么，我在哪里，我要干什么。我伸出手抓住了波普伊的手，拼尽全力把我们的手举得高高的，但同时又感到自己已经完全失去了力气，胳膊无比沉重。我们踏着一致的步伐，每一步都同时砸在地上。我俩的右膝盖上面都绑着绷带。我们14222号和14225号选手终于在5小时52分后
跨过了终点线。过线后，我们逐渐放慢速度，过渡到步行。我感到出奇的平静。我向过去6个月来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的人们走去。他们哭着，拥抱着，祝贺着。看着这一切，我对自己说，从今往后，每当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每当我感到孤独，每当我感到危险的风暴向我袭来，我就要在脑海中重放这一刻的画面。只要不断重放，那些感觉就一定会消失。此刻，我所感受到的东西，让我再也不想死了。是的，我要永远活着。第30集，收拾心情再出发。我的地点是托克。心灵马拉松让我接触到了很多人，感动了很多人，也帮助了很多人。它一定会成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经历。跑完马拉松后，我没有打算马上回去徒步旅行，而是给自己留了几周时间调整一下状态。因为上了电视，如今走在街上，时不时会有人认出我。一开始我觉得这挺好玩的，不过也有点不好意思，好像做梦一样不真实。到后来，我开始犯难了，想到之后的徒步旅行中，要是总被人认出来，也不省心。这时我才意识到，之前的6个月里，我一直都很享受平淡自由的行走，就像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幽灵，悄无声息地穿过城镇和村庄，从不惊扰他人的生活。大部分时候只是旁观他人，偶尔会跟人有些互动。这样的生活让我保持着内心的平静。相比之下，在布莱顿的6个月里，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繁忙的工作，跟室友的交集，以及在摄像机前没完没了地谈论自己的情绪。如今，我渴望放下这一切，渴望再次回到旅途的安适与平静之中。好消息是，没过多久，我就告别了当名人的烦恼。不到2个星期，公众的视线就转移到新的电视节目、新的时事热点上去了。而对我来说，生活继续向前。15分钟热度，烟消云散，我又回归了普普通通的生活，变回一个平平常常的人。这前后的落差相当明显。跑马拉松那会儿获得的名气虽然不大，却似乎足够刺激我的身体分泌了大把的多巴胺，带来了强烈而持久的成就感，让我如痴如醉。凭着那股劲儿，你很容易就会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是无比正确的，觉得自己就是宇宙中心，来到地球上就是为了干大事儿。发现这种心态后，我意识到自己需要重新回归地面，否则哪还有心思踏踏实实地完成徒步旅行呢？在网上，我也跟以前迥然不同了。我在社交媒体上一下子涨了好几千的粉丝，他们都是通过电视节目知道我的，纷纷联系我，要我给他们出主意。我发现自己每天都在跟那些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讨论他们无比私密的经历和感情，但我既没专业学过怎么在这种情况下与人沟通，也没学过怎么有根有据地给人出主意。我在这种左右为难之中苦苦挣扎了很久。不过好的一面是，越是跟人们交流谈论这些话题，
就变得越容易，也越自然了。别人跟我讲自己的一些心得，让我在之后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也能试着用同样的话帮助自己。聆听他人的经历和感受，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别人到底都经历了什么。我很喜欢这种体验，于是开始琢磨，是不是可以在徒步旅程中邀请一些人跟我一起走一段，边走边聊聊心理健康什么的。我第一个邀请的是心灵马拉松的另一位参赛选手萨姆。我的不少女性朋友都是他的粉丝，他们管他叫最健康的那个。我邀请他跟我在斯托克见面，然后一起走到埃戴尔去。我把埃戴尔定为下半场徒步旅行的正式起点。我们在市中心碰了头，我意识到对于萨姆来说，一开始的这段旅程跟他想象中绿树繁茂的田园风光相去甚远。但之所以选在斯托克见面，是因为我徒步走的上半场是在这里结束的，我想带着朋友从这里再次出发。我向萨姆保证，只要走上1-2个小时就能看到好风景了。我的估计没错，开头的几英里相当乏味，但走到朗斯登时，我们身边已经只剩下田野和树林。接下来只要一路向东前往利克就行了。我俩都算是从头到尾体现了一把当15分钟名人的感觉。这次经历对我们都不一般，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好好聊聊各自的收获。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到利克了，不知怎的，萨姆开始变得寡言少语起来。停下来喝水的时候，他摆弄着手机。几分钟后，问我是否介意他坐公共汽车去迈克尔斯菲尔德拿些补给。我猜也许他是想自己待会儿吧，于是回答说我们可以分头去利克，在那里碰头后一起吃晚饭，因为他坐车到那里应该会更方便。萨姆同意了，接着我们就分头各走各的了。很快我就到了利克，找到一家不错的酒吧，放下背包要了杯酒，跟一个叫艾米的员工聊了起来。话题很快就聊到了我的徒步旅行，以及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来了精神，很快也打开了话匣子。看来这位艾米跟我一样，聊起自己的心理问题已经像家常便饭一样习惯了。于是我们的谈话很快直入主题。艾米跟我坦白，她正在与厌食症做斗争。我对厌食症知之甚少，跟她聊过后，才渐渐了解到，患上厌食症的人并不只是单纯想减肥或者想要完美的身材，它更多的是跟控制感有关。与厌食症联系在一起的是强迫性冲动和自我伤害的行为，这两样我倒也不陌生，尤其是在心乱如麻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萨姆，真可惜他不在旁边，错过了这场对他来说应该也很有意义的讨论。又过了1个小时，我打电话给萨姆，想知道他到哪儿了。电话那头他气哼哼地说，我错过去利克的末班车了。真倒霉。我的回答也只是句废话。打开手机地图，我查到有一条 A 级公路从利克直通迈克尔斯菲尔德。我告诉艾米，萨姆被困在那边了。谁知艾米想都没想就说，我去接他。下一个场景就是我们3个人坐在利克的酒吧里又聊了几个小时。聊完之后，我们都很受触动。艾米真可以说是把心里话都道出来了。
等到我和萨姆跟他告别的时候，他似乎已经想通了一些事情。也许他从未跟任何人这么深入地聊过这些话题吧。也许是当时我们聊天的气氛很轻松，对他来说相当难得。又或许是因为那个亘古不变的真理，跟我和萨姆这样的陌生人倾吐心声之后，大家就各走各的路了，再也不会见面，所以没什么好担心的。然而令我惊愕的是，我们竟然真的再也无法见面了，因为一个更悲痛的原因。2周后，艾米的一个同事跟我联系，问我能不能把当时在酒吧里给大家拍的合影发给他。我这才知道，那竟然是艾米生前拍的最后一张照片。就在我遇到她的第2天，艾米死在了一场车祸中。艾米的死让我极度悲痛，这超出了我的意料。在认识她之前，我并不知道世界上有艾米这个人，然而仅仅是短暂的相识，我却感觉自己对她的了解比对生活中的很多朋友都要深。告别的时候，我看到生活的希望正在她面前展开，看到她已经原谅了过去对自己的那些伤害，准备翻开生活的新一页了。那时她看上去多满足啊！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说，离开人世之前能想明白一些事情，未尝不是件好事。但我忍不住又想，艾米已经准备好重新开始了，生活却再也没有给她机会。第2天，我和萨姆翻过著名的蟑螂岭，步行到了巴克斯顿。停下来吃饭时，我注意到我们正站在很高的地方，能眺望到很远。我问萨姆，他对我为了心理健康而徒步这件事怎么看？他说，当周围没有什么干扰的时候，他就会静下心来，认真思考自己那些需要解决的心理问题。在户外行走似乎正是起到了这个作用。他感觉自己有了更多的内心空间去思考这些问题。我跟他想的差不多，置身于自然之中，周围别无他物，让我更能想明白一些事情，更能疗愈自己，更能理解和接纳自己内心中那些消沉和迷茫的想法。与之相比，有同伴一起徒步的好处是，我们不仅能进行这样的思考，还能把思考后对自我的发现向彼此讲出来，这样便有机会从内心深处与他人建立连接。那天，我们聊到了各自的很多想法，尤其是那些在家里无法静下心来思考的问题，关于未来，关于过去，关于父母，关于很多很多。当天的行走接近尾声时，我们好像在1天之间都变得成熟了一些。即使这种成熟并不是改天换地一样的变化，但至少我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对于那些很负面的东西，我们比自己想象的更有掌控能力。萨姆从巴克斯顿坐火车回家了，接下来又有一些新朋友加入，要跟我一起步行10英里去埃戴尔。作家布里奥尼·戈登和他的朋友，模特兼心理健康活动家亚达·塞泽尔，以及一个名叫 Peter Thompson 的人从伦敦赶来见我。我在马拉松比赛那天见过布里奥尼·戈登，几个月前又在一次慈善活动上见到了他。至于 Peter， 我在 BBC 的体育网站上读到过他的故事。他最近成功完成了一项挑战，连续44天在44个国家跑了44个马拉松。得知他的这项活动是为了给一家心理健康非营利组织筹款后，
我马上在推特上发消息向他表示了祝贺。你来我往的发了不少动情的话。他答应在皮克山区那段跟我一起走一天。这段时间，布里奥尼和亚达正打算公布他们的计划，只穿内衣去参加明年的伦敦马拉松，借此来宣传积极的身体观。这又是一个我不太熟悉的心理健康领域。那一整天，他们俩只穿着内衣和胸罩，在一路上的乡间风景里享受着自拍的快乐。看着他们，你没法不钦佩他们为自身赋权的强烈意识，他们一定也清楚地感受到了自己身上的这股力量。走了漫长的一天，来到埃戴尔，我们4个人去酒吧吃了顿饭。过去这3天里，有同行者一起徒步，帮助我很快把心理状态从心灵马拉松调节到了之前的游牧式生活，也让同行者们尽情体验了迷你版本的徒步旅行。现在，我要回布莱顿为环游英国之旅的下半场做点准备了。这段时间，我收获了一些看问题的新视角，身体也更强壮了。带着这些变化，我重新整理了行囊，在2017年6月离开了布莱顿。此时，距离我从布莱顿码头出发已经过去了整整1年。坐了很久的火车回到埃戴尔后，我再次独自一人置身于茫茫荒野中，手里的地图指引着前方的路线。再次出发并无特别的仪式，普通的就像任何一个平凡的日子。就这样，我把过去6个月抛在脑后，专心注视着前方的路，向奔宁道走去。第31集，一个人的超级马拉松1。我的地点 F 波里巨石阵。回到旅途中的第1天，我就重燃了对大自然和户外生活的激情。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走在奔宁道上，沉醉在美丽的田园风光中，也会偶尔离开主路到人迹罕至的周边地区去看看林子，或是在溪流里洗个脚，然后静静地站在水里，感受大自然的能量笼罩着我。我知道这听起来很俗套，但事情真的就是这么简单，自然疗法再次起到了作用。一天又一天，1英里又1英里，就这样，过去6个月城市生活中积累的压力，随着时间和脚下的路流逝到了脑后。我继续向北，穿过西约克郡，不仅是皮克山区，包括途经的那些村镇，每天都会给我带来欣喜。格鲁瑟普和马斯登充满了英国喜剧《绅士联盟》里那种古雅和灰暗的格调，因此这2个地方也入选了我的未来居住地候选名单。这个名单已经越来越长了。西约克郡的人也让我越发喜欢。在咖啡馆里给手机充电时，我最喜欢的消遣之一就是听2个老太太东拉西扯地说个没完。所以我对露西说，你知道的。露西就是上次参加罗恩和伊莱恩的结婚纪念日自助餐时，穿了条漂亮的蓝裙子，用黄线缝边的那个。特里给了她一些乳蛋饼之后，才发现她是个素食主义者。不过特里自己吃那些乳蛋饼确实也是太多了，他得盯着点他的胆固醇指标。去年的事儿真把他吓着了。好吧，不管怎样，我对露西说，
放进那机器的钱必须不多不少正好，否则那机器就不会动。这样的对话俨然约翰·库珀·克拉克的诗，虽然少了克拉克的讽刺味道。走到河布登桥镇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找回了徒步历险的感觉。虽然汗水浸透了衣服，浑身也脏兮兮的，但置身在广阔的自然中，行走在崎岖难行的路上，还是会不断撞见各种各样的小惊喜。我无意中发现了一座叫做诚实乡的小木屋，估计是个供徒步者歇脚的地方。木屋里放着不少好吃的，在托盘里的蛋糕、煎饼和新鲜鸡蛋，塞满了冰柜的冰淇淋，还有不同口味的茶和咖啡。木屋无人值守，付不付钱全凭自觉。这是我遇到的最充满邻里温情的地方之一，很能代表这一带的地方文化。我在小木屋里盛了一大杯汤，给手机充了电，留下了几英镑。继续上路，我这段时间平均每天走14英里，海拔高度变化有数千英尺。但跟过去相比，现在我对自己的身体显然是友好多了。在马拉松训练中学到的那些拉伸和热身技巧得到了充分利用。感觉到身体的哪一部分超负荷工作了，我就会停下来或放慢速度，此外还会做一些拉伸。之前徒步的时候，我不够重视对身体的照顾，撑不住还要硬撑，结果受了伤。左半边身体的疼痛花了1个月才养好，往后我可不想再犯同样的错误了。我以前可从没有过这么强的自我驱动力，也从未对自己这么悉心照顾。现在看来，长时间的徒步不仅改变了我的身体，也改变了我的心理。我变得更关心自己了，也更注意那些会影响自己的事情。我相信自己，头脑清醒，对生活和新鲜的经历总是充满兴趣。每天早上在帐篷里醒来，对即将来临的一天，将要遇到的事情，可能遇到的人，我都充满期待。我找回了这就是我要的生活的感觉。这样走了1个星期之后，我收到了一封意想不到的电子邮件。这封邮件是同心组织的人发来的，问我是否有兴趣下周代表他们机构参加一个名为冲向巨石的耐力跑活动。我本以为自己会谢绝这个邀请，因为我很高兴能重新回到路上，现在并不想做除此以外的任何事情。但我反过来又对自己说，做这件事似乎跟我出来徒步并不冲突，目的都是一样的。就像去参加马拉松一样，我也想试试自己能不能拿下这个挑战。经过一番考虑，我出乎意料地答应了他们的邀请。当时我还浑然不知，这是一次对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挑战。为此，我将经历人生中最难熬的3天。冲向巨石是一项100公里超级马拉松赛，可以选择1天跑完，也可以分2天完成。参赛者要穿越古老的威塞克斯山脊路。收到邮件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还有超级马拉松这种东西。但知道它以后，很奇怪，我也并没有被它的超长路程吓到。在录制心灵马拉松的那6个月里，我已经对自己的长跑耐力变得相当自信了。在伦敦冲过终点线的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还想参加更多这样的比赛，不断晋级。冲向巨石正好是个机会。伦敦马拉松虽然跑得很艰苦，但让我无比惊喜的是，我真的能靠集中注意力克服身体上的疼痛，这是以前的我想都不敢想的。
我甚至开始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跑步上瘾了，倒不一定是跑步本身让人感觉特别好，而是跑步让你有机会彻底惊叹自己的身体能力，充分激发出自己身上那些难以置信的潜能。我曾幻想在环游英国的旅行中跑几段路，但拖着硕大的背包，这个想法注定只能是白日梦。也许正是这种情节促使我去参加这次跑步活动的。这个时候，就算要我跑200英里，我也会欣然接受，因为我太想跑步了。跑步的起点在牛津郡的卢克诺，终点在英国史前奇迹，位于威尔特郡的埃夫波里巨石阵。这个巨石阵建于新石器时代，是世界上有记录的最古老的巨石遗迹。很多人认为它在古代曾是个具有重要宗教意义的场所。维塞克斯山脊路是全英国最古老的一条路，它途经之地最能代表英格兰南部的乡村风光，有开阔的低地，大片连绵起伏的绿色山丘连成一片，偶尔点缀着英国橡树的田地，以及尘土飞扬的马道，可以说是理想的长跑路线。比赛要求大家赛前在卢克诺郊外的菲尔德农场汇合。据说虽然也会有人从头到尾跑完全程，但考虑到地形和距离，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跑步和走路交替进行。我们的团队计划在2天内完成整个路线。第1天完成50公里，晚上到大本营汇合，在那里吃东西，重新分组，补充睡眠。第2天接着完成后面的50公里。队员们打算2天都只是步行，唯独我一心想要跑下来。在这样的活动中拼命争第一，其实真的没什么必要，尤其是想到结束以后还有漫长的徒步旅行在等着我。但不知怎的，开始环游英国之后，我似乎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事事都想往前冲。跑完伦敦马拉松之后，也许是那块奖牌给我带来了飘飘欲仙的成就感，想要得到更多奖牌的渴望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我决定不坐火车，而是搭便车去参赛。这就意味着我能不能赶到赛场，全靠陌生人的好心。以防万一，我给自己留出了整整1天的时间赶路。出发前一晚，我在加夫格雷附近的一个奶牛场扎营，就在运河旁的小路边，离大路有几百码远。我相当亢奋，把闹钟定在早上6点，盼着天一亮就起床，开始南下的旅程。可能很多人都以为搭便车的习惯已经在英国消失了，其实不然。在徒步旅行之前，有好几年我都是靠着搭便车往返布莱顿的。虽然说不上是行家里手，但我对搭便车时举的牌子上该写什么确实颇有心得。首先，字不能太多，最好是2-3个词，让司机能一眼看全所有信息。最关键的是写清楚你要去什么地方，或者写出你要去的方向更好，这样笼统一些，更容易搭到车。其次，你写的东西要让司机觉得你挺有意思，既平实又亲切，但也不要太刻意，这样可以让那些还有点犹豫的司机对你增加些安全感。要想用1个词来表达这么多意思，着实困难。怎么办呢？可以在文字里穿插些小涂鸦，比如一朵小花或者一个笑脸什么的。那天早上，我决定把网撒大一点，把标语写得尽量简单明白。于是我在牌子上写了搭车去南方，还在搭车的字母里加了一个心形图案。来到路边，我开始研究站在哪里最显眼，这是决定成败的关键。
你要站在一个合适的地方，让司机可以一从相当远的地方就能看到你；二，在车经过你以后，从后视镜里还能看到你一段时间。我过去几年里搭的很多车都是先开过我，然后再折回来的。三，轻松的靠边停车，不用担心会挡住后面的车。最好的地点是在一段相对比较长、车也比较多的直路上，靠近比较明显的岔路口或路标。在 A 级路上是最理想的，但前提是要在一般人的工作时间。你可能以为早晚上下班高峰时间搭到车的概率更大，因为那时候车最多。但老实说，我从来没搭到过上班或下班人的车。如果司机满脑子想的都是生活中最不轻松的事情，上班或通勤，他们就不太可能有闲情逸致去关心路边竖着大拇指的流浪汉。这也没什么错，我自己工作的时候也不会为别人想太多，更别提是陌生人。所以如果你遇到的司机并不是在平时上班的路上，那就有戏了。我弟弟有一次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海岸搭车，连续遇上的2个司机都是准备去参加葬礼的。按照我的理论，你就能知道这并不是多么惊人的巧合。那天晚上，他们最后撞进了一个聚会里，遇到了演员卡西·阿弗莱克和花金·菲尼克斯，那可真是一段惊喜不断的搭便车传奇。可惜我没法偷梁换柱，把他们的事儿强行塞到我的书里。何况我估计他还想留着写自己的传记用呢。这么说可能有点无情，总之，那些正在经历某些深刻的生命事件，因此正在思考人生困惑的司机，是搭便车的最佳目标。他们要么正对某件事感到心烦意乱，刚好需要转移注意力，要么是对生活感到厌倦，但心态又比较开放，仍在渴望新的生活体验。如果载你的人正经历着痛苦的个人问题，作为回报，我觉得搭车人也有责任做个倾听者，让人家倒倒苦水。到现在，至少有一点我是确定的，人都需要倾诉。在过去的1年里，我学到了一件事，跟陌生人聊天时，人们更容易敞开心扉。从这个角度讲，搭便车是一件双赢的事儿。短暂却无所顾忌的交谈之后，2个陌生人各有所获。第32集，一个人的超级马拉松2。我的地点 F 波里巨石阵。这一天的开始近乎完美，只等了5-6分钟，我就搭上了第1辆车。在我所有搭便车的记忆中，这就算不是最快的，也差不太多了。当时我迎着车流站着，听到有车在我身后按响了喇叭，转身一看，是一辆老旧的黑色宝马，它掉了个头，停在了我旁边。上车吧，伙计。司机边摇下副驾驶的车窗边对我说，他看起来很年轻，大约21或22岁，有点瘦弱，很友善的样子，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心地如此。非常感谢，我说着卸下了背包。他叫 Nathan， 我猜在学校的时候，他属于那种表面放荡不羁，但内心深处其实很善良也很有爱心的人。Nathan 在部队当兵，路上给我讲了个部队里的惊悚故事，说是有一次在肯尼亚演习时，他被一只猎狗弄醒，然后被硬生生地拖出了帐篷。这也是搭便车的福利，你经常会听到一些不寻常的故事，有时还会听到一些不寻常的想法。
不过从搭完第一段路到下一次搭上车之间，那段空档让人非常心烦。想想看，下了第一辆车，你其实是被一个陌生人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这跟迷路没什么太大区别。这时只能盼着赶紧再遇到下一个愿意载你一程的司机。这正是我现在面临的情况，没别的办法，我也只有尽量让自己放宽心了。好在身后就有个服务区，经常有车从里面开出来。我举着那块用硬纸板做的牌子，等了20分钟，终于坐上了艾伦的车。艾伦是那种一眼看不出年龄的人，看着他，我说不出他到底是60多岁但还相当精神，还是40多岁但已经经历了不少沧桑往事。他身材魁梧，总是一脸憨笑，因而不难数清楚他大概还有7、8颗牙。那天他钓了一早上的鱼，所以车里装满了鱼竿、渔网和其他用具。我以为他想载我一程，是因为钓到了几条大家伙，正想找人炫耀一下。然而我错了，艾伦那天什么也没钓到，他帮我另有原因。聊起来我才知道，艾伦确实是个有故事的人。他过去吸食海洛因上瘾，而且像绝大多数瘾君子一样，几乎失去了生命中所有重要的人。但又跟很多瘾君子不同，艾伦不仅成功戒毒，而且彻底改变了原来的生活。现在艾伦是个心理健康护士，专门帮助那些和他过去一样坠落深渊的人。他对戒毒知识说起来头头是道，充满热情。很难想象艾伦深陷毒瘾的时候是怎样为自己找到希望和出路的。不光是艾伦，对很多人来说，改变都极为困难。但话说回来，如果真的能从谷底爬出来，无疑会给这个人的生活带来深刻的改变。那些吸食海洛因的人，大多数都遭遇了很深的痛苦，但又找不到什么人能帮他们走出伤痛，于是就去向海洛因寻求慰藉。如果知道他们毒瘾背后的故事，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染上毒瘾了。很多人觉得染上海洛因的人都是人渣中的人渣，垃圾、败类，一锅汤里的老鼠屎，差不多都是这种词。但为什么要把那些最绝望、最穷困的人看作社会的寄生虫呢？换一种环境，你也可能是他们。他们也有过童年往事，他们的记忆中也有难忘的美食，他们也有过朋友，也参加过别人的婚礼，也和你一样应付过生活中的各种小麻烦。像你我一样，他们小时候也可能为数学作业头疼，也有最喜欢的 T 恤，也会回忆初吻，也会把深藏心底的秘密吐露给极少的人，也会做各种梦，美梦、噩梦。生活中有无数经历，其中很多是个体自身无法掌控的。无常的遭遇，他人的影响，一点一滴改变着人们，打磨着人们，让他们成为现在的样子。这跟你如何成为今天的你，我如何成为今天的我，没什么本质的不同。下午1点钟，你走在小巷子里，看到有个人在那儿用针管扎进自己的手臂，注射海洛因，你可能会觉得他就是在自我放纵，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如果你只是这么想，那么我会说，你并没有真正理解人类。你应该过去跟那些人聊上5分钟，这至少能帮你对人类多一点理解。也许你以为自己与那些流浪汉或瘾君子完全不同，但事实是，你跟他们并没有多少不同。每个人都是过去全部人生经历的产物，他们、你、我，
都是如此。如果有一天我也活得像他们一样，每天在尿骚味中睡着醒来，顶着他人的耻笑想方设法寻找毒品，因为没有人没有别的事情能安慰我内心的伤痛。假如这个时候有个人走近我，来跟我说一会儿话，就像对待任何普通人一样，而不是做出一个嫌弃的表情，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开，那么我也许就会感到自己还没有完全被社会唾弃，还有机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还有一线希望，用我仅有一次的生命继续活下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这个世界真的需要艾伦这样的人，从最初颓败的过去中走出来，变得更坚强的人。他这样的人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帮助那些仍在挣扎的人，他们知道自己曾让身边的人多么失望，他们会在别人已经放弃你的时候继续守在你身边。有了艾伦这样的人，才会有更多人意识到大家都是一样的，同属于这个社会。尽管人性并不完美，但仍然值得我们为之奋斗。艾伦的车沿着 M6 公路一直开到了特伦特河畔斯托科城外的吉尔服务区，才把我放下来。为了送我，他显然多开了不少路。站在服务区的出口处，应该不难搭到下一辆车。限时每小时10英里能给司机们更多的考虑时间。在他们经过的时候，我能跟他们双目对视几秒钟。如果你说我这是想让司机觉得不好意思，不得不停下来拉我，那你算是猜对了。非常时期就要用非常手段，不管最后拉上你的是谁，只要保证他们拉完你不后悔，这个关系就算扯平了。拿着牌子在服务区出口处晃荡了10分钟后，有辆老旧的菲亚特轿车经过，一个活泼的年轻女人从车里探出头冲我喊了一声。她的一头蓝发吓了我一跳，让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她究竟喊的是什么。但看到她用手指着停车场，我就索性跟着车往那边走过去。就这样，我认识了 Lisa 和 David。这是一对好玩又古怪的父女，他们一起出游了几天，这会儿正在回家的路上。我立刻就喜欢上了他俩。Lisa 从上到下充满了正能量，而 David 则是全世界最悠闲自在的人。到家前，他们想停下来喝杯咖啡，问我想不想加入。当然了，但是之后你们会载我一段，对吧？我问道。我们3个人要了咖啡，找位子坐下。我觉得他们这一招还挺妙，让我上车之前先一起喝杯咖啡，看看我是不是个变态。我跟他们讲了自己徒步环游英国的原因，而 Lisa 则坦白地谈了她充满挣扎的心理问题。让我震撼的是，她能在父亲面前如此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关系让我想起了我和妈妈。他们之间的说话方式让我意识到，他们不仅是父女，也是好朋友，可以无话不谈。可惜的是 ，Lisa 和 David 没能带我走得远一点，在下一个服务区，他们就放下了我。像刚才高兴地挥手叫我上车一样，没走多少路，他们就又高兴地跟我挥手告别了。这样的搭车体验能帮我保持心情振奋，当然也挺好。但现在我开始担心时间了，已经快傍晚6点了，才走了一半路，我的心中萌生了一丝不祥的预感。等了1个小时，什么也没等到。又1个小时过去了，只有一个开车去布里斯托尔的嬉皮士送了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佛经里的句子，说这能给我带来好运。第3个小时还是什么都没有等到，
看来今天的连胜战绩到此为止了。一直等到晚上11点，我只好放弃，没戏了。环顾停车场，我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办。不远处有一片草坪隔离带，将停车场和主路分隔开来，走过去有点费劲儿，但我还是爬上了那片草坪，卸下背包。背包落地的一瞬间，我突然感到心力交瘁，挫败和气馁的感觉接踵而来。我一边把包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搭起癞蛤蟆，一边想着明天早上到底该怎么办。自认倒霉，然后掉头搭便车回斯基普顿吗？比赛开始时间是上午8点，就算定个早晨6点的闹钟，起来后立马就能搭到车，而且一口气开到目的地也不一定能准时赶到。或者是不是干脆放弃准时参赛的奢望，就算晚点到，没准儿也能赶上队伍的末尾。这样想大概更实际一些，但我还是得很早就出发。我一屁股坐到帐篷里，我现在在哪儿？我这是在干什么？想着这些，我简直难以启齿。这分明是在公路服务区里非法扎营，已经超出了耍酷的范畴了，太不合适了。对一个号称要徒步环游英国并为慈善机构募捐的人来说，真的不合适。现在的我，与其说是徒步旅行者，倒更像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虽然这个流浪汉还保留着一点自我管理能力。然而不管怎么样，我都不想打道回府，否则赛前准备就都白费了。我把闹钟定在早上5点，想着在服务区里好好睡上5个小时，然后就起床接着去搭便车。我知道这样很冒险，开始跑步前完全没有给自己留出休息时间。等到都结束就会好的，我对自己说，我会及时赶到，会跑完全程，然后一切都会好的。虽然免不了有些垂头丧气，我还是对自己说着这样鼓舞士气的话。然后我从洗衣袋里翻出一些纸巾塞进耳朵，以免被路面传来的声音吵得睡不着。就这样，我老老实实地躺下，闭上了眼。第33集，一个人的超级马拉松3。我的地点 F 波里巨石镇。一觉睡到早上闹钟响起，关了闹钟，我一下子坐了起来，感觉就好像只睡了半个小时。我拉开帐篷拉链，一脸茫然地盯着眼前的停车场发呆。想到徒步旅行中那些美好的早上，一觉醒来不是身在田野，就是在林中或海边，对比现在这个停车场，简直烂透了。收拾好了行李，我走进服务区的商店，买了一杯咖啡，然后再一次往我最爱的出口位置走去。现在不到6点，离比赛开始还有2个小时。1-2分钟后，一辆汽车按着喇叭从我身边疾驶而过。我转过身注视着他，带着楚楚可怜的感激之情。那车骑到了路肩上，亮起紧急停车灯。我用最快的速度跑上高速公路，赶到车旁，发狂一样的打开后车门，往里一看，前排坐着2个年轻的小伙子。大救星啊！我欣喜地尖叫着。我把背包猛地扔到后座上，一头钻进了车里。想不到我的运气这么好。但面对我接二连三的顶礼膜拜，那2个人却沉默不语，这让我的心里开始犯嘀咕了。也许
他们想等我坐稳了再发动汽车。我一边这么推测着，一边顺手系上了安全带。车启动了，但随着车开起来，我立马就闻到一股浓重的甜味儿，那是我相当熟悉的气味。但在车里闻到这个味儿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我立刻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是的，是酒味儿，而且不是刚打开的甜味起泡酒的味道，而是喝了一整夜酒以后，人身上散发出的那种很浓的让人想吐的甜味儿。我向前探着身子，想看清楚这两个人。你们俩还好吗？我问道。副驾驶座上的那个人没理我，但司机开口说话了。对不起，这种场面我不是第一次见了，显然这个人喝多了。好吧，伙计，你靠边停车，我要下车。我说。你什么？对，我就是想搭一小段车，这儿就可以，你把我放这儿就行了。我说着，心里却很慌。他亮起靠边停车的指示灯，然后停在了路边。我猛地打开车门，抓起背包跳下车，砰的一声关上了身后的车门。又一条关于搭便车的教训：不要一有人靠边停车就立马上车，不要强求自己抓住每次机会。如果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宁可礼貌地谢绝，再去等别的车。有一闪念间，我想过记下车号然后报警，但转念一想，还是算了吧，让我发愁的事儿比这着急多了。我再次站在了坚硬的路肩上，面对着高速的车流从身边呼啸而过，下一步怎么办？我呆站在那里，真的没了主意。可恶啊！汽车一辆接一辆从身边疾驰而过，尖锐的鸣笛声响个不停。有个司机满脸怒气地瞪着我，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脏话。我转过头去看公路上方横着的标识牌，上面写着注意行人，立即减速。我的心在短短几分钟里又一次沉到谷底，恐慌涌遍全身。太可怕了，我从头到脚都在瑟瑟发抖，从没像现在这么惶恐不安过。汽车仍一辆辆地擦身而过，司机们按着喇叭大声咒骂。我瞎逛着爬上了路边的带状草坪，朝着分隔道路的篱笆走去。篱笆隔开了公路和谁知道那后面是什么。我在篱笆前停下来，拿出手机，打开地形测量局的应用程序，找到了我的位置，然后放大，想看看篱笆另一边到底是什么。地图上显示出一片绿色的区域，看不到有什么等高线，说明那边是一片平坦的草地。这让我稍稍放松了一些。我卸下背包，用它和我身体的重量把一小段篱笆压低。虽然枝叶噼啪作响，但还好这道篱笆并不太厚。不到1分钟，我就翻到了另一边。仅仅是短暂地松了一口气，接下来我还是很迷茫，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花了几分钟再次研究地图，觉得必须往别处走走，再继续搭车。除了高速公路，剩下的只有一些弯弯曲曲的 B 级路，选项很少。但我还是尽量选择了一条希望最大的路，朝那边走去。我又气又恼，但同时我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固执地想要到达比赛的起跑线，至少要让这场噩梦变得值得。又穿过了几块田地和1、2条小路，终于找到了地图上的那条路。我沿着这条弯弯曲曲的乡村小路走了好几个小时，每当有汽车从身后开近，就伸出大拇指去搭车。
但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搭到车已经变成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就这样，我一直走到了一条更繁忙的路上，时间已是上午9点，比赛已经开始了，而我离起跑线还远着呢。不过这反倒让我不用着急了，铁定已经晚了，索性专心于眼前。我继续沿着主路往前走，这条路连接着周围的小镇和村庄，一只烧得半僵的狗的尸体横在路边。我已经对人类没什么兴趣，也没什么指望了。这么走了几个小时，直到大概下午2点，前面有一辆汽车打起了紧急停车灯。我走过去，开车的是一对中年夫妇，他们指着后座示意我上车。我如释重负，感激涕零，再一次把包放到了陌生人的后座上，爬进别人的车里。我的天哪，太谢谢你们了，我说。没事儿，那男人说。女人问道，你要去哪里？我得上 M40 公路，把我放在那条路上随便一个服务区就行。他们并不是往 M40 公路的方向去的，但答应把我带到能让我上高速公路的交叉路口或环岛。我立刻欣然接受了。说真的，只要能超过我刚才每小时3英里的行进速度，就足够让我满足了。我给救命恩人帕特和瓦尔讲述了之前徒步旅行时的一些精彩片段。有意思，帕特说，我上学时的一个老朋友做的事情跟你很像，不过我记得他是在跑步。不会吧？他不会是叫西蒙·克拉克吧？就是他，你认识他吗？认识啊，我在脸书上关注了他，还在南威尔士跟他偶遇。后来他去布莱顿的时候就住在我那儿。我参加马拉松比赛的前一晚，他还打电话祝我好运。帕特接着告诉我，当他得知这个老同学在做什么，并没有感到惊讶。他总是有点跟别人不一样，他说道，我早就知道他早晚会做出那样疯狂的事情。不知道我的老同学是否也会这样说我。帕特和瓦尔让我的心情好了很多，他们把我放在一个环岛边，从那里可以上 M40 公路。我重新折了纸板牌子，把上面的字改了。现在离终点已经很近，终于可以写上一个更具体的目的地了，搭车走 M40 去卢克诺。半小时过去了，有很多车经过，但一直也没遇到愿意停下来的车。又过了半个小时，一辆车在我旁边停了下来，我顿时激动起来。喂，你就是网上那个黑狗吗？司机透过打开的车窗向我喊道。是的。太棒了，老兄，你真是个传奇，继续加油哦。他喊道。我还没来得及问他能不能载我，他就开走了。又等了1个半小时，还是没人停下来。我越来越觉得这些人是故意要看我笑话。我走来走去，自言自语，甚至对那些假装没看见我的司机骂起了脏话。到了这个时候，我也不在乎别人会不会觉得我精神不正常了。很可能今天一整天都到不了起跑线，一想到这个，我就已经要气炸了。2个小时后，愤怒的劲儿过去了，我的每一个想法都染上了一种深深的灰暗的悲伤。这感觉如此熟悉，我的心仿佛在说，你好呀，老朋友。根据我以往的经验，抑郁发作的时间往往是随机的，而且受到具体环境的很大影响。在某个时刻感到抑郁，到底是你自己的问题，还是客观原因造成的？
判断这一点很重要，但也很难。难是因为抑郁会让人习惯性地把所有问题归咎于自己，而说它重要，则是因为心情低落找到合情合理的原因，能帮你意识到此刻该做些什么来帮助自己走出低谷。还是那句话，这真的不容易。有些问题是无解的，比如缺钱的问题只能用钱来解决。但是如果你的问题是没有力气，或者总是昏昏欲睡，那很可能是因为饮食习惯不健康，或者是缺乏锻炼或睡眠。这种情况相当常见，他们总会让我觉得自己很丧，或者很没用。在发现情绪消沉的背后是这些原因后，也就知道了应该怎样帮助自己调节心情。我也只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才开始学着用一种尽量客观的视角去看待自己的内心活动的。当然，我不是专家，但我发现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看待事物的角度，用这种办法来应对低落的情绪，的确能够获得更多的掌控感，多少找回一些对生活的自主性，就让我的感觉好了很多。现在我站在路边，满脑子都是人们最常说的那些丧气话，看看你自己，真是个白痴，你真的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你就一辈子都靠别人吧。然而就在这些自虐式的责骂声中，我听到了一个细小的声音，那个声音平静而友善，让我镇定下来，告诉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告诉我一旦有人愿意载我，此刻的煎熬就会结束，告诉我一定会有人来，只要再多一点耐心。第34集，一个人的超级马拉松4。我的地点 F 玻璃巨石镇。我在路边等了很久，直到下午6点半左右，终于又有辆车在我旁边停了下来。司机是一个衣着整洁、职业范儿十足的年轻人。我从敞开的窗户往里看，虽然疲惫而沮丧，但还是强挤出一个笑容。谢谢你停下来。我说，你要去 M40 公路吗？是的。那人说，他看起来非常犹豫，好像需要更多的说服工作才愿意让我上车。我要去卢克诺，如果你开不到那么远的地方，可以把我放在沿途的服务区，也算是帮了我的大忙了。他了一声，眼神里显露出内心正在进行思想斗争，一边是他很同情我，想帮我，但另一边他也知道让陌生人上车有风险，看来我还得再加把劲儿。老兄，我已经站在这儿干等了好久了，你有点担心，我知道，我也理解，你就把我带到下一个服务区，之后就不麻烦你了，这样可以吗？他答应了，但很不情愿。我如释重负，坐进车里的一瞬间，感到从未有过的舒适。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的都是跟温柔有关的歌曲，对这类歌我一向是一笑了之的，但现在舒服惬意地坐在车里，看着眼前的男子挺阔的白衬衫和斯文气十足的眼镜，我感到四周萦绕着温柔的气氛，那感觉就好像好友的老爸在亲自给我开车一样。他开了大约6英里，把我放到了服务区。我下车走到服务区的出口处，又一次举起了牌子，真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举牌子了。这次我看上去8成比之前更亲切了一些，
因为只等了5分钟，就又来了一辆车。司机招手示意我过去，我走上前问他：“你去哪儿？”“伦敦。”他说。“你能把我带到卢克纳吗？”“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不过只要顺路，让我把你放哪儿都行。”感谢老天爷，终于让我等到了真命司机，煎熬的一天就要结束了。我钻进车里，对司机千恩万谢。车重新发动，我上路了。闭上双眼，我感到沉重的压力正在慢慢地离开我的身体。距离卢克纳还有一个转弯的时候，司机把我放在了硬路肩上。虽然我怕走硬路肩不安全，但至少这里不是最危险的 M6 公路。我下了车，跳过路障，走下一个陡峭的斜坡，来到了公路下面一条安静的小路上。还要走20分钟才能到达目的地，但我已经不担心了。我走过了一片充满田园风光的地带，很快就抵达了卢克纳的菲尔德农场。虽然全身疲惫，但总算是到了，我多少还是有了些成就感。我本以为起点处会很热闹，但此时的菲尔德农场就像是一座鬼城。已经晚上7点半了，空空的谷仓在前方隐约可见，像是古老的城堡墙壁。风中的尘土围着我的脚边打转，土地依然温热，似乎在证明今早确实曾有一大群人聚集在这里。我的搭车历险记结束了，这也算是一次难忘的人生经历。但我第一次参加超级马拉松的前一天，这样的经历真的有必要吗？算了，但话说回来，超级马拉松的起点在哪里呀？我艰难地在农场里穿行，但是只看到停满了汽车的谷仓，有个穿着颜色鲜亮的夹克的男人，估计是服务人员。我走到他面前，那人见有人来，脸上浮现出一丝快乐的神情，虽然淡得不易察觉，看来他干着一份孤独的工作。我告诉他我已经注册了比赛，又讲了我的搭车经过。末了我说，总之我花了30个小时搭便车，难以置信。真过分，现在都没人愿意让人搭便车了吗？对了，我叫迈克。他说，接着就带我朝起跑线走去。他继续说，不过已经没有路标了，他们把所有的路标都撤了，因为大家都已经出发很久了。看起来不妙啊。天光渐暗，我伸手去摸包里的头灯，看来我得通宵赶路，否则中途就没时间休息了。毕竟还是得吃点东西，打个盹儿什么的。我开始不安起来，为了缓解焦虑，我打开了话匣子，但没说几句，就又讲到了我徒步时经历的故事。到如今，我真的已经讲了太多遍了，以至于自己都觉得讲得过于熟练，听起来就像是编的。尤其是讲到自己的心理问题时，我的描述总是那么几句。但偶尔，如果听我故事的人自己也经历过一些黑暗的过去，我们的对话就会深入下去，转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很快我就发现迈克正是这样的人，他也有一段痛心的往事。迈克的儿子汤姆几年前去世了，他悲痛欲绝，无法承受失去儿子的痛苦。从那以后，他的心理状况每况愈下，最后精神健康法把他送进了医院。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变成了一棵植物，整天坐在那儿盯着墙发呆。迈克的故事让我震惊，我很难想象，经历了如此巨大的伤痛之后，如今的他仍能这样专心投入当下，仍能快乐地交谈，真让我佩服。让人难过的是，
太多时候我们只看到了事情的表面。如今2年过去了，坐在布莱顿的一家咖啡店里写下这段相遇时，我无法抑制眼中的泪水。刚刚我在脸书上给迈克尔发了条信息，想问他是否同意我在书里写的。我翻看他页面上的时间轴，才意识到迈克尔在我们认识大约1年后去世了。顺藤摸瓜找到了验尸官的报告，竟然真的发生了我最担心的事情，迈克是自杀的。我在社交媒体上找到了他的女儿，向她表达了我的哀悼，告诉她那天迈克尔的帮助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我真为他难过，悲伤压倒了他。他是个那么好的人，那么善良。他身后的家人也一定在深深地怀念他。那天晚上，我本打算把背包藏在篱笆里或别的什么地方，但迈克说那边没有地方可藏。他跟我交换了电话号码，说他会保管好我的背包，保证安全。我从背包里拿了些东西，都是在路上要用的，但发现有个水壶不见了，估计是路上落在谁的车里了。最后我带了一个装满水的水壶，一盏头灯，还有手机和睡袋，朝标志着起跑线的那排树走去。因为没带背包，我只能把所有东西都抓在手里。路上有很多水龙头可以蓄水，你只要睁大眼睛，别错过就行了。迈克远远地冲我喊道。终于，在比赛正式开始差不多13个小时之后，我从起跑线出发了。说实话，之前我只顾着赶路，根本没考虑过比赛本身，而且我真的严重低估了超级马拉松的距离。100公里，也就是62英里，大约相当于2个半马拉松，而且我要在黑暗中跑完前50公里。不过当时我并没有被这些数字吓倒，也许是因为在路边竖着大拇指赶了2天的路，终于到了这里，终于能开跑了，这就足够让我开心了。我的全身上下涌起一阵阵热流，每一个细胞都在兴奋地尖叫。几声高声干嚎之后，我出发了。类似这样的越野跑比赛，一般都会在沿路上设一些标记和指示方向的箭头，防止参赛者偏离路线。但由于我起跑的时间比最后一批人还晚了半天，这些标记和箭头都已经被撤掉了，只能依靠路旁的交通标志，还有手机上的地形测量局地图。但我马上就意识到，不可能一直用手机，因为接下来的36个小时里没地方给它充电。我只好把手机切换到飞行模式，跟着 GPS 走。开头的5-6公里是一片林地，穿过这片林地后，太阳开始落山了，没想到这么早。我毫无防备，漆黑的夜色让我一阵恐慌。忽然想起3天前的晚上搭帐篷时，我那盏头灯突然不亮了。我赶紧按了一下头灯的开关，想试试它亮不亮。结果毫不意外，不亮。这回可真有的瞧了。在漆黑的夜色中，根本辨不清方向，更别说要跑50公里了。没办法，我只好停下来找地方睡觉，想等天亮了再跑。不过想想明天真的吓人，要在1天之内跑完全程。好一会儿，我无所适从，感到无比恐慌。幸好几分钟后，我沿着跑步路线来到了一片精心修剪的草坪。要在平时，这样的乡村俱乐部一定会让我起一身鸡皮疙瘩，但这会儿看见它，我却分外高兴。
至少睡在草坪上比睡在光秃秃的地上舒服多了。快速环顾四周后，我爬上一辆被随便丢在那里的高尔夫球车，在上面铺开睡袋，随即钻了进去。这个夜晚很难熬，因为我的心里很烦躁，不过还是尽力让自己感觉舒服些，希望能很快入睡。但我终究止不住的思来想去，辗转难眠。想到这2天的波折，想到今晚只跑了大概7、8公里，跟全程比起来根本就不算什么，想到明天得一口气跑完超过90公里的路，我都不知道以前有没有人跑下来过那么远。不过既然来了，那就试试看吧。我拿出手机又看了下地图，然后把闹钟定在了凌晨4点。35集，一个人的超级马拉松5。我的地点 F 波里巨石阵。凌晨4点的闹钟响起时，天还没完全亮，但黑暗的天空中有几小块已经泛出灰色，说明过不了多久就会有足够的光线让我继续前进了。在一片寂静中，我坐在那里，等着周围的风景在渐亮的晨光中显露出来。我呼出的热气在面前凝结成云雾，水汽结成小水珠，从睡袋表面慵懒地滚落。抑制住赖床的冲动，我很快就从高尔夫球车上跳下来，卷起睡袋，又做了几个开合跳，好让身体暖和起来。空气凉爽，有些许微风，正是完美的跑步天气。认真做了10分钟的热身和伸展运动后，我查看了地图，想看看应该朝哪个方向走。我自认为做这些步骤的时候显得相当专业，宛如定向越野运动队的队长，但遗憾的是一个队员也没有。真的要一天跑90公里，这也太疯狂了，但似乎有一股驱动力在指引着我，让我相信只要坚持不放弃，就一定能挺过来。这时手机电量已经降到了 39%， 我抓起水瓶和睡袋，深吸了几口气就开跑了。不是我吹牛，前50公里竟然不算太难。沿着山脊跑的好处是大部分路途都很平坦，而且齐尔特恩丘陵风景宜人，广阔的林地和起伏的绿色田野组成了迷人的田园风光。这样的环境对长跑来说棒极了。另外，心态上的微妙不同让我得以放松。既然总共要跑2个半马拉松，跑第1个的时候总觉得心情比后面要轻松些。想起跑伦敦马拉松那会儿，跑到全程的一半时，我也有过类似的感觉。对比起来很神奇，当时我感到自己还有很多能量没用上呢。但在布莱顿跑半马时，同样的距离，我跑到终点时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这让我觉得，决定累不累的似乎不是绝对距离，而是相对距离，也就是已经跑完的部分相对于全程占了多大比例。在意识层面，我知道这一天的运动量必将给我的身体带来巨大的折磨，但也许是为了帮我放松心态，我的潜意识后勤小队正在加紧工作，让我更关心相对距离，而不是恐怖的绝对距离。这个办法在头50公里发挥了神奇的作用，但到了中途休息的大本营，情况就不太妙了。我发现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被收拾掉了。过去的6个小时里，我一直幻想着丰盛的食物和冷饮，但现在才发现它们要么被吃光喝光了，要么进了垃圾桶。
我已经吃完了身上带的3块谷物棒，1小时前喝光了带在身上的1升水，现在又饿又渴又气又担心。如果一点食物和水分都不补充，肯定是撑不到终点的。到不了终点就没法搭车，那我就要被困在这里了。如果是在过去，此时我就会及时止损，四处找找有没有人在打扫大本营，想办法搭他们的车回到起点，找迈克尔取回背包，然后该干嘛干嘛去。但今天内心深处似乎仍然有个声音在对我说，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完成比赛。不过要继续跑下去，说什么也得吃点东西。那边仍然有个工作人员，我走过去跟他解释了我的情况。也许是觉得我不好惹，那人飞快地跑掉了，说是去看看能做些什么。5分钟后，他带回了薯片、巧克力派、2个冷的培根三明治和3升水。这一下有救了，我一眨眼就吃光了所有的食物，喝了一些水，最后用剩下的水装满了水壶。谢过这位天使，在吃完饭的15分钟后，我回到了山脊路上。不过为了肠胃消化，我改为了步行。现在手机电量只剩21%了，虽然我还是相当自信能跑完全程，但不那么确信自己能赶上大部队了。很可能等我到达终点时，他们早就收拾好东西走人了。我甚至不太清楚组织方知不知道有我这么个人在参加比赛。我没在起点处注册，所以也没有拿到比赛号码。虽然我发了推特说我落在了后面，也艾特了组织方，但我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看到那条推文。看来我得关掉手机的飞行模式，查查推特，给我在同心的联系人索菲亚发个信息。估计他已经在我前面很多公里了，我得问问他能不能等我一下。发完消息，还剩下15%的电量，我又把手机调回飞行模式，接着就开始跑起来。毫不夸张地说，接下来的10个小时混合着身体的折磨和精神的错乱。4个小时后，手机彻底没电了，我坐下来休息了一下，又接着跑。跑前50公里时脚上磨出的水泡，现在一个一个的在鞋里被蹭破了，这导致我的速度减慢了1半。我感到全身的血液都涌到了双腿上，都用来跑步了，其他部分已经被掏空。更糟糕的是，我快热死了。1个小时后，我一边跑一边做起了梦，这绝不是夸张。脑子里开始冒出各种想法，然后我就掉进了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里。我睁着眼睛就能看见那些想象中的画面，究竟是大脑里浮现出的异常生动的影像，还是纯粹子虚乌有的幻觉，我已经分不清了。我开始跟不在场的人说话，已经分不清什么是真实，什么是想象。身体里似乎有2个我，一个是曾经在20几岁时爱上致幻剂的我，他很享受幻觉，很享受在幻觉里看到漫天飞的气球，过去一起上学的同学，看见各种动物和好玩的东西围着我转圈。但是还有另一个我，怕死，想要活下去，觉得这些幻觉很危险，十分担心。我放慢速度，改为步行，磕磕绊绊地走着，终于累到4脚着地，瘫倒在了地上。平躺在跑道旁的草地上，我陷入了昏睡，睡得很沉很沉，以至于做了一个又一个完整的梦，有开头，有经过，有结尾。不知这样昏睡了多久，也许是10分钟，也许是2小时，我醒了。
我倒没有因为睡着而生自己的气，因为我确实需要休息。迷迷糊糊地发了一会儿呆之后，我终于想起了自己在哪里做了什么，接下来要做什么。事到如今已经没法回头了，因为大本营那边肯定已经没人了，而且到终点比到起点更近。我站起身，再次跑起来，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事。痛苦成了我前进的动力。又过了几个小时，我发现前面几百码的地方有2个人正在收跑道两边的绳子和标识牌。我立刻来了一股劲儿，向他们直冲过去。不好意思，这是哪里？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2人面露困惑，就好像我在问他们现在是哪一年。其中一个人说：我们现在在斯密塞斯山脊路上，离终点还有大概10公里。你是什么时候起跑的？听到他这样问，我意识到自己身上没有参赛的证据，没有比赛号码。他们很可能会认为我没有提前报名，却想钻个空子混进比赛。算了，随便他们怎么想，我已经无所谓了。重要的是遇到了撤标识牌的人，就说明我快要追上队尾了。还有10公里，说不定不仅能赶上队伍，甚至还有可能超过几个人，不至于成为整场比赛的最后一名。我加快了脚步，脚上的水泡已经磨烂了，但我尽量调整着跑步的姿势来缓解疼痛。我赶上了3个身上挂着比赛号码的人，一阵激动涌遍全身。看得出来他们正在痛苦挣扎。我说了几句话给他们鼓劲儿，告诉他们坚持一下就快到了。我在伦敦马拉松赛上学到了鼓励别人的真正价值。那一次跑到第10英里的时候，我的教练查理·达克带着他的跑团为我欢呼，那股热烈的气氛就好像我是长跑运动员摩法拉赫，而他们都是我的狂热粉丝。每年马拉松赛，他们的跑团都会聚集在第21英里处，为参赛者们欢呼鼓劲儿。跑步时，人们真心地为他人加油和庆祝，这种无私的感觉让我爱上了这项运动。你的鼓励不仅能点燃他人的信心，给他们能量，更能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多么重要。背后有人支持着你，大家都那么热切地盼望着你的成功，这让你一瞬间充满了巨大的力量。所以，虽然腿已经快要跑废了，我还是要挤出些力气来鼓励这些跟我一样跑在路上的人。当埃夫波利巨石阵出现在眼前时，我忍不住想要失声痛哭。巨石阵是个令人震撼的历史遗迹，但更重要的是，看到它就意味着已经接近比赛的终点了。最后的几公里，我超过了不少人，甚至包括我自己的团队，这令他们惊讶不已。当终点出现在视野中时，我听到扩音器里传来一个激动的声音：他在那儿，那个晚了13个小时出发的人，马上就要冲过终点了。我笑了，看来组织者还是读到了我在推特上发的帖子。冲过终点线时，陌生人们纷纷向我微笑，跟我击掌，给我拥抱。我高兴得要命，同时也真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无论如何，完成了比赛，我终于松了口气。回想起来，我用17个小时跑了92公里。现在写下这段经历时，我还是无法完全理解它，绝对没有下回了。那天我所经历的，还有之前发生的导致了这场经历的所有事情，以及我当时对自己的信心，
所有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组成了这个神奇的故事。接下来的1个小时，我和同心队的队员们聚在一起，大家都很累，但很开心，陆续准备回家。我给手机充足了电，联系了迈克尔，去他那里取回了我的包，然后和队员们一起跳上一辆开往伦敦的小巴。我之前没计划过参加完冲向巨石比赛之后要做什么，但是很明显，再次上路之前，我必须得休息几天了。第36集，爱情魔法上。我的地点，河顿。漫长的车程之后，我在斯特拉特福德附近下了车，告别了索菲亚和队友们。抵达斯特拉特福德是在周一的一大早。我的计划是到我的好朋友弗里曼那儿住上几天，休息一下，然后周3坐火车回北约克郡。跟好友叙叙旧当然高兴，但抵挡不住比赛的劳累。到他家后没几分钟，我就躺在床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我猜自己一定睡得比冬眠的熊还要深沉。第2天，弗里曼上班前，我们一起待了一会儿。他要求我继续卧床休息，但到了下午3点钟，我的腿开始不安分地想活动了。我翻着 Instagram 上的动态，发现我参加伦敦马拉松时的教练查理发了一条消息，说几个小时后，他的跑团要在小尔迪奇区的王牌酒店地下室聚会。自打伦敦马拉松颁奖典礼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那里了。伦敦马拉松颁奖典礼是查理每年都会组织的一项活动，表彰跑团里那些参加了马拉松比赛的队员，庆祝他们的成绩和成长。在拍摄心灵马拉松期间，我和查理主要是1对1的个人交流，但在颁奖典礼的那个晚上，我看到了他在跑团面前作为团队领导者的一面。查理在2007年成立全民跑团，颠覆了人们印象中传统跑步俱乐部的概念。现在这个组织已经发展到拥有超过500名跑者的规模了。那天晚上的颁奖典礼很精彩，充满意想不到的惊喜。典礼前，他叫我们把参加伦敦马拉松的感受写在一张纸上，和奖牌一起带来。我认出了几个在我跑到21英里处时给我加油鼓劲儿的人，就像在比赛时那样，他们再次充满热情地欢迎了我，对我表达敬意。我有点惭愧，感觉就我这2下子没必要搞得这么隆重。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其实是这个跑团的文化，用查理的话说叫团队之爱。我能感觉到团队成员之间那种隐秘的连接，就像是电影《搏击俱乐部》的感觉，但更加积极健康，而且没那么暴力。那个晚上，我尽情沉浸在这样的团队氛围里。我的另一位教练，也是我后来的朋友舍维拉夫和查理共同主持了颁奖典礼，为我颁发了奖牌。这次典礼虽然结束了，但我相信自己以后还会跟这个组织有更多交集。过去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社群，尤其是在伦敦。谁能想到，就在同一条街上，我曾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经过一段最黑暗、最孤独的时光。跟跑团的队员们在一起，改变了我对社会的理解。重新上路之后，我也学着像查理和他的团队那样，经常去鼓励别人。现在躺在弗里曼家的床上，想到徒步旅行结束前大概不再会有机会见面了，我决定到王牌酒店去看看大家，顺便给他们讲讲我参加冲击巨石时的糗事，
我猜他们比任何人都能理解我在这整件事中的感受。在王牌酒店见完大家，我又跟2个小猎豹分团的队员去跑了一个轻量级的10公里。现在查理的跑团人数庞大，所以每周的跑步活动又分成了7、8个分团，让水平相近的人凑在一起跑。不仅仅是跑步教练，但凡有点常识的人，可能都会对我这个跑疯了的家伙直摇头。刚花2天跑完了100公里，又要接着跑10公里。他们的想法没错，之前那17个小时差不多已经逼近了我1年的跑步量，我不应该再给身体更多压力了。但想到我平时每天徒步走的长度，10公里又真的不算什么，就当是恢复徒步状态的练习吧。第2天，我上了火车，向北坐了很久，到达斯基普顿。那是我之前搭便车出发的地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回到之前徒步到过的地方，总让我有一种复杂的心情。我花了几周甚至几个月走完一段旅程，途中遇到了那么多人、那么多地方、那么多故事，而实际上同样的距离，乘坐交通工具只要1、2个小时就走完了。到达斯基普顿时已经是下午4点，走不了多久就该扎营了。我往城北的郊区走去，穿过陡峭的帕克丘陵，慢慢溜达到了山谷高街。那里古老的石头墙里圈养着一群脏兮兮的绵羊。我沿着这些石头墙又走了7、8英里，在离赫顿还有几英里的地方找了个安静的露营地。要我说，约克郡河谷是全英国最被低估的国家公园之一。在它最南端的克雷文区，有一些不同形状、大小各异的石灰岩巨石，它们似乎来自史前文明，矗立在广阔的绿色原野上，十分独特和神奇。第2天一上午和下午的部分时间，我都躲在帐篷里避雨。之后，我朝着赫顿走，在下午6点左右到了那里。在那儿，我无意间发现了一家很美的乡村酒吧，它的石头外墙被一层厚厚的常春藤经年累月地包裹住了，看上去好像已经在那个广场开了几百年。我禁不住诱惑，决定进去享受一番，边吃晚餐边跟当地人有的没的聊聊天，这已经成了我的习惯。酒吧里的装饰朴实无华，简约的乡村风格正合我意。砖砌的壁炉被厚厚的煤烟覆盖着，火苗烧得正旺。房顶的横梁是一根粗大的橡木，稍稍有点打弯。墙上挂着几幅装裱好的水彩画，画得像是马勒姆山凹，那是离这儿几英里远的一处巨大无比的石灰岩悬崖。在酒吧里享受了1个小时的轻松惬意之后，我才想起该去找地方扎营了。于是收拾起东西，出门来到广场上。正准备往前走的时候，看到几个边走边打打闹闹的年轻人，大概都是20多岁的样子。他们的活力打破了乡村的寂静，很难不吸引我的注意，况且他们还跟我同路。就这样，我跟他们搭上了话，并且异常自信地介绍了自己。一番标准的英国式寒暄之后，这些年轻人邀请我今晚去他们的小木屋参加聚会。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遇见了魔力。很多东西对人的心理健康没什么好处，其中最被人避而不谈的就是爱情。当然，我承认跟一个人心心相印，双双坠入爱河是人生一大美事，但我要说，爱情带来的痛苦远远比人们嘴上承认的更多。
恋爱既能让人无比温暖、无比满足，也能让人无比担忧、心事重重。它让你总是忍不住去猜想，对方到底是不是在乎你，对方到底在想什么，对方是不是像你爱他一样爱你。这些钻牛角尖的想法不仅会折磨你，也会折磨你爱的人。然后你又会担心他会不会不堪忍受，想去找比你更好的人。还没来得及彻底敞开内心，真正去了解对方，你的大脑就已经被胡思乱想、自责和嫉妒心占满了。我也算是谈过不少恋爱了，过去的经历告诉我，如果你把自己的全部幸福都寄托在伴侣身上，是没法真正了解对方的，因为这种对于幸福的执念会扭曲你对他的认知。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一开始两个人是因为彼此深深吸引而走到一起的，过不了多久，这段关系还是难免会变得生硬和紧张。我并不是说这种生硬和紧张从头到尾都在损害两个人的感情，不过有些烦恼确实可能贯穿始终，而且我敢保证，在每一段关系里都会有一个阶段陷入这种状态。这种状态真的很难对付，实在是太难了。最大的问题是，对爱情你不能使用逻辑。虽然我不相信真的有魔法存在，但爱情可以说是人类生活中最像魔法的东西了。那一瞬间，这个人的吸引力像魔法一样毫无预兆地迷住了你，你忽然无比地在乎这个人，全然忘记了周围发生的一切，全然忘记了任何牵挂。然而假如你又忽然意识到这样的爱情不该发生，一切就会变得无比痛苦。我跟着这群年轻人向前走，经过了一座又一座美丽而古老的石头小屋，在最后的那一座面前停了下来，这里就是聚会的地方。一路上我努力跟这几个人套近乎，要想让他们对我这个陌生人有点好感，必须主动说点什么。但说什么能让他们喜欢呢？我也没有新主意，只好继续拿出老办法，搬出徒步旅行的那些见闻。先是扼要概述了一下我的徒步路线，接着又东拉西扯地说了些路上遇到的奇人趣事。这一番闲扯应该足够在这群人面前树立存在感了。我心满意足，终于可以放下心来，自顾自地走路了。进了那座小屋，我在温馨小巧的客厅里找了张靠近壁炉的椅子坐下，就这样安静地看着人们聚会欢笑的场面，我觉得很舒服。温暖的炉火烤着我的脸，人们彼此交谈的声音充满了整个屋子。聚会的气氛既让人放松又让人兴奋，可以说是达到了完美的平衡。一个年轻女人走过来，坐到我旁边，我转头看着她微笑。她说：“刚才有人说你在徒步走遍英国。”她看着我，等我的回话。壁炉里的火焰在她的眼里快活地闪动。她很美。是的，我说，回望着她。啊，太酷了！我忽然失去了反应能力，那一刹那，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全部的注意力都被他带走了。也许有那么一两秒，我只是在一动不动地发怔。你叫什么名字？我终于开口说话了，但仍结结巴巴的。我叫茉莉。我叫杰克。我说。心里有什么东西被搅动着，一阵温暖的刺痛。眼前这个人让我觉得如此熟悉，好像我已经知道了他的很多很多故事，或者也许我只是迫切地渴望知道他的很多很多故事。
这就是爱情的魔法。我相信，关于爱情，关于生命，一定还有很多我们未知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吸引，一定有一种我们无法察觉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在起作用，让它周围的一切都为之震颤，似乎一切都被一种无形的电流击穿了。几个小时过去了，我和茉莉一直坐在那里，有着说不完的话，关于我的旅行，关于心理健康，关于生活中的一切。跟他说话是那么轻松，那么简单，听他说话又是那么享受。当我说起自己对各种历险和新的体验充满热情时，他的眼睛也在闪闪发光，就连一旁壁炉里的火焰也黯然失色。我感觉得到，我所说的那些激情也正是他想要寻找的东西。虽然谈话引人入胜，但我的内心活动却要混乱得多。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的间隙里，每一个短暂沉默的时刻，我都在热切地凝视着他，他的眼睛，他的嘴唇。我越来越强烈地渴望着他。第37集，爱情魔法下。我的地点，呵顿。又过了几个小时，参加聚会的人纷纷离开，或者分散到了小屋的周围，还有一些去了花园。屋子里只剩下几个人，显然都还沉浸在热烈的交谈中，早已忘却了时间已到深夜。这时，茉莉变得比刚才安静了，若有所思地凝视着炉火的余烬。她的眼神如同月光下的池塘，平静而又充满了生命力。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我意识到自己正盯着她看，于是转移开目光，顺着她的视线向火堆望去。就在那一刻，她突然打破安静，开口说话了。他的话立刻让我的心都碎了。我有男朋友了。我整个人都不好了，这个消息来的真不是时候，但也可以理解，毕竟刚才聊了那么多，我却一直没有勇气问他是否有男朋友。事到如今，茉莉大概已经觉察到了我俩之间的某种魔力，觉得需要把事情说清楚了。哦，我说，从开始交谈到现在，头一回，我们都感到了尴尬。然而，此时我们两个都已经喝了很多酒，于是就按照喝醉了的人独有的方式继续交谈，换个话题，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这个办法多少起到了作用。随着炉火渐渐熄灭，我们又聊到了各自的家人。茉莉给我讲了一些她很少对别人说的家庭故事，因为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我的回应让她感受到了深深的理解和感动。我们静静地坐着，目光一次次交织在一起，周围的一切都在震颤，我们的手触碰到了彼此。我预感到了将会发生什么，但已经停不下来了。他紧张地眨着眼睛，深吸了一口气。今晚你会留在这儿吗？他问。我的心脏似乎骤停了一下，我看了他1秒钟，房间里只有我们。我说。我们慢慢地站了起来，手指仍然交缠在一起。走上楼梯，在我们经过的地方，空气中似乎有亿万个微小的炸弹在不断地炸裂开来。到了我放东西的房间，我放开了他的手，轻轻地打开门。
茉莉紧张地呼出一口气，走了进去，仿佛是经过身体和内心的斗争之后，终于顺从了身体的召唤。我忽然有些犹豫，但接着就跟着她进了门。门在我身后关上了，房间里，我们静静地对视着。茉莉看起来有些害怕了，我们不该这么做。但她还是闭上了双眼，把头靠向我。我有些喘不过气来，我们的嘴唇触碰到一起，那短暂的一瞬，仿佛两个人的身体都因一股愉悦的震颤而彻底舒展开。紧张的肩膀渐渐平展，我闭上眼睛，伸出手，渴望抚摸她的脸。但茉莉停住了，她猛地向后退缩，把头埋在双手中。我不能，她摇着头说。我看向别处，担心我的目光会让她感到压力。我知道她正在内心中与自己搏斗，尽管整个晚上我们的目光都无法从对方身上移开，但此刻我们再也无法直视对方，连1秒钟也做不到了。我多么渴望在这个夜晚他能留在我身边，但内心深处我们都知道这不可能，必须踩刹车了。我看得出来，如果我们听从了欲望，只会给他带来悔恨。于是就像是忽然用冷水泼醒了自己，我强迫自己恢复了理性。茉莉轻轻地离开了房间，我一个人坐在失落和孤独之中。我们做了正确的事儿。几小时后，我从睡梦中醒来，楼下传来了煎培根的味道，还有悉悉嗦嗦的说话声。房间里充斥着柔和的光线，看来今天有些多云。我伸了一会儿懒腰，然后穿上衣服下楼去加入其他人。大家都坐在花园里，晨光中周围的环境比昨晚更加清晰可见。远处有一座像是石灰岩制的石桥横跨小溪，溪流一直伸向村子北方几英里处的马勒姆山凹。昨天我看了地图，记忆中是那个方向没错。面前的风景有着经典的英格兰特色，很适合拍古装剧。我四处寻找茉莉，想知道她有没有真的留下来过夜。她说自己住得很近。有个好心人买了一堆培根和香肠，还给每个人都倒了茶。这会儿大家都萎靡不振，早餐正好提神。我吃了一份加了棕色调味酱料的香肠三明治，跟一个嘴里散发着10种酒味的家伙聊了10分钟，内容相当乏味。时不时的，周围人会向我投来困惑的目光。好吧，我看出来了，他们在努力回忆我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看来是时候走人了。我冲回睡了一晚的房间，收拾好东西，确认把全部家当都扛在了背上之后，就出门跟大家挥挥手，悄悄的，不是很有底气的告了别，还不忘小心翼翼地躲避四处散落的空罐子和碎瓶子。但穿过前厅时，我发现还有一群人聚在一起，正在投入的交谈，每个人都向前倾着身子，专心地听着某个人说话。那个人好美，虽然看上去有些不安，是茉莉。毫无悬念，他看到了我，我跟他比划着，意思是我要走了。茉莉起身跟着我一起走到了房子外面，她双臂交叉着，仿佛在给自己一个安慰的拥抱。她在我的眼里更美了，她的眼睛那么迷人，灵动，闪烁着光芒，仿佛昨天晚上炉火的余光不知何故被困在了她的眼睛里。红发披肩，几缕不安分的秀发优雅地
落在他的脸上。看到我，他显得发自心底的高兴，这让我松了一口气。早安，我说。早安。你睡得好吗？啊，还不错，他说。你呢？还行。我们对视了好一会儿。对不起，我不能多待了，今天还要走很多路。要是现在不走，等一会儿昨晚的酒劲儿上来，我想走也走不了了。我说。茉莉点了点头，接着走过来，用双臂搂住了我。我喜欢她身上的味道，那好像是一种好闻的香波，加上昨晚靠着壁炉沾上的一点烧焦的煤烟味儿。拥抱的那一刻，我用全身心感受着它，然后我放开了它。那么，再见了，他说。再见，我说。我觉得自己不该离开，但又找不到留下的理由。我不可能问他愿不愿意跟我走，尽管那是我极度渴望的。转身离开时，一种可怕的感觉在我的心中蔓延开来。也许这一刻，我错失了一段无比珍贵的感情，永远地失去了这个机会。我曾有过这样的设想，觉得在环游英国的旅行中，也许能找到真命天女。但这种想法更像是个天马行空的浪漫爱情故事，而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此时此刻，我感到茉莉很可能就是我在找的那个人。我犹豫了1秒钟，但没有转身。就这样，我沿着大路走出了赫顿，再也没有回头。接下来的几天，我穿过了一片又一片丘陵和山谷，这段路真是奔宁道上最精彩的部分。佩尼根特山一带风景很好，我四下眺望，不禁回顾起已经走过的旅程。在过去的1年里，我经历了许许多多意义重大的时刻，直到现在才看到它们之间奇妙的联系。那些时刻互为因果，没有一件是完全孤立的。我忽然第一次意识到，也许我并没有像自己以为的那样掌控着一切，也许是别的什么力量在指引着我，某种非物质的力量，甚至是超自然的力量。我回头看向过去发生的一切，努力想看清那只指引着我的手。我历数着那些给我带来深刻顿悟的经历，它们改变了我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改变了我的心态，也激发了我身体中不可思议的潜能。前一段时间我在想，这次徒步旅行不只是我的个人传奇，它也许的确是一个挑战，等着我去完成，但它本质上更像是一次改变自我的机会。我打开自己，让旅途中的人和各种经历影响我，改变我。但如今，当我走在奔宁道上，穿过这些村庄、田野和山川时，我的想法再度改变了。我不再那么欣喜地觉得这一切都恰到好处，觉得自己终于看清了这一切的意义。相反，现在我感到，面对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我仍在追问着是什么和为什么，仍在寻找着答案。几天过去了，我对茉莉的思念依然挥之不去。虽然相遇的时间短暂，况且一切都似乎表明那只是一次浪漫的午夜邂逅，但直觉仍告诉我，事情不止这么简单。我们没有交换电话号码，我甚至都不知道他姓什么，所以不可能再联系上。但我总是有种预感，我们还会再见。日复一日，我继续心无旁骛地走在路上，
内心中却越发相信是命运让我们在那一晚相遇的，命运还会让我们再次相遇。独自行走了8个月之后，我第一次感到了孤独。孤独感给了我重重的一击，让我觉得无处可逃。遇到茉莉后，我意识到，在独自生活了这么多年之后，我终于再次想要让一个人进入我的生活了。我备受煎熬地想，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仅仅在一起度过了1个晚上而已。我花了2天时间走了23英里，沿着本宁道来到了霍斯，然后改变路线，沿着主路向西走了25英里，离开约克郡，朝着湖区小镇肯德尔进发。离开约克郡让我心情复杂，一方面，约克郡的好名声货真价实，这里的人的确相当亲切好客，也很有趣。但另一方面，在约克郡行走的这段时间里，我开始重新理解这次徒步旅行，或者说我放弃了过去的理解，这让我有点迷茫，情绪也多少受到了影响。除了徒步本身能分散注意力，没有什么能帮我调节心情的东西。我开始陷入思绪的漩涡之中，甚至对周围的风景都有些心不在焉了。这太不对头了，要知道约克郡河谷有着全英格兰最美的风景，只有在这里你才能看到布满石灰岩的荒野上那奇妙的渐变色彩。每当我停止反反复复的思考，抬起头来认真享受眼前的风景时，仍会感到无比幸运。像这样体验英国的大自然真的很棒。无论是从政治的意义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我从未对自己身为英格兰人感到特别的骄傲。但当我走在乡村路上，用脚步丈量着英格兰的土地，我不由自主地感到了深深的自豪。这种想法让我更加期待接下来走到湖区会见到什么样的风景。天气预报说这1周都会下雨，我不想扎营了，于是开始寻找能让我留宿1-2个晚上的人。大约1周前，有个叫伊莎贝尔的女人联系了我，说她的房子在塞德伯，我可以住在她那里。我和她通了话，听声音感觉她人不错，于是感激地接受了邀请。她一个人住在离市中心步行大约15分钟的一片住宅区里。见到她的第一眼，我就感到她非常有吸引力。金色全发垂到肩头，一双含情脉脉的眼睛，笑起来很美。我们在她后院的花园里吃了晚饭。在傍晚昏黄的阳光里，她的美貌简直如同仙女下凡。对我说话的时候，她的眼睛总是闪烁着光芒。我开始不由自主地想，她邀请我来家里，是不是因为她也很中意我的外表呢？我们走进她那铺着舒适木地板的房子，在客厅里，我冲动地拥抱了她，然后凑上前去吻了她。她开始有些害羞，这让我觉得自己大概误解了她对我的意思。但没过多久，我们就开始充满激情的接吻，撞上了桌子和书柜，最后倒在沙发上。那种与另一个人如此亲密的感觉难以形容，肌肤紧紧地贴合着，身体紧紧地拥抱着。那是个激情的夜晚。但第2天早上醒来后，我只感到内疚。我知道我是把对茉莉的渴望投注在了伊莎贝尔的身上，这么做真的很糟糕。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我没有考虑另一个人的感受，这已经不是第1次了。也许伊莎贝尔对我的期待并不限于身体，也许我头脑一热，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让她误会了我。那些也许是我想对茉莉说的话。我
不敢再想下去了。我没有给伊莎贝尔应有的尊重，而是用它来满足自己对亲密的渴望，被自己的欲念蒙蔽了双眼。我真的很对不起他请我到家里来的真诚。让我进入他的家，伊莎贝尔比我承担了更多的风险。面对他的信任，我的所作所为让我很羞愧。但事已至此，无法挽回了。一段时间以后，我给伊莎贝尔发了一条道歉的短信，但再也没收到过她的消息。第38集，水乡危机1。我的地点，布伦喀斯拉山。最近的这些交往让我陷入了迷茫和困惑，现在又增加了一层深深的负罪感。我需要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事情上去，于是给朋友科克打了电话。他1周前联系我，说想从坎布利亚开始跟我一起走一段。他问我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他说想去北部的丘陵，爬上斯基多山附近的布伦喀斯拉山。科克13岁时，他的父亲死于一场直升机坠毁事故，骨灰被撒在了斯盖尔斯冰斗湖中。这个湖位于布伦喀斯拉山的一侧。我问他为什么家人会决定把骨灰撒在半山腰上。科克骄傲地告诉我，他父亲生前喜欢悬崖速降，最喜欢的运动就是把绳子套在背上，爬上以危险著称的布伦喀斯拉山的尖峰，脸朝下玩速降。我告诉科克，如果他答应不带任何速降装置，我就和他一起去爬尖峰。他满口答应了，接着就放下了手头的所有事儿，借了辆车，一溜烟的开了300英里来找我。拍摄心灵马拉松那会儿，我在布莱顿跟科克住在一起，那是我第2次住在那座房子里。我离开后没多久，那座房子的主人把它卖了，让所有的房客都退了租。科克和其他几个室友都被房东赶了出去。那个温馨的小窝里有我们很多年的美好时光，但很快它就要变成学生宿舍了。科克他们几个，还包括之前那些年在沟渠岭那座房子里住过的人们，正在准备一场盛大的告别派对。时间恰好与科克来湖区找我的时间挨着，于是我们商量决定，科克先开车来找我俩在湖区好好享受一天，然后再一起开车回布莱顿参加那场聚会。这之后，我会乘坐旅游巴士返回肯德尔，继续之后的旅行。如果是在以前，我会觉得在徒步旅行中乘坐交通工具有作弊的嫌疑。那时我把徒步看作一场非常严肃的挑战。但走到今天，我已经不那么较真儿了。这场挑战已经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就好像如果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而这时有人邀请我横穿英国去参加一个活动，我就会暂停工作出来放个假。尤其是现在，我真的需要停几天，释放些压力。内疚、孤独，以及更深处的似乎与生命意义相关的迷茫感正在挤压着我。的确，如今行走已经成了我的新常态，它带来了无数的快乐和拷问灵魂的成长，也锻炼着我的体魄。但同时，我现在的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压力也都多多少少跟徒步旅行这件事有关。我想到了自己住在东伦敦那会儿，陷入压力却停不下来，最终身心俱疲的下场，觉得现在的徒步旅行也是一样，要时不时的停下来缓一缓，否则一样会身心俱疲。
放下压力不那么容易，尤其在一开始，你会觉得这意味着自己老实地接受了失败。但仔细想想，如果你真的觉得有什么局面难以应对，那么暂时跟他拉开距离并不能算是失败，而更应该算是一种生存技能。自从2016年3月，我的心理状况达到1级警戒水平之后，我就学到了一点：如果感到有压力，那就是身体在提醒我有危险。在东伦敦的最后几个月，沉重的工作压力让我喘不过气来，我的头脑里一片迷雾，生活习惯又乱成一团，根本就做不好当时那份管理酒吧的工作。该交的报告不能及时交，重要的文件也没有妥善保存。总之，只是一直在勉强应付而已。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像这样总是赶不上要求，怎么可以再给时间放松呢？但回头看来，恰恰是那种想法害了我，真是大错特错。我当时想，如果再给自己时间放松，不去想工作，那工作就更做不完了。但现在看来，实际上，如果我暂时先不去过度担心工作，而是停下来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可能反而会变得更有条理，更能想清楚应该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怎么做最高效。一旦认清了这个道理，我们就有责任帮助自己去判断危险到了什么程度，应该相应的做些什么。举个例子，假如我感到有压力，但仍能管理好手上的工作，能够在工作中做出正确判断，也能够在生活中感受到乐趣，那么这时的危险级别就是中等。在这种时候，的确可以再多坚持一下，因为一旦顶住了压力，获得了期待中的成就，就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从而大大提高自信心。然而，假如我已经到了恐慌的程度，感到被四面夹击，局面已经失控，那么我就应该意识到危险已经相当严重了，必须放慢脚步，重新调整。这时就得考虑先从危险的处境中撤离。想象一下人处在压力中的感觉，这时你身上所有的肾上腺素和皮质醇都在飙升，它们就像拉响了的空袭警报，警告你炸弹就要掉下来了，应该赶快去躲起来。大家可能都会说，面对枪林弹雨，当然不能一动不动，固执地站在那里等死。换句话说，临时找个地方躲避被炸死的危险，等到袭击结束再出来，并不能算是失败。承认一个人不可能彻彻底底控制自己的情绪，才能更实际地去处理自己所面临的困境。而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做出对自己有益的选择，也证明了自己对局面仍有一定的掌控力。尽管最近跟莫莉和伊莎贝尔的事还没有让我达到1级戒备，但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想好好珍惜这个短暂回家和朋友团聚的机会，到老朋友那里去寻找我现在无比渴望的友爱和亲密。不过在那之前，我会和科克先在湖区待几天。我在肯德尔市中心找到了一家昏暗的酒吧，天花板很低，墙壁很暗，灯泡也坏了。进了酒吧，我点了一杯茶，然后舒服地窝在最里面一个安静的角落里，里面有个霉味有点重的隔间，我就在那儿等着科克。等待的那几个小时里，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脑海中回放着过去几天发生的事情，再次无法控制地想到了莫莉。他现在在做什么？我真想继续跟他待在一起，想更多地了解他，想再次感受相遇那晚的那种电流般的激情。一不留神间，我发现自己竟然已经在查看去找他的火车票的价格了。
我需要控制住自己。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把注意力转移到了看课和听播课上，做什么都行，只要能让我不去想它。科克终于出现在了门口，他被雨淋湿的头发和身上的黄色雨衣看上去十分性感，一如既往的有型。看得出来，开了那么久的车，他已经有点烦了。于是我提议先喝一杯，歇上1个小时再出发。几小杯便宜的麦芽酒下肚，科克说，他离开布莱顿之前，为我俩在白马客栈预定了一个房间过夜。这家客栈位于布伦喀斯兰山脚下，距此地差不多有30英里，就在主路边上，是工人住宿的简易宿舍。我最近这么心不在焉，以至于根本没有考虑过晚上睡觉的问题。可能我默认了我俩一起挤在帐篷里就挺好。但老实说，以我对科克的了解，挤帐篷他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我和科克是在2010年春天认识的，我们有个共同的朋友保罗。当时在布莱顿，保罗和我正在为一支新乐队招募成员。科克当时在布莱顿的另一支乐队当鼓手，被别人推荐给了我，说他很像科鲁小丑乐队的 Tommy Lee。 跟他排练了几次之后，我觉得这个说法确实挺贴切的。科克的身上绣满了纹身，人长得相当帅，难免让人羡慕嫉妒恨。但他并不靠脸吃饭。经过几次排练，我们发现他的节奏感非常好，而且很有爆发力，正符合我们的要求。后来乐队又录用了 Dan 作为贝斯手。前面已经说过， Dan 是我的摩尔登老乡，徒步到南安普顿时，我曾住在他家。最后我们又找了另一个朋友作为第2吉他手，就这样组成了一支5人乐队，起名叫死亡乐队。我们这支朋克摇滚乐队的特点就是快节奏和响声震天的演出。但让人伤心的是，我们一直处于演练阶段，从来就没有走出过排练室。我们从未正式登台演出的原因，还要从排练室说起。当时我们在一个叫284工作室的地方排练，那是一个破破烂烂，有点像是非法建筑的地方，就在布莱顿的路桥桥洞底下。我们都很喜欢那个地方，因为那里的房东从来不管我们，喝酒抽烟都随便，想待到多晚都行，只要临走时记得把门锁上。这样一来，我们每次排练都会喝得酩酊大醉。虽然最初确实做了几首相当不错的歌，但喝多了以后，我们就只是反复练习同一首歌，因为大家都说这首最带劲儿，最适合喝高了以后演奏。第39集，水箱危机2。我的地点，布伦喀斯拉山。科克和我倒是很快成了相当铁的朋友。决定徒步环游英国之后，我只问了他一个人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走。虽然他当时并没有搞明白我在说什么，但后来还是答应跟我走一段，我当然很高兴。喝完杯中酒后，天已渐黑，该出发了。我们沿着 A6 公路一路向北，驶向开西克。起初一切都很顺利，科克选好了在路上听的歌单，是我们都很喜欢的乐队的一张专辑。我们按照过去的习惯，在开车的路上一边跟唱，一边比划着打鼓点儿。但好景不长，开了几英里后，科克发现车的引擎开始发热。
这车是向我们在沟渠岭的室友杰斯借的。科克显然对车况一无所知。为了不破坏气氛，科克向我保证他会密切关注，却回避了真正的问题。这辆车没有购买道路救援服务，如果真的出了故障，那麻烦就大了。倒霉的是，湖区这边坡道很多，而我们这一段正好要爬坡，导致发动机转速过快。大约15分钟后，仪表盘上的警报灯就像老虎机一样疯狂地闪了起来。现如今，故作轻松是不可能了，我们真的开始担心了。开上了一个特别陡峭的山顶之后，科克觉得应该停一下，让引擎降降温。我们把车停在路边，关掉了引擎。站在这个地方，能感到山底的劲风从四面八方吹来。这里的风比我们刚刚离开的坎德尔大很多。在地平线的尽头，天空一侧是深沉的宝蓝色，另一侧已经漆黑一片，面前的大地也尽是黑暗。科克似乎忘掉了过热的引擎，他意识到我们已经身处一个真正与世隔绝的地方，若有所思地说道：这种地方只适合2件事，埋死人和打野战。这么说虽然有些夸张，但也不无道理。在这么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引擎坏了还没有道路救援，我们一下子看清了眼前的现实，看来今晚真的要被困在山顶上了。好吧，干起来！科克说着跳起来开始行动。我经常忘记科克其实精通各种关于汽车和引擎的知识。以前我们身边的人只要有谁的车出了故障，他总能说出是什么毛病，应该怎么修。换句话说，现在这种情况有科克在身边，算是找对人了。散热器已经干得不行了，他很肯定地说，一边烦躁地搓着冻僵的手，显然车子外面很冷。那怎么办呢？我怯生生地问，不着边际地祈祷着奇迹发生。如果科克能从鞋里变出一个备用水箱。不知道，伙计。他老实地说。科克有个最棒，有时也是最讨厌的特点，就是他完完全全的，甚至有时非常不留情面的诚实。虽然不是故作残忍，但如果你想听真话，他绝对不会令你失望。他是那种真正毫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的人，不仅是嘴上这样说说而已。这恐怕是我俩差别最大的地方，我真的很羡慕他这一点。我经常在想，我总是担心自己会让别人心烦生气，或者给他们添麻烦。要是我也能从这些担心中解脱出来，生活该多么简单呢？在我的头脑中，人际关系总是让我焦虑，这里也焦虑，那里也焦虑，然后内疚感又会帮我把焦虑都收集起来。就这样，我不停地积累焦虑，不停地折磨自己。我太容易担心自己会让别人不高兴了，有时甚至会故意一段时间不跟别人说话，看他们会不会主动来找我。如果他们不来找我，就证实了我最大的怀疑，或者说是最大的恐惧。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我会立刻得出结论，那个人肯定是不喜欢我了。这种情况在我身上发生过很多次。这种时候，我并不会生那个人的气，反而会转向内心去折磨自己，喂养心里那头叫做自我厌恶的怪兽。承认这一点真的有点难受。此时此刻把它写下来，再自己读出来，我意识到我并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的这一面，他听上去那么矫情，那么欲求不满。不过我也确实总结出了一些应对情绪内化的经验。如果你也有这种煎熬的经历，他们没准会对你有用。
当我又开始担心别人怎么看我时，会做3件事：一、改变对自己的评价。比如从镜子里看自己时，我经常会很讨厌自己的长相，而且相信其他人看到的也是这副讨人厌的样子。但当我开始尊重自己，把注意力放在怎么让自己活得健康，怎么负得起对自己的责任时，我不仅开始喜欢镜子里自己的长相了，也变得不那么在意别人看我时会怎么想了。要想改变对自己的评价，喜欢上自己，我会做这些事：跑步，好好吃饭，好好刷牙，穿干净的衣服，每天早上整理床铺，早起，保持个人空间的整洁，做俯卧撑，补充维生素，及时回复邮件，管理好自己的财务，跑更多的步，如此等等。这似乎是史上最老套的自主清单，但每天做这些事情，确实让我不再那么担忧别人怎么看我了。2、提醒自己，很可能别人也跟我一样。我发现对自己很有帮助的一种方法是，意识到别人也会经历这些事情。醒来想起今天必须得做的事情，但拖着不做；吃早餐，但吃得很不爽；想不起来喝水，担心没钱，惭愧自己跟家人交流太少，总想起过去的囧事儿，每天看着镜子里的同一张脸心生厌烦，无所事事地刷手机，冲动消费，爱丢东西，希望自己有张更好看的脸，假装不在乎，但实际上很在乎，感觉自己在被别人说3道4，总跟别人比较，身上长了奇怪的东西，但坚决不去医院检查，顺从别人制定的规则，渴望得不到的人，累到什么都不想干，只想睡觉。总之，我们每天扛在背上的烦心事儿数不胜数，有些日子里，我尤其会感觉到它们的重量。这时我真的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任何浮于表面的交谈上。意识到大家都一样，就会更理解他人的处境。别人跟我没什么区别，大家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过着同样艰难和忙碌的生活。3、尽力维持重要的关系。这一点比前2点更微妙一些。首先要记住的是，做不到就不要勉强。这里要解释一下所谓的尽力。如果我真像自己说的那样，尽力跟朋友保持联系，也就是说，在能量匮乏时就不要硬挤出能量去联系，那么我就会意识到自己对别人也应该保持同样的期待。换句话说，别人没有责任非跟我联系不可，我觉得自己不被需要，那只是我的感觉而已。这样我就会更加理解他人，因为他们已经尽力了。第2个关键是，千万不要搞计分。如果我比对方更努力地想保持联系，当他是真正的朋友，而不仅仅是点头之交，但他对我付出的努力却没有给予同等的回报，那我也得认了。只要2个人还能说话就可以了，因为那也算是在维持一定的联系。如果有些人并没有付出什么努力，却还是觉得你应该想跟他做朋友，只是意味着他们和你的想法不同，行为方式也不同，这再正常不过了。你们有着不同的父母，不同的基因，年龄各异，去过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爱和恐惧，遭受过不同的羞辱，对不同的话题感兴趣，有不同的生物钟，不同的工作，跟不同的人打交道，在成长中被灌输了不同的价值观。深刻沉重的人生经历，比如亲近的人的离世等，也会一点点改变你们。而且总有些时候，人们会处理不好人际关系。
真正的朋友不应该强迫对方符合自己对真朋友的定义。如果强迫别人却达不到目的，只会心生怨恨。唯一能做的是，不要再觉得你一定能控制别人的行为，因为你不能。你唯一能控制的只有自己的反应。而我控制自己反应的办法，就是永远不要期待着一定要从任何人那儿得到任何东西。这也能让我不再那么爱发脾气。这件事儿，我花了很长时间，极其努力地付诸实践。从结果看，我确实变得比以前更独立，也不像以前那么怨天尤人了。如果有朋友为我做了什么事儿，我只会很惊喜地感激。所以，我觉得这一条应该对你也有用。要记住，别人做了什么，并不能说明你怎么样。如果有个朋友对待你的方式不是你想要的，比如不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在你身上，也并不能说明他们趾高气昂或者对你无所谓。理解他人，对人真诚，这样就足够维系友谊了。第40集，水乡危机3。我的地点，布伦喀斯拉山。话说回来，我和科克在路边坐了有5分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水箱迫切需要加水，但我们不记得一路上遇到过能加水的汽车修理站，也不认为在之后的路上能遇到汽车修理站。车外狂风呼啸，先是下雨，接着又下起了冰雹。冰雹就好像成千上万把小锄头，不停地砸着车顶。突然，一束灯光从后面射进车里，照亮了仪表盘。一辆面包车在我们旁边停下了，是警察。科克摇下窗户的一瞬间，又一阵刺骨的极地风打到我们身上，夹裹着子弹碎片形状的冰雹。出什么事儿了？一个警察问。他操着一口典型的西北地区口音，圆润的元音发音让人一听就放了一半的心。如果有个全英国执法人员和蔼可亲奖，一定非此地的警察莫属。车的散热器过热了，科克客气地对警官说，仿佛是受到了警察口音的影响。我猜你们几个小孩没有水能给我们吧？一片沉默。警察脸上的表情说明，科克大大咧咧地叫他们小孩，没起到什么好作用。没有，警察回答。又是一片沉默，气氛开始变得尴尬起来。冰雹下得更厉害了，警察把玻璃窗摇了上去，只留下一条缝，露出他的眼睛。好吧，那么你们知道最近的汽车修理站在哪儿吗？科克问，口气比刚才要横了一点。10英里之内什么都没有。警察说着，亲切的口音已荡然无存。我忽然对这个警察的举手投足感到心烦，而科克则攥紧了握着方向盘的左手。那能给我们弄点水来吗？科克又问道。我强忍着没有笑。科克特别会搞这种小小的对抗，这一点我也很佩服。不能。警察又泼了第2盆冷水，显然他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好笑的。事态升级得这么快，让我有点始料未及。你们得把车往前开，停在这里不安全。警察最后说，然后就头也不回地把面包车开走了，留下科克和我2个人孤立无援地继续等在路边。好吧，真是谢谢你啊，混蛋！
科克气得瞪着眼睛说，完全料不到警察会有这一招。然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继续发泄着情绪，大部分是骂警察，然后就是骂散热器。最后说我们需要一个该死的奇迹来解决水箱没水的问题。在他发泄的时候，我冒出了一个想法，虽然没有汽车修理站，但并不意味着没有能加水的地方。我拿出手机，打开地图应用，沿着我们所在的这条路往下寻找，手指移动到了似乎是一条小河或者运河的地方。虽然我在超级马拉松那次活动里丢了个铝制水壶，但还有个1升的塑料水壶，最近几周我都在用它装水。我想到这儿，伸手从背包的侧面口袋里把它拿了出来。我有主意了，你看，沿着这条大路再走大概1英里就有一条小溪。我说，强忍着尽量不要显得自己太得意。不过说实在的，这也太天才了吧。我们现在是在山顶，对吧？所以从这儿往后都是下坡，你觉得咱们能不能开到那里？科克耸了耸肩，这个反应有点太冷淡了，让我不太开心。他烦躁不安地回到座位上，伸手去给车点火。如果车开不动，这个计划就没用了。他转动钥匙启动引擎，我们屏住了呼吸。有好一会儿，我们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小心翼翼地听着汽车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就像害怕吵醒一只脾气暴躁的老猫。几秒钟后，科克轻轻松开了手刹。我从没见过他这么温柔地摸过任何东西。他竖着嘴长出一口气，就这样，我们终于发动了汽车，驶进前方的黑暗中。到目前为止还行。几秒钟后他说道，双手仍牢牢地握在方向盘上。看到他开车时那副谨小慎微的样子，我强忍着发笑的冲动。不过开着车冲下山坡，还是让我俩突然迸发出了一连串的笑声，这让一度紧绷的气氛一下子放松了很多。我们唱起了荒原之狼乐队的《天生狂野》。这一晚上真够磨难的，但换个角度想想，倒也挺有意思。我意识到，不管情况变得多糟，至少我不是一个人在经历这一切，只是这一点就让我觉得这样的磨难仍然是可以承受的。车开动1分钟后，速度提上来了。为了防止引擎再次过热，我们改成了顺坡滑行，不再踩油门。但接下来，科克的汽车知识让他变得有些发慌了。他发现方向盘转起来越来越沉，刹车踩下去越来越软，而车灯实在太暗了。好在冰雹风暴已经过去，离开山顶后，风也不那么猛烈了。在向下滑行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片刻的安宁。好吧，河在哪儿呢？随时都可能出现。我说，我看着手机上的 GPS 定位，正在一点一点接近那条写着沃斯代尔溪的细细的蓝线。我并不完全确定那是一条河，只能在心里暗暗祈祷它是。只有55码远了。好吧，那你的眼睛睁大点，我可不想开进沼泽地里。远方的地平线上，群山绵延，如同凝固的黑色波浪。头顶的云不时散开，投下些许月光，勉强照亮前路。快开到一座桥时，我注意到在我这一侧突然出现了波光粼粼的水面。在那儿！我兴奋地喊起来。科克马上靠边停车，我们猛地打开车门，飞跑过去。只见在我们的下方，一段开凿出来的河道瀑布一般倾泻而下。科克欢蹦乱跳地叫他奔流的怒江。马上行动，我几步回到车上，拿起塑料水壶。
回到河边时，只见科克已经翻过了一道摇摇晃晃的旧篱笆，颤颤巍巍地站到了岸边一块像是岩石的东西上。我爬到他身边，又继续往下爬了一段，来到能够找水的地方。水流湍急，冰冷的水花飞溅到了我的脸上和手上。我弯下腰，手里紧抓着水壶，把它没入水中，灌了满满一壶水。然后我们爬回岩石上，又翻过篱笆，回到车上。科克打开了引擎盖，然后下车走到我旁边，看着我注水。这种速度，这种兴奋劲儿，就跟在河里淘到了金子似的。最后一滴水注完，我们马上欢呼雀跃起来。那是什么？科克突然问。上一秒的欢呼雀跃立刻变成了一片死寂。什么？嘘。科克在车前蹲了下来，我侧耳细听，听到了很轻的滴水声，似乎有很细的水流正从车底流出来。不是吧？我说。看清楚出了什么事儿，我的心里立刻翻江倒海起来。太恐怖了，几分钟前才加进去的水，现在水位已经下降了一半。地下漏水。科克说，那口气的意思是我们完蛋了。原来水箱底部有个小洞，倒进去的水都直接从那里漏出去了。糟糕的是，我们手头没有任何修补工具。显然，我们现在遇到了真正的大麻烦，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了。接下来的10分钟里，我们开始跟时间赛跑，先跑到河边灌满水壶，然后迅速跑到篱笆前，把水壶递给科克。科克接到水壶就跑到车前，把水倒进水箱，然后再跑回篱笆边，把水壶递给我，一面还喊着小心点儿。一个又一个来回，等到水箱满了，我们就赶紧跳进车里，以最快的速度发动汽车。如果只是有惊无险，这个活动可能还挺好玩的，但谁也不知道会不会真的有危险发生。事实上，整个过程的气氛紧张的就像是一场无比严肃的军事行动。绝不能浪费时间。现在我们的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水已经在流失了，过不了多久，引擎就会再次报警。开了几英里后，到了这条路的尽头，一切都还好，但接着就要上 M6 公路了，这可是英国最繁忙的高速公路。幸运的是，天已经很晚了，路上的车不多。即便如此，开着随时可能出故障的车上高速还是相当危险的。我们屏住呼吸，尽量不去想那么多，只想着一旦赶到几英里外的彭里斯就会好了。到那边靠边停车就会安全很多，即使抛锚也不怕了。开着车，我俩都陷入沉默。这是一段长长的祈祷时间，我们大气都不敢出，仿佛这样就能让水位下降得慢一点。人在绝望的时候，真是什么都想相信。冥冥之中，意念的力量似乎起了几分钟的作用，但很快报警灯亮了，科克的手再次抓紧了方向盘。该死啊！这可真不是开玩笑的。现在我们正沿着 M6 往前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也没有紧急救援，而且天色已晚。如果出了问题就必须停车，那么引擎肯定就再也发动不了了。就在这时，转机出现了。不出1分钟，前方视野中出现了一条岔路。科克打起转向灯，我们都暂时松了一口气，终于能下高速了。前方有个红绿灯的环岛，正亮着红灯。我们就像电影里的慢动作一样，用最慢的速度向那边驶去，几乎是绝望地盼着绿灯出现。然而没有变灯。
没指望了。到此为止，我意识到车已经再也不可能往前开了。随着车停在红灯面前，仪表盘的报警灯熄灭了，引擎似乎是吐出了最后一口气，然后就彻底关闭了。就这样，在高速路的尽头，一切都结束了。第41集，水箱危机4。我的地点，布伦喀斯拉山。我和科克下了车，把车推到路边，然后呆立着不说话，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从河里取到水时的小小胜利感早已烟消云散。此时的路上空空荡荡的，一辆车也没有。科克开始给各种我们想得起名字的道路救援公司打电话，整个过程漫长又繁琐，而且结果跟我们猜想的差不多，不仅要价奇高无比，而且都是要把车拖到布莱顿去。这么搞了20分钟后，我们逼近了绝望的程度。科克开始给他妈妈打电话，当然给妈妈打电话也没用，但我很能理解，有时候只是听到妈妈的声音就能让人安心很多。半小时过去了，已经完全没了指望。这时我看见一辆小货车从 M6 公路上下来，驶向环岛这边。车在我们旁边停了下来，有个大概30岁出头的男人摇下车窗凑近我们。啊，真见鬼呀！那人说。是啊，我说。不用再多说，他已经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了。那我能帮你们什么吗？他的口气不像是假客气。除非你有2加仑水。科克不抱什么希望地说，我们的散热器坏了。明白了。那人答道，随即摇起车窗开上了环岛，一个急转弯上了 A66 公路，消失在夜色中。10分钟过去了，15分钟过去了，气温明显下降，寒冷和疲倦让我觉得头痛和恶心。25分钟后，远处有光照了过来，我辨认出光照来自 A66 公路，是车头灯。一辆车正远远地从漆黑的地平线向我们驶来。自从遇到那辆小货车之后，再也没有什么车经过我们。我忍不住紧张地把脸埋在外套的领口里，闻着领口拉锁的味道，内心拼命祈祷，但愿是刚才那个男人调转车头回来解救我们了。车灯越来越近，终于可以看清那辆车了。果真是刚才那辆小货车，那个人真的回来了。那辆车英雄凯旋一般的绕过环岛向我们驶来。我激动不已，在我眼里，那辆小货车已然变成了在环形罗马剧场里环圈游行的战车，散发着胜利的光芒。透过副驾驶一侧敞开的窗户，我看到了他带回来的东西，一个差不多有10加仑的巨大塑料桶。这个给你们。他快乐地笑着说，只搞到半桶水，但应该能让你们再撑一段路了。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如释重负，激动至极，不禁一时语塞。他绝对是救了我们的命。我和科克翻来覆去，穷尽辞藻地对他千恩万谢。等他要开走时，科克问他，老兄，你叫什么名字？那人淘气地朝我俩咧嘴一笑，真诚又似乎无所谓地回答，嗨，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位老兄让我想起了去超级马拉松比赛的路上让我搭了便车的艾伦，那个从海洛因毒瘾中走出来的人。我在想，
会不会他也正在从某种过去的经历中走出来，也在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去做一些好事儿来弥补过去的某些遗憾呢？他看上去并没有担心帮助我们会不会耽误自己的时间，也没有多想我和科克是否值得帮助，只是简简单单的去找了水带回来，什么都没有问我们。到了这会儿，我们已经在路边瑟瑟发抖了1个多小时，实在是1分钟也不想再多待了，赶紧给水箱加了水，跳上车，来不及享受片刻放松，一阵噼里啪啦的发动机响，我们又上路了。还要再开上8、9英里才能算是脱险，不知现在的这3、4加仑的水够不够撑那么远的路。时间已经是午夜，路过一个临时停车带时，我们又停下来检查了一下水位。水位一直在下降，但还能撑一阵。为了防止引擎过热，我们决定之后每到一个临时停车带就下车检查一次，加一点水。事实证明，这种谨慎很可能只是一种盲目的折腾，因为临时停车带每隔几分钟就能遇见一个。我们2个傻傻的来回来去重复这一系列动作：停车、解安全带、开水桶盖、开车门、开引擎盖、灌水，回到车里继续上路。这让我俩活像是 F1 赛车场上负责随时补给和检查的赛车维修工。如此折腾了一路，终于抵达了白马客栈。直到把车停到停车场，爬出车门，我们才彻底松了口气，互相交换了满意的眼神，总算熬过来了。第2天清晨，我们很早就起了床，离开住宿地，走在布伦卡斯拉山脚下一条满是石头的步道上。清晨的空气里混合着各种新鲜的气味，来自潮湿的草地，来自清新的空气，还隐隐夹杂着一丝潮湿的柏油路面的气味，毕竟这里离主路并不太远。不到1个小时之后，我们绕过了山的南侧，从地势较低的地方开始，沿着一条陡峭的小路前行。陡坡很快就让我们的腿吃不消了，好在差不多20分钟后，坡度变得平缓起来，我们已置身在山谷之中，脚下是一条长长的但十分平坦的小路，一直延伸到视线的尽头。几年前，湖区被授予英国国家遗产的称号，亲临其境，你就会发现这个荣誉实至名归。这片广阔无垠的土地就像是亘古未曾改变过一样。能站在这片土地上，感受这样惊心动魄的风景，我感到自己很幸运，但也有一个念头在脑海中涌现，再也挥之不去。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不是为了摆脱对伊莎贝尔的内疚感，今天我会站在这个地方吗？科克把我从思绪中拉了回来，他把尖峰指给我看，它在北面的云雾中若隐若现，距我们大约500米。老实说，远远地看着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但越是走近，就越能清晰地意识到它是多么陡峭。我们走到了斯盖尔斯冰斗湖，科克在那里静静地追念了父亲。接着我们便埋头向着尖峰走去。40分钟后，我们已经绑紧了背包带子，准备好向上攀爬了。在此之前，我唯一爬过的山就是佩尼帆峰和斯诺登山。虽然并不算是小儿科的程度，但我过去的登山路线从来都是中规中矩，毫无危险的那种。这座尖峰则不一样，这是我第一次攀登有一定危险的山峰，走错一步就可能陷入困境。登山道已经没有了，
接下来的每一步，我们都要仔细观察岩壁，确定哪里是最安全的落脚处。事到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我们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前行，决心登顶。10分钟后，我们来到了一个被称为罪恶台阶的地方，很多攀登尖峰遇难的人就是栽在了这里。这个地方有一条很深的石缝，表面非常光滑，是整个攀登过程中最容易打滑的地方。幸运的是，虽然岩石上还残留着一些尘露，但总的来说表面还算干燥，并不是很湿滑。我们小心翼翼地移动着，科克反复在嘴里念叨着今天的护身咒语，不要掉下去。最后我们终于越过了这段，信心倍增地继续向峰顶迈进。登顶的过程中，山风无情地拍打着我们，而我们则连连惊叹于周围数英里绵延不绝的深灰色和绿色相间的风景。即使是到了峰顶，我们仍然对罪恶台阶心有余悸，一边议论着那段吓人的路，一边往山下走。下山的路比上山略长，但好走多了。只用了1个小时，我们已回到了白马客栈，点了一杯热巧克力。这时我们意识到，这段一起爬山的经历比我们在布莱顿一起住了6个月的共同经历加起来还要精彩和有意义。现在该想办法修车了，只有把散热器修好，我们才能按原计划回布莱顿参加沟渠岭的告别派对。我们问客栈老板认不认识什么能修车的人。听了我们自娱自乐加自嘲地讲述一路开过来的惊险故事，老板对我们很有好感。他立刻打了几个电话，2个小时后修车的人就到了。他看上去挺能干，讨价还价的过程也很顺利。最后我们以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请他安装了新的水箱。开车回布莱顿的路上没有一点波折，到达我们的老房子正好赶上派对的高潮。过去将近10年里，很多朋友都把这座位于沟渠岭的房子看作大家的社交据点，几乎每个人都在这座房子里住过一阵子。这是一次轰轰烈烈的庆祝和纪念，一个时代终结了。聚会上充满了旧日的回忆和感伤，当然也充满了酒精的味道。我抵挡着酒精的诱惑，因为最近的一些思考，我不想再像以前那样，先是不管不顾地放纵自己，事后再轻易原谅自己。我控制住了，连自己也很意外，竟然真的能控制住。第2天一早，只是稍微有点头疼，我蹑手蹑脚地穿过过去曾是我家客厅的房间，经过一片熟悉的场景，散乱的空啤酒罐和横七竖八的熟睡着的身体，抓起背包，最后一次离开了沟渠岭。乘火车驶离布莱顿车站时，我感到一阵忧伤涌上心头。再回来的时候，我也许就会变得不一样了吧。6小时后，火车驶进肯德尔，我走到城外的巴洛菲尔德森林，扎下帐篷，听着雨点打在帐篷上的声音，这是我现在最喜欢的声音。在雨声中，我睡着了。第42集，大海的治愈力。我的地点，诺森波兰。科克的陪伴，再加上跟他回了一趟布莱顿，
及时把我从抑郁的漩涡中拉了出来，让我的心情终于平复了一些。跑马拉松打破了徒步旅行原本的平静，自那以后，很多事情都影响着我的情绪，接连不断的事情累积，让我越来越觉得喘不过气来。到最后，老问题又来了，我知道这个时候必须停下来喘口气了。如今，我又是独自一人重回旅途。原本想着调整好情绪就可以再次上路了，然而，短暂的休整并没有真正改变什么。我一直在努力逃避的那种熟悉的感受，依然在身边的隐秘处潜伏着。似乎是命中注定，压迫感总是暗暗的，却也忠实的追随着我，最终一次又一次的淹没我。而我总是任由各种事情累积，任由压抑的情绪越积越深，直到临近崩溃，才会奋力朝相反的方向拽自己一把。我很讨厌这样，也不愿承认这一点。这更让我在内心中抗拒着自己，进一步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在一片迷雾中，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混沌不清。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想什么，到底感受如何。虽然还没彻底迷失，但似乎已经在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了。周围的一切都褪去了颜色，内心里的声音却更强烈了。在东伦敦时每时每刻都折磨着我的那个声音，那个已经消失了将近1年的声音，又一次开始呼唤我。我从肯德尔出发，一路沿着坎布利亚道来到卡莱尔，却完全没有心思去欣赏湖区的美景。我内心麻木，步履沉重，对一路上那些历史悠久、风光旖旎的风景名胜都视而不见。抑郁的心情让我无法投入地去欣赏任何东西。像这样情绪一落千丈的时候，我眼中的世界也不再跟以前一样。虽然世界并没有消失，但我似乎已经消失了。看到的还是同样的东西，想到的还是同样的事情，身处何处，认识什么人，过去、现在和将来，但一切又都不一样了。过去我觉得能走在这样的自然美景中无比幸运，但现在同样是令人惊羡的风景，行走其中却变成了一件苦差事。我从卡莱尔出发，走上哈德良长城路，但只走了一半就没力气了。看到自己走得这么慢，我越想越气，转念一想，不如搭便车去纽卡斯尔，在朋友托尼家待上几天。在托尼家，我又回归了过去的习惯，用酒精和毒品来掩盖抑郁。但这些东西从来都只会让问题越来越糟。我的情绪越来越低落，变得孤僻退缩，萎靡不振，感到所有人都离我很远，整个世界也离我越来越远。我甚至开始查看回家的火车票，我已经受够了。我意识到需要找人谈谈这一切。在托尼家的第2个晚上，我偶然认识了他的邻居威吉。威吉大约5英尺高，微笑深邃而和善，让他容光焕发。虽然已经40多岁了，但威吉仍有20岁出头的女孩那种玩闹的劲头。他对我的徒步旅行很感兴趣，并且似乎一眼看穿了我的心情。维吉小心翼翼地问我现在的状态怎么样。我说实不相瞒，我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我现在情绪很不好，觉得孤独无助。接下来还要去苏格兰，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到那里。维吉充满同情地看着我，他拥抱了我，然后直视着我的眼睛说：“你呀，
继续向前。他说出继续向前这4个字的那一刻，让我想起了参加超级马拉松时的自己，继续向前，除此以外别无其他。维吉也许并不知道，正是他的这句话让我决定继续向前，完成整个旅行。第2天，我的心情稍稍好了一些，问托尼能不能开车把我的背包送到9英里外的泰茅斯去。我想一口气跑到那里，流点汗也许会对我有好处。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到达泰茅斯时，我深深地呼吸着带有海洋气息的空气。再次回到海岸的感觉真好。也许之前的行走路线对我的心情也有影响。本宁岛、湖区、哈德良长城，这些地方都在内陆。如今回到了海边，虽然还没有恢复到最好的状态，但很明显，我已经又一次感受到了海洋的治愈力量。天黑前，我已经沿着海岸步道快要走到布莱斯了。诺森伯兰郡的海滩风景无比壮观，即使走遍英国最美的海滩也不过如此了。然而当地人相当低调，无意炫耀，原因也不难想到。东南部的那些热门海滩早已被快餐车、俗气的酒吧以及塑料瓶子攻陷了，但在诺森伯兰郡，你却不必被满眼的垃圾折磨。接下来的几天继续向北，大海就在我的右手边，给我注入了一股安宁的力量。我找回了方向感，同时也感到欣慰。我终归没有放弃。晚上，我一般都在离海岸不远的地方扎营，但有时也会直接在沙滩上扎营。早上，我在海浪中醒来，内心无比平静。先光着脚悠闲的汤水热热身，再出发，开始一天漫长的行走。如果天气好，这样的早晨堪称完美。日复一日沉醉于此，我逐渐找回了自己。走完诺森伯兰郡的海岸步道时，我已经重新找回了那个充满好奇、热衷冒险的自己。这都要感谢这段海岸无以伦比的魅力，它的宁静，它的壮丽，给了我力量。再往北走，经过登斯坦波勒堡和沃克沃斯一带的城堡废墟时，我意识到自己几乎是满血复活了。享受着一路上的金色沙滩，到达英格兰最北部的小镇特维特河畔贝利克时，我已经重新爱上了这种生活方式。说起心得体会，我不想显得很说教，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无论是应对生活中的种种境况，还是处理自己内心的不同状态。不过有一点我必须得说，靠近大海对我情绪的改善绝对有帮助。回到海边之前的那段日子，我日日悲泣难过，而每天沿海行走则让我的幸福感与日俱增。也许这就是大海在我心中的意义，它代表了无数的可能性和无限的时间。又或者也许只是因为海水的声音让我平静。总之，不管是什么原理，我欣然接受了海洋的神秘治愈力。进入苏格兰的前一晚，我在特维德河畔贝利克的老城墙上找到了一个扎营的好地方，但很快我又开始犹豫。离城镇这么近的地方扎营，运气不好的话，可能又要出麻烦。有了之前在南威尔士的遭遇，我凭直觉就能猜到，在这里扎营不会省心。于是我改了主意，入住了一家青年旅社。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叫沃恩的小伙子，聊得很愉快。
他认出了我参加过心灵马拉松，坚持要请我吃晚饭，还为我付了住宿钱。但除此之外，那一晚我过得并不怎么好，房间里闷得受不了，铺位短了8英寸，让我伸不开腿。但住在青年旅社总归有它的好处，洗澡可以用上真正的水和真正的肥皂，还能洗衣和烘干。第二天一早，我神清气爽地向着苏格兰出发了。在接下来的2-3个月里，苏格兰将是我的家。如同一个紧张的男友去见未来的岳父岳母一般，初次见面，我想给苏格兰留下个好印象。第43集，命运之手上。我的地点，爱丁堡。坐在伯恩茅斯的一家酒吧外面，品味着调酒师推荐的纯麦芽威士忌，我已经准备好再次迎接未知的世界了。从英国的一个地区走到另一个地区，感觉总是很特别。还记得穿过 Seven 大桥进入威尔士的时候，我也曾像现在这样热血沸腾。当然，那次也可能是因为走在6条车道旁边，难免肾上腺素激增。像这样单凭双腿走过一片又一片国土，太不像日常生活了，也太不像过去的我会做出来的事了。进入苏格兰的第1天，我全身上下充满了能量。借着这股劲头，我一口气走了18英里。到了科尔丁厄姆，我停下来找了一家旅店。老板见我背着旅行背包，告诉我可以在室外啤酒花园的草地上扎营。这就是我在苏格兰的第1天，相当不错。我穿过了贝利克郡海岸，走过了码头悬崖、侦察冰点悬崖和毛尼斯悬崖，这些名字真是有趣儿。还经过了埃莫斯港，当然免不了走了不少崎岖不平的海岸线，最后从科尔丁厄姆海湾进入内陆。这时的我虽然已经有些体力不支，但精神上仍然很敏锐，充满活力，就像是刚开始徒步旅行时走多塞特郡的侏罗纪海岸那段的状态。虽然不断的上坡下坡让身体十分劳累，但每一步都走得很带劲儿。经过一晚上的充电，第2天早上8点不到，我又精力充沛地出发了。我还是一如既往地沿着海岸线走，穿过美得令人惊艳的圣阿布斯海角，接着又穿过荒凉的科尔丁厄姆荒原，向登巴走去。走到科克本斯帕斯的一个休闲公园，里面有一段小海滩，我在那儿停下来喝了杯茶，给手机充了电，然后慢慢悠悠地向海边走去。在沙滩旁边，我找到了一小块草地，在那儿搭起了帐篷，然后去公园的餐厅吃了晚饭。晚上10点，我正要回帐篷睡觉的时候，一个身穿白衬衣和黑裤子的工作人员向我走来。奇怪的是，周围的其他工作人员似乎都没在意我，只有这个人过来问，那边那个帐篷是不是我的？是我的，我说。这里不让露营，你得把它挪走。他颐指气使地说。我说了一大堆话，想求他通融。我说我是从布莱顿大老远走过来的，我说我是在做慈善事业，我还说我可是名人。但说什么都是白搭，他还是要赶我走。然而不知从哪儿来的运气，附近酒吧里走出来一位老大哥，正好听见了我们的交谈。他走过来拉住了我。这人60多岁的样子，穿着深棕色的衣服，身材瘦削，满头浓密的白发，
有点鹰钩鼻，双手长满了老茧。这也太不像话了，他说，小兄弟，我这就回家了，你跟我走吧，可以在我家院子里搭帐篷。于是我回去收起了帐篷，跟着这位好撒玛利亚人回家。他笑着招呼我上了他的车。离开的路上，经过那个赶我走的家伙时，他故意低沉着嗓子说了一句：“小官僚。”声音低的似乎有意要威胁他一下。我强忍住想笑的冲动，在对方脸上看到了一种复杂的表情，混合着尴尬、不爽和警告，真是过瘾呢。第二天早上，好心收留我的主人在我的帐篷外面放了烤面包和咖啡，还有果酱，真是位细心的仗义侠客。接下来的一天始终这样感人。在登巴的一家小咖啡馆，我停下来吃了午饭。老板不但没收钱，还送了我满满一纸袋司康饼。好事还没完，约翰米尔道的沿海路段到登巴就结束了，接着往下走就进入了内陆。我走了差不多5英里的样子，到了东林顿，拿出地图想找块地方扎营。这时有个看着快60岁的大妈以为我迷了路，过来问我。一来二去聊了没多久，她就邀请我到她家过夜。大妈名叫巴贝尔，祖籍奥地利，她梳着一头超短的灰白头发，面色红润，和蔼可亲，身材矫健，即使不是运动员出身，至少也是那种经常跑步或骑自行车的人。跟他回家的一路上，我觉得特别放松，想起了去年夏天在科夫堡跟着罗比回家的那次，感觉就像是跟一个失散已久的家人重聚了。巴贝尔看上去就是个非常真诚实在的大妈，让我完全没了戒备心。但我还是努力提醒自己，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还是要再多打听点情况。于是我问他，你家还有其他人吗？巴贝尔说，有啊，我丈夫、我儿子和儿子的女朋友都在家。你的家人不会问你为什么带不认识的人来家里住吗？他们不会介意的。前几个月，我们也曾经让一个年轻人在家里过夜。那个小伙子是从韩国骑自行车来英国的，经过我们这里。啊，不会吧？那你记得他叫什么吗？记得呀，他叫俊。我拿出手机给妈妈发了一条短信，问他之前留宿的那个韩国人叫什么。那人年初从韩国骑自行车到了摩尔登，说是希望在安菲尔德球场看一场利物浦的比赛。很快我收到了妈妈的回复，君。巴贝尔一听我说是同一个人，惊奇地举起双臂，惊声尖叫，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一下倒把我吓了一跳。见我惊慌，他大笑起来，我俩都笑了。太神奇了，同一个人真的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吗？如果相信有什么命运的安排，会让我觉得生活似乎是被安排好了的，自己控制不了。我不喜欢那种感觉，所以我从来不信命。然而有些事情发生的概率实在是太小了，仅仅用巧合来解释，实在让人难以信服。遇到巴贝尔就属于这种情况。一方面我不愿意承认有什么命中注定的事，另一方面又很难接受这只是个单纯的巧合。我开始努力回忆一系列事件如何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桩接着一桩演变到了今天这一幕。我做过的哪些决定，如果改变，就会让我今天见不到巴贝尔了吗？追忆过往之际，毫无悬念的，只有一个画面最为清晰强烈，
那就是在河顿的壁炉旁遇见茉莉。到了巴贝尔家，她迫不及待地要告诉丈夫这件奇事，连介绍我是谁都顾不上了。我本以为她丈夫看见妻子又带了个不知哪儿来的流浪汉回家，一定会大吃一惊，没想到他只是一直大笑不已。看上去时不时就带个不认识的人回家吃饭，对这对夫妇而言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巴贝尔和丈夫是一对恩爱夫妻，他们之间相处很融洽，我非常感激能够遇到他们，这真的是超级幸运的一天。那天晚上，枕着舒适的枕头，躺在平静的加大号双人床上，我又想到了茉莉。最近我们意外地重新联系上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总是控制不住地想她。某天我心血来潮，在脸书上写了一段话，说自己遇到了一个人，想着也许他会到网上搜我，会看到这个帖子。这招真的起效了。从那以后，我们断断续续地交换了几条信息，都很随意。有一次，他提到会去苏格兰出差，字里行间似乎暗示着我们可以见一面。为了见到茉莉，我必须在5天内走到爱丁堡，路程大约有70英里。我不想离开海岸，但更不想错过再次见到茉莉的机会。现在我已经快走到爱丁堡了，不过明显开始体力不支。好在我终于提前1晚赶到了爱丁堡，尽管已经累得不行，但至少可以先休息1晚，好运再次降临。在 Instagram 上关注我的一个叫凯特的粉丝之前给我发消息，邀请我住在他家。凯特和她的丈夫弗雷泽以及2个孩子住在一起，我很喜欢他们那轻松随和的家庭氛围。凯特和弗雷泽说，他们从小就是同学，我其实也早就看出来了，因为他们一家4口在一起是那么自然和谐。第44集，命运之手下。我的地点，爱丁堡。补充了足够的睡眠后，第2天早上，凯特开车把我送到了爱丁堡的市中心。我想先去买杯咖啡，然后等着茉莉给我发信息。在交趾街的拐角处，我走进了一家装修得很漂亮的咖啡馆，点了一杯高价拿铁。真是贵得有些离谱。不过毕竟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进城买过东西了。咖啡馆里播放着一首多年前的老歌，帕拉摩尔乐队的《唯一的例外》。这支乐队总让我想起多年的室友杰斯，他也是我最喜欢的人之一。我给杰斯发了条短信，接着又回想起沟渠岭告别派对的情景。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真的已经离家很远很远了。一阵伤感袭来，我已是满眼泪水。我深吸了一口气，拿起东西离开了咖啡馆，但还没走出5英里就走不动了。泪水在眼睛里打转，喉咙里哽咽着，喘不过气。我挑了最近的一条小路，走过去，躲在一个角落里抽泣起来。没多久，我听到有脚步声靠近，只好擦了擦脸上的泪水，努力冷静下来。伙计，你怎么了？那是一个充满善意的声音。我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是怎么了。他索性拉着我的手，把我拽过来，紧紧地拥抱了我。泪水决堤，一发不可收拾。哭了有半分钟，我才勉强振作起来，向他道谢，说了我的心事。
那眼神如此熟悉，让我如今回想起来都感到不可思议。他又抱住了我，还说一定要请我喝杯咖啡。我们起身走向另一家咖啡馆，在露台上坐了下来。他去点饮料的时候，我又忍不住独自哽咽起来。直到他回来坐下，跟我讲了他的经历，我才意识到，这将是一个令我永生难忘的故事。他叫伊布拉辛，几年前逃离伊拉克的时候，除了身上的衣服，他一无所有。他还有个朋友跟他一起逃出来，一起躲避士兵的追捕。他已经在苏格兰待了快2年了。他看着我的眼神中充满了理解，因为他的确真心理解思念家乡和朋友的痛苦。他留在家乡的朋友几乎全都不在了，能数出来的死者就有差不多35人。伊布拉辛和他的那个朋友从伊拉克逃到了土耳其，然后靠着双脚一直走到了法国的海岸。一路上他们露宿街头，靠捡别人的残羹剩饭勉强度日。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真的是因为走了大运，才成功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了英国。伊布拉辛无法再回家了，因为那里现在已经太过危险。就是这样一个人，从小玩到大的朋友接连被屠杀，自己漂泊异乡，再也无法跟家人团聚。伊布拉辛却觉得自己很幸运，尤其是自己还能在大街上安慰一个哭泣的英国白人。他说，有时候我相信上帝会指引你与某个人相遇，我接受上帝的指引，我相信他会带来宝贵的友谊。从伊拉克逃到这里时，我孤身一人在街边哭泣，就像你刚才一样。有个陌生人走过来，给了我一个拥抱，她现在就是我的姐妹，我的家人。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孤单了。我们坐在那儿聊了很久，谈论着命运和机缘。因为我加快了赶路的速度，所以提前1天到了爱丁堡。因为咖啡馆播放的那首歌，我想要给朋友发消息，而后勾起了一连串的情绪。伊布拉辛原本从没走过这条街，今天是头一次。往远了说，我们都是走了上千里的路，才来到了这座城市，遇见了彼此。但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在相识的那一刻，即使彼此陌生，我们却听从了本能的召唤，愿意去相信他人内心中的善良。这样深刻而美好的相遇，让我无法不想到神的力量。尽管神究竟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但无论如何，正是这样的时刻，让我觉得生命是值得的，不仅值得活着，更值得努力活着。伊布拉辛叫我明天去他家吃饭，来我家吧，我给你做阿拉伯菜。他开心地说。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说好了明天等他下班以后在市中心碰头。告别了伊布拉辛，没过几分钟，我就收到了茉莉的消息，火车还有15分钟到站。于是我离开了咖啡馆，朝车站走去。花了几分钟调整情绪之后，我已经从悲伤中走了出来，又开始想象爱情了。站在站台上，我看到了茉莉，叫着她的名字，她朝我转过身来。场景如此之美，让我难以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了。我们拥抱在一起，还没来得及闲聊几句，我就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看着她的眼睛说，你绝对猜不到我刚刚遇到了什么事儿。茉莉专注地听着，看着我的眼睛，脸上的微笑有些诧异，也有些激动。我讲述起刚才的经历，反复感叹着命运和缘分的神奇。他静静地听着，
微笑变成了认真的表情。我告诉他关于伊布拉辛的事，关于巴贝尔的事，以及遇到他以后发生在我身上的种种不可思议的经历。我告诉他，不管那些事情是好是坏，他们影响着我，塑造着我，他们都是我生命里重要的事。我喋喋不休地讲述围绕着一个老套的哲学问题——命运。我忽然意识到，我似乎终于接受了命运这件事。尽管客观的证据仍难以充分说服我，但此时此刻，正因为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我重新找回了内心的力量，回到了徒步旅行的路上。在纽卡斯尔时，我陷入低谷，是托尼的邻居维吉帮我重新找回了希望。而如今，我的心中产生了真正的幸福感，是因为我开始重新体验这个世界了，它充满了不可思议的际遇，如此神奇，如此捉摸不透。产生这样的感受，似乎也表明了我的心理状态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莫莉只能跟我在一起待上几个小时，虽然我不愿她离开，但也知道不能强求。如果在人生中更合适的时间相遇，结果应该会不一样，因为那种强烈的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你遇到了一个人，感到心忽然被击穿，你们充满深情的交谈，想要更了解对方，幻想着一起去做这样那样的事情。所有这些都在我和茉莉之间发生着，但我们还是错过了彼此。分开的时刻，我犹豫着，我不知道是否该保持联系，也不知道我们之间是否还有其他可能性。这一天情感上的跌宕起伏，加上前一周赶路的消耗，让我现在身心俱疲。在爱丁堡街头迷迷糊糊地游荡了1个小时之后，我找了家青年旅社，躺在床上过完了这一天。第二天，我如约去伊布拉辛的公寓找他。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无数的生死磨难并没有让他的生活支离破碎。伊布拉辛有了难民身份之后，干着2份工作，把新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这样，他不仅有钱养活自己，还可以寄钱回家。他给我讲了很多关于伊拉克的故事，告诉我伊拉克曾经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国家，而战乱冲突又如何把它变成了人间地狱。他还告诉我，有时候他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些英国人总是对他充满敌意。我意识到，在新闻报道里看到的战乱，跟听当事人的亲口讲述完全是2回事儿。听他说起在英国受到的敌视，我很为他鸣不平。那些像伊布拉辛一样经历了迫害和死亡的威胁，靠着超乎寻常的意志力和体力生存下来的难民，却在我们的国家被很多人妖魔化。我想为他做点什么，我想也许可以写出伊布拉辛的故事，让更多英国人了解难民的真实情况，减少对难民的谴责和偏见。跟伊布拉辛分开后，我真的写了一篇关于他的博客文章，发表在脸书上。没想到这篇文章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热评，伊布拉辛也被那些评论中的关心和支持深深地感动了。那天晚上，我又住进了青年旅社，看着地图，仔细研究从爱丁堡去格拉斯哥的路线。我又一次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按捺不住满血复活的兴奋，我做出了一个决定，跑步去格拉斯哥。第45集，拿下芒洛山上。我的地点，本洛蒙德山。从爱丁堡跑到格拉斯哥的路线不难规划，
先从爱丁堡到福克尔克，这25英里只要沿着笔直的联合嵌道前进就好。接着从福尔科克去格拉斯哥，则是沿着福克斯莱德运河再往前21英里，这样总共大概是3天50英里的路程。跟以前不同的是，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连续3天每天跑步超过10英里。尽管我对这样的挑战跃跃欲试，但有一点不该忘记，对超级马拉松的美好回忆不能抵消其过程中大部分时间的痛苦。最终我没让自己失望，3天来的经历证明，我的腿天生就是用来跑步的，拿下格拉斯哥竟然轻而易举，甚至尚有余力。当然可能也是因为整个路线都非常平坦。不过现在我已经敢说，如果以后什么时候我还想再跑这么长甚至更长的距离，都不会有太大问题。唯一的麻烦是跑步时不能背包。从爱丁堡出发时，我把背包存在了一个储物柜里，到了格拉斯哥，再坐火车返回爱丁堡，取了背包后再次坐火车去格拉斯哥，整个过程相当折腾。以后如果还要像这样跑几天，同样得考虑到这个麻烦。不过终归是成功跑到了格拉斯哥，我很高兴，打算庆祝一下。在格拉斯哥，我见到了帕迪，就像之前那些在 Instagram 上联系我的人一样，他也告诉过我，路过他的城市时可以去他家住。整个晚上我都跟他和他的朋友们泡在酒吧里海阔天空，直到酒吧打烊时仍意犹未尽，又到其中一个人的家里继续下半场。回味当时的场景，让我忍不住再次怀念格拉斯哥。尤其难忘的是，那晚 party 还邀请我这个四处游荡的英格兰人欣赏了很多苏格兰歌曲。一开始的那几首，即使是作为英格兰人的我也不陌生。后来又听了 Dodgy McLean 的《加洛多尼亚》，那是一首关于思乡的歌。帕迪和他的朋友们坐在地板上，手挽着手，从头唱到尾，一字不差。唱着苏格兰歌曲，喝着坦南特啤酒，苏格兰人特有的自豪感洋溢在空中，令我感动。而那些深沉而心酸的歌词又让我深深的共鸣，我一时控制不住，眼泪又流了出来。这个晚上的小狂欢意味着穿行城市的这段旅程暂时告一段落。从格拉斯哥往后，我将远离城市，向高原进发。我先去超市搞了点补给，买了一堆面包、香蕉、坚果，罐装的豆子和糖果塞满了包里的每一处空位，然后去格拉斯哥中央车站见我弟弟。这是萨姆第3次出来和我徒步了。现在我们已经不再是在苏塞克斯丘陵间乱走的徒步菜鸟，明显走得更有章法，也更有机会好好享受西部高地道一路上的美景。我们从格拉斯哥市中心往北走了6英里，到达米尔加韦，从那里踏上了96英里长的国家级步道。穿过15英里的低地、森林和起伏的山路，我们到达了洛蒙德湖东岸的一个小村庄。从那里开始，我们沿着湖边小路向北走了大约10英里，穿过洛厄德南森林。成千上万的苏格兰松像长矛一样挺立着，空气中弥漫着松针的气味，这是我们熟悉的味道，在妈妈的船上过圣诞节时的味道。走完这段路，我们就彻底离开了格拉斯哥，然后萨姆就会搭便车回去。匆匆分别，让我依依不舍。萨姆身上有种独特的力量，总能让我的精神振作起来。
而经历了前几周的起起落落，现在我一想到要独自上路，不禁有些忧惧。湖边有个简易旅社，我在那儿住了下来。虽然我一般都会选择在露营地过夜，但这个地方价格挺便宜，而且坐落在林中，环境宜人，比大部分青年旅社或者城里的小旅馆更有情调。一放下背包，我就出门去了湖边。在旅社北边50码左右的地方，有座破旧的浮桥，摇摇晃晃的。我脱了衣服，只穿着一条短裤，一头扎进黑暗的湖水中。湖水是那么冰冷刺骨，如同一记耳光打在我脸上。水中漆黑一片，我在水里睁开眼睛往湖底看去，感觉自己正漂浮在一个巨大的深渊之上，那是一个无底的黑暗深渊，似乎足以吞没一整座山。我睁大眼睛，绷紧全身的肌肉，尽管恐惧一波波地在体内涌动，我依旧死死地盯着水底。说到恐惧，我最初的体验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9岁左右的时候，爸爸给我买了一本大概叫《电影大全》之类的书，里面全是老电影的剧照，见货点缀着电影胶片和爆米花图案的插图。里面文章的标题大约都是一切是怎么开始的，银幕上的百老汇这种。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尤其是关于恐怖电影的那部分。这本书让我认识了吸血鬼诺斯菲拉图、杀人狂弗雷迪·克鲁格和迈克尔·迈尔斯等经典恐怖电影角色。我喜欢这种可控的恐惧，一方面一看到这些照片就害怕不已，另一方面又知道自己其实很安全，只要把书一合，杀人狂魔们就看不见我了。再把我的足球贴纸集子压在上面，杀人狂魔们就被彻底关了起来。爸爸发现我的这个兴趣爱好后，就开始给我讲各种经典恐怖故事的桥段，他们就像睡前故事一样熏陶着我。没过多久，我开始求着父母把恐怖电影《鬼玩人》租来看看。在我11岁生日的时候，他们终于让步了，同意我在小伙伴们来我家过夜时一起观看这部电影。当时我和小伙伴们的娱乐活动仅限于踢足球、骑自行车，去同伴家的大房子里玩马里奥赛车和跳蹦床。所以我提出生日这天大家一起挤在小黑屋里看这部20世纪80年代的恐怖电影时，他们都对这项新的娱乐活动不怎么感冒。可是我一心想看这部血腥味十足的电影，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我确实过足了瘾，一点也不夸张。我还记得当时是在我和萨姆的卧室里，我盘腿坐在地板上，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台小小的电视机的屏幕。电影里，布鲁斯·坎贝尔从他被鬼附身的朋友的眼睛里抠出了绿色的浆糊般的怪物，我吓傻了，一动都不敢动，但依然不舍得把眼睛从电视机上移开，因为我知道不会真的有什么危险。我喜欢这种自由操控肾上腺素的感觉，就好像是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我一直觉得那感觉很爽，却不用承担皮肉之苦。这就是我说的可控的恐惧。从10几20岁的时候开始，我就对恐怖题材欲罢不能。倒不是说我有强迫症，迷恋连环杀手，我只是喜欢那种刺激感，喜欢那种吓得要死却又不用担心任何实际危险的感觉。随着后来年纪大了，我发现不光是电影，现实生活中也有各种让人恐惧的情况。他们要么刺激你，让你想上去干一架，要么吓得你撒腿逃跑。面对现实中各种各样的怕，
我似乎仍在潜意识中训练着自己该怎么去反应。比如在酒吧上班的时候，你得想办法稳住满屋子喝多了的大块头，他们要是太吵闹或者打起来，场面会很吓人，甚至有生命危险。我发现自己一感到怕，第一反应就是完全僵住，动也不敢动，这样可不行。于是我开始训练自己，一感到怕就立刻告诉自己，别错过了这个锻炼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潜在水中的时候，即使身体在哭喊着快离开这儿，我却仍要待在那里，任肠胃里翻腾搅动，任凭血脉奋张，恐惧上头，我就是一动不动，直到一口气全用完了，才扑腾着回到水面上。过了很久，我的心跳终于恢复了正常。平静下来后，我向四周看去，在湖的另一边，也就是西岸那边，有一片凭空隆起的坡地，坡地上矗立着很大一片针叶林，高大的树木一直伸到天空里。那是一种很深的绿，像牛油果皮那么深。我的目光沿着坡地的曲线上上下下，直到这条曲线消失在另一片坡地的后面。我又望着湖水的尽头，那段向远处绵延数英里的湖岸，除了水面和天空，只有夹在水天之间的起伏的山脉。青山散发着蓝绿色的微光，显得那样不真实。我从未见过如此超然世外的仙境。那天晚上，我和另外3名徒步旅行者挤在一个房间里，躺在床铺上，能闻见空气中混合着干掉的泥土、潮湿的树叶以及人体散发的味道。这时我意外地收到了茉莉的短信，离我们说不要再联系对方才过了没几天，就再次看到她的名字显示在手机屏幕上，我的心里忽然一阵隐痛。他问我在哪里，我给他发了张照片，上面是我游泳回来经过的码头。接着我又发了一张地图的截图，告诉他准确位置。他回复我问，湖对面的山是不是一座芒罗山？我当时完全不知道什么是芒罗山，只好回答不知道。除此以外，我也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了。我觉得很疲惫，没有力气继续跟茉莉发短信了，所以点击发送之后就关闭屏幕，闭上了眼睛。但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手机又震动了，我忽然惊醒。黑暗中，手机屏幕的光有些刺眼，我看到了茉莉的消息，你旁边就是本洛蒙的山，它是一座芒罗山，你明早起来去拿下它吧。我躺着没动，想了几秒钟，但终究不知该如何回复。最后我决定不再想了，就又睡了过去。睡了4个小时后，不知什么东西把我惊醒了。刚刚凌晨3点，月光透过敞开的窗帘倾泻而下，冷冷的蓝灰色月光笼罩了整个房间。我小心翼翼地下了床，避开那些散落在地板上的湿漉漉的帆布背包、大衣和靴子，把窗帘拉上，然后又爬回床铺躺下。但我却睡不着了，又打开了茉莉的短信。你旁边就是本洛蒙的山，它是一座芒罗山，你明早起来去拿下它吧。现在我恢复了一些体力，于是上网搜索这座山，花了15分钟查完信息，心里有了数。我心满意足地定好了闹钟，翻了个身，又睡着了。芒罗山指的是位于苏格兰地区，海拔高度超过3000英尺的高山，现在一共有282座。
之所以说现在，是因为多年来这个数字一直在变化，时升时降。最大的一次调整是在2009年，当年的一次例行测量发现，位于西洛斯的小范峰实际高度比之前的记录矮1米。就因为这1米，小范峰被降级成了科比特山，这个名字真搞笑。那么问题来了，芒洛山是不是叫巴克山更合适呢？后来我才知道，之前莫莉所说的拿下芒洛山是一个登山界的术语，指的是登顶这282座苏格兰山峰。然而这个挑战有个不确定性，着实让人烦恼，那就是在你打卡完成一次次登顶的同时，那些持续进行的测量活动很可能会导致几座芒洛山的称号被取消，然后什么地方又增加了几座新的芒洛山。你可能花了一辈子把这282座芒洛山都拿下了，然而等你老到爬不动山的那一天，却忽然发现其中有一座不算数了，然后别处又多出了2座新的芒洛山。这时你就没法再说你已经征服所有的芒洛山了。那天早上，我恶补了这些关于芒洛山的知识，起床以后就兴高采烈地出发了，打算去拿下人生中第一座芒洛山，海拔3195英尺的本洛蒙德山，然后回来吃早餐。我穿上了跑鞋，打算登顶之后从另一侧一口气跑下来。我是早上6点半出的门，背包就丢在了房间里，打算中午退房时回来取。早晨的空气凉爽湿润，湖水散发形成了团团浓雾。我朝着本洛蒙的山走去，步履轻盈，尽情呼吸着新鲜又潮湿的空气。等到腿上的肌肉渐渐活动开之后，我加快步伐开始慢跑。我穿的新鞋跟越野车的轮胎一样结实，跑起来感觉很棒，就像《跑步者世界》杂志封面上的那些职业越野跑手一样。更何况早起出门爬山总是让我心情愉快，充满活力。我一路小跑，大概半英里之后就到了山脚下。第46集，拿下芒洛山下。我的地点，本洛蒙德山。开始登山了，我忽然来了一股劲儿，再次加快了步伐。我不断地从一块岩石跳到另一块岩石，双脚重重地踏在粗糙的地面上，一双腿的力量和肺活量都被逼近了极限。没过多久，我的胸口就开始感到砰砰的心跳，跳得实在太快了，让我不得不减慢速度爬坡。之前轻快而灵巧的步伐变成了深一脚浅一脚的笨拙挣扎。不知道那些经验丰富的芒洛登山家看到我这种冲动步伐会是什么表情。1个小时后，毫无悬念的，我已经迈不开大步了，只好无精打采地慢慢走。我沿着一条狭窄的山道气喘吁吁地向上攀爬，越爬越高，几乎可以伸手触摸到云层。我停下来，喘着气，背对着山顶，就好像山顶那里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而我不愿意让它看到我正在拼命挣扎。因为登山的辛苦，我一直没有顾得上注意周围的风景，直到猛然发现自己已经爬到了很高的地方，可以俯瞰广阔的平原了。看着四周的群山，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面前的景色令我惊异，
数英里的山岭连绵不绝，那绿色和紫色的起伏波浪如同待命的大军。在视野的正中，深色的树木层层叠叠，像方阵一样坚定地挺立着。我昨天跳进去的那片黑暗的湖，黑得像墨水池一样寂静无声，仿佛被沉睡的巨人看守着。苏格兰的色彩令人着迷，仿佛有种神秘力量，在一块老旧的调色板上调出了属于苏格兰自己的色系，组成了一片又一片广阔的风景。这些风景都带着忧伤和沉郁。苏格兰的色彩同时又像是一首荒凉的歌，伴着遥远的风笛声萦绕心头，令人神往。行走在苏格兰，这样的感受越来越多。面对令人窒息的美，我突然渴望同伴。如果有个人在身边，我就能推他一下，感慨着说：天哪，看那里！这样一个人似乎能帮我定格这段美好的回忆，提醒我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不可思议的美。也许时光会流逝，模糊了旧日记忆，但在未来的某一天，当我重新跟人聊起走过的地方时，就会想起这个人。他仿佛时间之河中的一只锚，让我回到过去那个美好的时刻。歇够了之后，我转身朝向山顶，又鼓起了勇气，迈着更稳健的步伐向上走去。刚才一路上都只见云层遮住了山顶，而现在我很快就要走到云层之上了，进入那一片清凉的白茫茫之中，仿佛又回到了绿意盎然的佩尼范峰。那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真正行走在云中。再次置身于这天与地的交界面上，我回忆起了走在云中的那股宁静的力量，如同走在一个虚空的世界里。身在其中，你不知来自何处，不知去向何方。又走了几分钟，我来到了两片云之间。到现在已经爬了将近2个小时，我终于瞥见了本洛蒙德山的山顶。它在云后若隐若现，仿佛正在等待着我。但还没走出10来步，气氛就全变了。前面大概30码左右的地方出现了2个人影。我忽然感到一阵失望，他人的侵入让我再也无法独享着人间仙境了。谁能想到，就在前一刻，我还在渴望着同伴呢。我猜他们是在下山，但走近才发现，他们也跟我一样正在往山顶冲刺。这是我整个早上第一次见到其他登山者，几乎可以确定我也是他们遇到的第一个人。那是2个中年人，一男一女，身材健美，皮肤都是健康的古铜色，一看就是职业旅行者，让我想到那些会驾着小帆船出海或开着旧越野车远行的人。这2个人比我走得稍慢一点，但步伐稳健，男的走在前面。赶上他们时，我微笑着喊了一声：早上好。听到我的声音，那个女人吓了一跳，之前2个人一直专心盯着眼前的山路。女人受到惊吓，转身的一瞬间差点摔了一跤，不过很快她就回过神来，满脸笑意地看着我。那个男人也转过身来冲我微笑。他俩真像，一样的牙齿，一样的眼睛和鱼尾纹，一样温暖的笑容。短暂打过招呼后，我们都继续埋头前进。上坡的路很难走，显然大家都没有多余的力气闲聊。过了一会儿，这对夫妇已经落在了我的身后，消失在刚才那片云中。我加快脚步，继续朝着前方的岩石顶前进。想到即将登顶，内心不禁激动起来。终于，我走到了那块岩石边，
双手扒着岩石表面，奋力爬上了山顶。我满怀胜利的心情站了起来，狂风凛冽，把我吹来晃去。没有多一会儿，那对夫妇也赶上了我，指着一段我之前没有看见的小路，告诉我要从那里去山顶。我有些尴尬地从假想的山顶上走下来，跟着那对夫妇重新向真正的山顶冲刺。事后回想起来，如果不是遇到他们，我大概就会从这里下山，满心欢喜地相信自己已经拿下了这座芒洛山了。快接近山顶时，路边出现了指示山顶的标记。与此同时，仿佛突然间有人按下了暂停键，风完全停了。一直拍打着我的脸的乱发平静地垂了下来，上衣和短裤也不再乱飞，耳边嘈杂的风声忽然变为彻底的死寂。除了脚下的地面以及那一对夫妇，四周只剩下无边无际的白色，再无他物，如同一瞬间来到了外太空。这一片虚空如此陌生，似乎通向一个全然不同的宇宙。没有人忍心打破这种寂静，我只是看了一眼那对夫妇，他们也只是默默地冲我点点头，无声地感叹。如此默契，我们共享这一宁静时刻，自在、喜悦，充满感激。我要去亲一口纪念碑。那个女人边说边干脆利落地跑过去，弯下腰在岩石上深情地一吻。她的丈夫紧随其后，也吻了纪念碑。他们转身面对面看着对方，十指交叉在一起。爱在他们之间竟是那么真实而又轻松。他们充满柔情地拥抱在一起，似乎在庆祝着什么。看来我意外地闯入了这对夫妇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时刻。我轻轻走到纪念碑前，用手指触摸着碑上那冰冷的铜牌。一上午的艰苦终归是值得的。然后我走过去，跟那对夫妇聊起来，想问问他们这座山是不是对他们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这对夫妇从立陶宛来，丈夫叫埃利克，妻子叫梅丽埃尔，两个人都是50多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10岁。梅丽埃尔说，登上了本洛蒙的山，意味着他们已经征服了全部282座芒洛山，用了19年的时间。今天他们终于成了芒洛山登山家。对我而言，真正体会到运动方面的成就感，是在跑完伦敦马拉松之后逐渐开始的。极限状态把身体的潜能真正激发出来，给了我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信，让我不再总是拿自己跟别人比较。小时候我也参加过很多竞技类的运动，那时一切都要比一比输赢。但跑马拉松、超级马拉松还有登山，在这种类型的运动里没有输家，只要完成就都是胜利者。心情抑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弱不禁风，一遍遍地在脑海中贬低自己，折磨自己，直到真的相信自己一无是处。但登山却是完全相反的感受，登上山顶，达成目标，让我感到自己很强大。此时，跟埃利克和梅丽埃尔站在本洛蒙的山顶上，剧烈的心跳尚未平息，我却已经忍不住在想下一个目标是什么了。从这里再走几天，就能到达英国最高峰本内维斯山。我想到，与其在途中随随便便去攀登很多山，不如去征服全国最高峰更有意义。转身看看埃利克和梅丽埃尔，
他俩已经在开香槟庆祝了。埃里克给他俩各倒了一杯酒，然后2个人一起举起了酒杯。我突然意识到一个奇妙的巧合，今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登上一座芒罗山，而恰恰是在同一时刻，埃里克和梅里埃尔征服了他们人生中的最后一座芒罗山。这一刻好像具有了某种传承的意义，他们把接力棒传给了我。埃里克也给我倒了酒，我们3个人在纪念碑前举杯痛饮，谈笑风生。1刻钟以后，我告别了埃里克和梅里埃尔，让他们继续享受梦想成真的喜悦。毕竟有我这个陌生人在场，只会喋喋不休一些我们真有缘之类的废话。下山的状态不错，我就像是一只皎洁的山羊，身体协调性以及随时随地对地形的把握都达到了最佳状态。也许是香槟的影响，我的身体里充满了暖意，脸上洋溢着笑容，一路回味着刚刚这段奇妙的相遇，回到了山脚下。我心情愉快，想着这是多么幸运的一个早上。接下来的几天，我上了西部高地道，一路上尽是崎岖的峭壁，除了偶尔遇上瓢泼大雨，天气一直很好，我的东西也基本都能保持干燥。但因为我仍处在地势相对较低的地方，蚊子太多，围着我的脑袋团团转，相当恼人。尤其是我停下来喝水或吃东西的时候，它们全都围上来嗡嗡叫个不停。我只好尽量少停下来，结果每天都被迫多走了不少路。这倒不是什么坏事，毕竟距离完成这次环英旅行还有1000英里呢。一路上仍然是典型的苏格兰色调。洛蒙德湖边，银色的岩石小径两侧长满了深绿色的蕨类植物。小径引我来到一幅由石楠的紫色、海藻的绿色和淡黄色组成的油画之中。太阳透过云层照亮了这幅画，把光彩涂抹在湖水和群山的表面。这里离洛蒙德湖岸很近，视野开阔，能看到前方绵延10英里的山脉。沿着东岸继续向北，湖西侧最高的2座山峰本沃利赫山和本伊梅山赫然在目。我不禁又一次感慨着苏格兰的大自然，油然升起敬畏之心。这片土地上充满了神秘的魅力，空气也格外清新健康。仅仅是呼吸着苏格兰的空气，就让我感到自己变得更健康了。尽管有些时候悲观的想法和感受仍像一股强大的暗流般在心底涌动，需要费些力气才能勉强应付，但我已能在内心中建起一座堤坝，多少抵挡着这股暗流。也许是因为我把注意力完全放在了那些连绵不断的森林植物以及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上，还会偶尔找点乐子，比如在接近傍晚的时候去湖里游泳。一天早上，我打开手机上的音乐应用，想选一选今天徒步路上的音乐，发现一支我很喜欢的乐队出了新专辑，于是听着歌打算来一次长跑。离开偷搭在泰恩德拉姆郊外的帐篷时，我抬头看着周围的松柏林，神秘而陌生，让我想起了电视剧《双峰镇》。选好专辑，按下播放键，出发。我最喜欢边跑边听硬核朋克摇滚乐，那感觉就像是跑在枪林弹雨中。而我身手敏捷，健步如飞，没有子弹能打中我。仿佛是上天的安排，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乐队出了这张新专辑，陪伴我重新振作起来。我跑了6英里风光旖旎的山路，
翻过阿盖尔山和比特山，经过洒满阳光的北因朵雷恩山，一直跑到了布利遮夫奥西村。天空中的云在大地上投下了长长的影子，如同一只挥舞的巨手。晨露汇成了小小的水洼，零星散落在路上。云朵散开，阳光直下，前方的小路闪闪发光，如同缀满了钻石。远处的山峦散发出柔和的灰蓝色，近处的草原在明亮的晨光中呈现出浅黄和灰绿。苏格兰特有的色彩再次汇成了一首空灵唯美的歌。路上有很多碎石，但靠着那双抓地性能强大的跑鞋，我能毫不费力地踩着碎石跑过去。尖锐的吉他和鼓声在耳边引爆，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被充分调动起来，就像强劲的牵引引擎推动着我往前冲。大约45分钟后，我忍住了全速冲刺的诱惑，放慢脚步，最后停在了布利遮夫奥西火车站。以前跟舍韦教练讨论马拉松跑到终点时要注意的问题时，他说在终点全速冲刺是一种非常愚蠢的方式。舍韦说过要聪明地跑。按照他这个思路，我没有全力冲刺，而是减缓速度，稳步前进，轻松抵达终点。这样跑完不会腰酸腿疼，也不会喘不过气来。那天跑完步，我体会到一种无所不能的信心，让我相信没有什么能伤害到我。真的，那次跑步是我有生以来最棒的一次。回想起来，当时我想着，如果像跑步这么简单的事情都能让我感觉这么好，那就没有理由停下脚步。我要继续前行，不仅是继续跑步，也继续生活。即使生活中仍有阴霾，我也愿意接受，因为我想要继续生活。从那一刻起，我相信自己真的成了一名跑者。第47集，最高与最北上。我的地点，约翰奥格罗茨和本内维斯山。搭便车回到泰恩德拉姆之后，我收起帐篷，打算到村子里走走。此时脑袋虽然依旧清醒，但腿已经有点发沉了。走到一家咖啡馆，我停下来打算吃点东西，顺便给手机充电。我点了碗萝卜汤，然后找了个离服务员最远的偏僻角落坐下，从包里拿出在格拉斯哥买的最后一块面包。猛然间，我意识到自己现在的很多行为都是当初做酒吧经理时最讨厌的，偷偷吃自己带的食物，点一杯柠檬汽水坐一下午，在残障人士专用的洗手间里换衣服。真巧，这些正好都是我现在爱干的事儿。我会在高峰时段若无其事地点一杯拿铁，站着座位不走，会浑身是泥却恬不知耻地在餐桌之间乱晃，而且基本上每天都在做这种事儿，有时一天好几次。这当口，我正在找电源插口给手机充电，服务员走过来，一眼就看到了那块吃了一半的面包从我的包里露出来。他无奈地摇着头走了过去，而我则稳坐在椅子上，直直地看着桌面，假装什么都没看见。这样的经历会让我以后对那些没素质的顾客更有同理心吗？如果以后我还回酒吧工作的话，说实话，我没想过。我没想过徒步旅行之后要做什么，要去哪里，直接回酒吧上班吗？经历过这一切之后，也许我会有所收获，
这些收获会让我未来的生活变得不一样吗？我就能更好地应对压力了吗？意识到这些问题会让人心烦意乱，我打住了，没必要急着想清楚未来的事情。我努力让自己重新专注于当下，也许是因为刚刚跑完步，头脑清醒，没有掉进思绪的漩涡，我还是趁着好心情继续上路吧。这样想着，我喝光了汤，留下小费，离开了餐厅。我又搭了辆便车回到布里哲夫奥西，然后查看地图，想看看今天走到哪里合适。时间刚到中午，今天应该还可以走上不少路。从这里去格伦克山谷不过7-8英里。其他徒步者曾经告诉过我，那里很美，尤其是在日落时分。于是我决定争取在下午5点前走到格伦克山景区。费了一番辛苦，翻过马木卡雷山，得以一睹图拉湖的美景，终归还是很值得的。眯起眼睛远望，图拉湖颇像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夹在几英里宽的被太阳炙烤着的草原之间。又走了几英里后，我沿着山路走进了布莱克山。再走不远，就看见了著名的芒洛山、米尔阿布利蒂山和科利斯山。那天晚上，我在贝恩阿楚莱斯特的大本营扎下了帐篷。那地方离一条废弃的军用道路不远，帐篷的门正对着山谷，正好能看到一片极为壮观的山景。此前从远处看这片山时，不过是一片不知远近的蓝色，依稀在地平线上起伏。但走到如此近处再看，感受就完全不同了。它们雄壮伟岸，似乎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仿佛将永恒存在。无关时间，无关人类，无关世间一切风云变幻，永远不必为任何人任何事屈服或妥协。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感受，大山总能给人以力量。秋天的日落恢宏壮丽，天空中洒满了绚烂的红橙黄。在大山中，人会感到敬畏，但也会感到安全。只要靠得足够近，用心聆听，就能听到大山的呼吸。那幽灵般的呼吸，仿佛来自幽深的洞穴，如同鲸歌在天空中回响。我不禁回忆起自己的第一次露营，那是在君主之路上那个无比紧张的夜晚，帐篷外任何一个微小的声音都让我惴惴不安。但现在露宿在格伦克的山中荒野，我却已经能像在家里一样安心了。我用心享受着此刻，再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恐惧、担心或绝望。夜幕降临，温度低了下来，我钻进睡袋，睡眼惺忪，直到沉沉的睡去。接下来的2天，我继续沿着西部高地道走了22英里。尽管体力完全够用，但我还是决定多安排1天时间来走完这段路。我想放慢脚步，悠闲地欣赏路上的风景。第1天，我走过本埃比格山和斯托比米克马图恩山之间的山路，到达了肯洛克勒文山。这段路被称为魔鬼阶梯，相当难走，一路上全是为了帮助旅人爬上山顶而铺设的石板和台阶。沿路向北，离冰封的山谷峭壁越来越远了。一开始我担心走错了方向，好在很快就遇到了一些同样在徒步的旅行者，确认了方向没错，要不然我很可能会掉头回去，改成沿着高速路走。一路坚持下来，我终于走到了魔鬼阶梯的终点。
虽然已经气喘吁吁，但山顶的风景美不胜收，不枉此行。时值9月下旬，空气寒冷而干燥，风从山口吹进来，如同冰刃划过脸颊。风太大时，我只能把脸埋进大衣里。如此继续向北，前方就是威廉堡。途中，我在肯洛克勒文村外停下来扎营。这个被称为电力村的地方是世界上最早用上电的村庄，因为附近的山上修建了水力发电设施，早在20世纪初，电力就进入了肯洛克勒文村的每家每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士兵和德国战俘在这里建造了一座大坝和一条5英里长的管道。管道将水引到村里，而大坝则给炼铝厂提供电力。魔鬼阶梯这个名字就是在大坝建造过程中诞生的。当时工人们扛了1天沉重的建筑材料后，要从这条路返回住处，发现这条路无比难走，尤其是在1年中最冷的那些夜晚，简直能要了人的命。第2天，我从著名的格兰扁高地西侧经过。格兰扁高地上有164座芒罗山，其中包括雄伟的本内维斯山。我沿着格兰尼维斯森林小径，穿过数英里长的松树、榛树和桦树的海洋，到达威廉堡。西部高地道至此就走完了。经过这段旅途，我重新找回了徒步历险的精彩和喜悦，变得更加坚韧，重拾希望的力量。我奖励自己在镇上的一家印度餐馆吃了顿饭，一边坐在餐馆里大快朵颐地嚼着热肠和超大份的蒜味烤鳗，一边打开了沙发客应用。能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找到一个住的地方呢？其实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但让人惊喜的是，不到10分钟，一个叫海里的当地人就答应了把他家的空房给我住。海里是一名教师，从他的公寓窗口可以俯瞰远方的山岭和林尼湾对岸的那些科比特山。那一刻，我感到这里胜过了整个英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他问我是不是要去攀登本内维斯山，我说是的，于是他答应我可以再多住1晚。第2天早上7点醒来，我拿着随身携带的小包出发了。我要去征服芒洛山之最本内维斯山。从威廉堡出发，无论走哪条路线，都要先步行3英里到达山脚下。我决定返回格兰尼维斯森林那边，然后沿着一条单向步道开始爬山。这条路上的风景不亚于西部高地道，云层时而露出些许缝隙，圣洁的阳光直泻而下，在大地上留下斑驳的光影。阳光照耀之下，一切景物都变得更加生动了，色彩鲜明，熠熠生辉。沿着小径穿过树林，空气中充满了松柏的香气，又让我想起了圣诞节。从西线攀登本内维斯山时，大部分时间看到的都是米尔安蒂苏的附近的一座科比特山，而不是本内维斯。阳光下的米尔安蒂苏的山，在灰云笼罩的背景色中散发着莹莹的绿光。它遗世独立，沐浴在一束天堂般的圣光里，仿佛画家笔下的极乐世界。我继续沿着登山路线前行，没有沉重的背包，身体移动起来更加自由了，脚步也更轻快。我竖起耳朵，睁大眼睛，时刻注意着有没有鸟类的行迹，希望能看到赤鹰或者游隼。在西部高地道上行走时，我也曾偶尔看到过猛禽，
还上网搜索补习了相关知识。现在我可以自信地说，那是秃鹰而不是苍鹰，这是鱼鹰而不是鹰隼。反正不管怎么样，就算说错了，也没人知道。第48集，最高与最北下。我的地点，约翰·奥格罗茨和本内维斯山。过去1年里，我走过了不少陡峭的山坡，西南海岸步道、彭布洛克郡海岸、斯诺登尼亚、本宁道，再难走的路也已经是家常便饭。所以对于攀登本内维斯山，我并不是太担心，只管精神饱满地前行。艳阳高照，晴空万里，大地风景尽收眼底。本内维斯山海拔1345米，巨人般的身躯使得周围每一寸土地都相形见绌。它如同一座古老的火山琼丘遗骸，刺破天空，消失在云层深处。我决定沿着米尔安第苏的山一侧的小马步道上山。在海拔600米的高度，山的东侧有个小湖。走到这个地方，本内维斯山的壮丽终于第一次显露出来。又走了1个小时，已经见不到草地了。地上满眼都是大小不一的灰色岩石，证明这里的确是一座释放了巨大能量的火山。山顶很冷，寸草不生，四周围绕着一团神秘的雾气，挡住了阳光。站在山顶上，置身在一片白色之中，我仿佛暂时离开了属于凡尘的生命，进入了超现实的世界。走到这里，我感到心满意足，但依然渴望继续前行。我在海里家又住了1晚，然后踏上了大哥伦道。这条长达78英里的国家级步道贴着尼斯湖岸向东延伸，斜穿过西部高地。有一个从伦敦来的独立电影制片人叫格雷格，他最近跟我联系，说想跟我一起走上几天。虽然并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但我很高兴能有个旅伴。和一个陌生人徒步探险，一起待上4天，有点怪怪的。不过见到他本人后，感觉到还不错。我本以为他是那种身材高大、体毛浓密的类型，扎着摄像师爱留的马尾辫，但其实他是个文静的小伙子，脸色略微苍白，一头浓密的短拳发。我们很快找到了默契，交流也日渐深入。4天的漫长交谈让我得以重新审视和反思过去的许多经历，不断的解构、分析、阐释，带来了更多启发，让我更深入的去思考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我生活的动力是什么，以及究竟是什么带给我幸福。从因弗加利出发，我们走过了一片又一片浓绿的林地。深蓝色的尼斯湖始终在我们的右手边，广阔深邃，延伸到天际。空气清新纯净，让人想大口呼吸。而到了夜晚，总有满天繁星。大自然的治愈力量让格雷格变得越发平静和亲切，这让我备受鼓舞，得到了加倍的治愈。看到这样奇迹般的变化发生在另一个人的身上，我更加感到自己是多么幸运，能一直这样在大自然中行走，能生活在美丽的英伦岛国。最后一晚，我们走到了因弗内斯城外。回想过去的这4天，就像是一次心理治疗。
这次经历让我想了很多，我做出了一个决定，一个改变我人生的决定。从记事儿起，酒精就和我形影不离，尤其是全职在酒吧工作，更让我离不开这东西。但这一天我决定，我不想再回到过去了。出来徒步前，我并没有认真想过要改变，所以在旅行的前半段，我还会时不时地陷入酒精和毒品之中。虽然我给自己找理由说这样做只是为了找乐子，只是我精彩旅途上的插曲，但在布莱顿拍摄心灵马拉松的6个月里，我意识到继续喝酒很容易让我回到过去那种贪图享乐的生活方式。徒步旅行让我思考和成长了很多，我意识到为了长期保持心理健康，旅行结束之后我需要做些不同的事儿。同时我也清楚，如果继续喝酒吸毒，我就不可能有力气去做那些我想做的事儿。参加户外活动，以及给自己时间和空间来消化情绪，这些事情让我变得稳定、积极、自信。我从没见过这样的自己。但我很清楚，如果又回到烂醉如泥的状态，一切就都会被打回原形。为了现在的自己，也为了未来的自己，我决定不再让这种事儿发生了。我想远离酒精，我很清楚，我想要做出这个决定。是的，我决定戒酒，就这样决定了。没想到做出这个决定竟然就是这样轻松简单。第2天，我和格雷格在 Inverness 道别。不知道这4天的拍摄有没有用在他的影片里，但对我来说，这段旅程收获颇多。格雷格似乎也变得不一样了。第2年，他沿着太平洋山脊步道，花了6个月徒步2650英里，从墨西哥走到了加拿大。我最初计划走到 Inverness 就折返向南，但到了那儿以后，我意识到离英国的最北端约翰奥格罗茨只有120英里了，不如加把劲儿把这段路走下来。于是我打算做点准备，花6天的时间跑步前往约翰奥格罗茨。萨拉是 Inverness 本地人，一直关注着我的行程，我们后来成了好朋友。他同意我在跑步期间把背包存放在他家的车库里。没有了帐篷和睡袋，我就得想办法找到每晚过夜的地方。于是我又在社交媒体上发了求助消息，跟上次在彭布洛克发帖寻找被偷的背包差不多。粉丝们疯狂转发分享了我的帖子，1天之内我就收到了5个邀请。问题解决了，现在只管跑就行了。6天120英里。从地图上看，通往约翰奥格罗茨的路是条直路，只要沿着它一直跑下去，不大可能迷路。接下来就是规划路线，安排住的地方。第1站选在了阿尔内斯，一对叫阿里和 David 的情侣会给我提供住宿和早餐。跑到那里要20英里。其实第1天我并不想跑那么远，但这个距离也不算太离谱。然而事实证明，就像跑爱丁堡到格拉斯哥的那段路时一样，第1天是最难的。我跃跃欲试，兴奋过了头，根本没有合理规划跑步速度。虽然最后跑到了阿尔内斯，但感觉全身都散架了。我的脑海里响起一个声音，后悔也晚了，傻瓜，20英里哪有那么容易。第2天，我继续出发向北，到达第2站泰恩，全程约14英里。我原本打算一直沿着 A9 公路跑到约翰奥格罗兹，没想到的是这条路上交通异常繁忙。好在这一段还有一条几乎平行于 A9 的 B 级路，
这样我至少有1-2个小时不必心惊胆战地躲卡车。第二天晚上，我住在了爸爸妈妈的老朋友查理家。他的家和一家服装店背靠背，装修风格像是一间超现实主义艺术工作室，几乎每个房间的墙上和架子上都满是艺术品，有些是他自己的绘画和雕塑作品，有些是他收藏的摄影作品和各种奇奇怪怪的玩意儿。每个房间里都有人体模特，查理给他们穿上不同的衣服，还起了名字。查理毫无疑问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告诉我，英国皇家空军在泰晤上空演习时非常扰民，他用木头做了一对巨大的 V 型手势，举到机组人员面前抗议。我听了这段传奇，感动得直哭。第二天，我从泰晤出发，跑了13英里，来到了第3站，多讷赫郊外的一个村子，晚上住在吉尔和吉姆家。这对夫妇是我7月份在卡莱尔的一家咖啡馆里认识的。他们家装修得很漂亮，遗憾的是他俩不在家。接待我的是暂时帮他们看家的林恩。林恩充满能量，从上到下散发着对生活的热情，是那种看一眼就让人难以忘怀的人。第二天早上，他拉着我去了多诺赫的海滩，非要一起光脚散步，还要去海里泡脚。他喜欢泡冷水养生。我们在海滩上走了没多久，他就脱下衣服跳进海里游泳。游完出水，他的脸上的表情无比幸福和满足。真希望我也有他那个勇气，敢往苏格兰高地冰冷的海水里跳。那天我跑了15英里，来到了布罗拉镇，晚上住在一间避暑别墅里。别墅的主人叫伊斯拉。第二天早上，我和伊斯拉聊得很投缘，而且发现我们都喜欢徒步。接下来的2天跑了很多路，也是没办法。第一天跑了22.6英里到达登比斯，第二天又跑了20英里到了威克，最后从威克跑到约翰奥格罗茨那段很有意思。那天早上，社交媒体上尽是关于纽约马拉松的新闻，于是我决定跟马拉松选手们比比看，他们在纽约跑，我在英国跑。那天我一口气跑完了马拉松的距离，用了不到3小时就抵达了约翰奥格罗茨，感觉相当不错。那是全程的最后一天，我从威克出发，跑到16英里多一点的时候，路上的行人已经很少了。但随着天气转晴，终点将近，时间似乎也过得更快了。我的脑海中不停翻腾着各种想法，想的最多的是，到了约翰奥格罗茨就真的跑到头了。尽管在之前的旅途中也经历了很多特别的时刻，但老实说，唯独今天跑到英国最北端的这一刻，让我觉得自己就像是电影《阿甘正传》里的阿甘。看到北端标识牌的那一刻，我把随身带的小包扔在地上，帽子抛上了天，狂喊了一声哇哦！欢腾片刻之后，我的内心又感到了一种彻底的平静。我默默眺望着大海，斯特罗马岛和马尔卡尔斯凯利岛在前方清晰可见。在这里，我独自享受了一段幸福的时光。那天晚上躺在床上，我收到伊斯拉的短信，叫我别忘了好好看看天空。我漫步到海滨，身后的街灯散发着朦胧的橘光，头顶上方的天空现出一条淡淡的灰色光带，几颗星星探出了头。接着我看到了一片片绿光正在光带周围舞动，那是北极光，绝对是一种极为独特的绿光。
我忽然感到，似乎这一刻一直在等待着我。我跑到海边，站在那里眺望，头脑中回放着过去的一周。我感谢自己做了正确的事情，帮助自己保持了健康的状态。第49集，老友重逢。我的地点，阿维摩尔。最近我在心理上调整得不错，但身体上确实需要休息了。正好心灵马拉松入围了心灵影片奖最佳纪录片候选名单，颁奖典礼将在莱斯特广场举行。这是马拉松比赛之后参加纪录片制作的团队第一次见面，以后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见。我当然要珍惜这个绝无仅有的机会去看看大家。我花了7英镑坐特快巴士从伊芬内斯来到伦敦，车程17个小时。颁奖典礼和我想象中的一样，有着所有颁奖典礼都有的精彩和无聊。斯蒂芬·弗莱的开场白之后，心灵大使菲恩·科顿开始颁奖。我们的纪录片《心灵马拉松》没有获奖，但参加纪录片的几位伙伴，包括里安、乔吉、史蒂夫、保罗、梅尔、克劳迪亚、萨姆、谢里斯、波普伊和我都获得了发声奖。这是我们都很期盼的个人奖项，奖励我们为心理健康发出自己的声音。颁发奖牌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哈利王子，真高兴又见到这些朋友，我盼望着未来还有机会见到他们。10个小时后，我又出发了，继续自己的徒步旅行。回伊芬内斯的车票虽然便宜，但旅途很不舒服。到站的时候，我浑身难受，心烦气躁。第2天，我从萨拉那里拿回了背包。第3天出发前往阿维摩尔，打算住在老朋友西蒙·克拉克家。去阿维摩尔要走25英里，这是我平时2天的路程。我一早起来就出发了，空气冰冷，脸都快冻住了。我沿着火车轨道一路向南，偶尔停下来到树林里转悠。莫纳利亚山区林地平坦，围绕着本阿比莱赫山生长的松树林粗壮坚挺，排列井然，仿佛一支大自然的军队降临在此地，用他们神秘的力量保护着我免遭未知的危险。走到托马汀时，我发现水塘的表面已经开始结冰了，看来冬天已经到来。踩在地面上，脚下发出的噼啪声让我想起了天真烂漫的童年，虽然只是一些模糊的记忆，不过我也同时不禁想到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不会太好过了。在苏格兰高地上遇到寒流，绝不是一般的冷。不过只要一直移动都还好说，最难熬的是夜晚扎营。只要一停下来，冷空气就开始渗进身体，简直是无孔不入。更糟糕的是，任何复杂一点的手指动作，比如拉锁或解绳子，都需要摘下手套。这样下去，我早晚会得高原露营手病，这个词儿是我自创的。谢天谢地，我还有个自热床垫，这让我至少跟身体底下的冻土隔开了几英寸。这跟直接贴着冻土睡可是天壤之别。不过即便如此，我还是冻得睡不着。在一个叫加藤船的小镇，我上了斯佩塞的道，它蜿蜒曲折地穿过茂密的灌木丛，一直通到阿维摩尔。
道路两旁的山与树美得令人惊艳，一路上很多地方都值得驻足欣赏，还经常会遇到徒步和骑自行车的人，能跟他们聊上几句，看来已经离城市不远了。到了阿维摩尔，我进了家安静的酒吧，找了张挨着壁炉的桌子，要了热巧克力，等待西蒙来见我。很高兴能跟西蒙，我的朋友兼精神导师重聚。西蒙没有像往常一样穿着他那身经典的跑步行头，而是一身时髦打扮。我知道他不会答应，但内心里还是暗暗将其称为高地时尚。西蒙的一头银发仍像海鸥羽毛般飘逸狂野，他也仍像过去那样充满了好奇心和感染力。像许多具有冒险精神的一样，西蒙的平静和悠哉之下是一种无所畏惧的自信。他似乎从来不为任何事情担心，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很喜欢和他待在一起。跟他不同，我经常为各种事担心，就好像担心很重要，我需要经常做这件事似的。从西蒙身上，我学到了一种不一样的处事心态。从阿维摩尔向北开车，大概1小时就到了西蒙的家。在路上，他说当天晚上在芬德霍恩的环宇剧院有个活动，想带我去参加。于是我们草草在路边的炸鱼薯条店吃了点东西，就开车驶向了那里。1962年冬天，芬德霍恩基金会的精神领袖在芬德霍恩湾附近的房车营地上建立了一个生态村。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依靠心灵深处的声音来指导日常生活的体验式学习中心。路上，西蒙只是简单随意地说了说这个生态村，我也没当回事儿。但到了那儿，忽然看到荒郊野外冒出的那座设计特别甚至有点诡异的建筑，我毫无心理准备，不禁有点惊慌。这是哪里？不会是什么苏格兰本地的邪教组织吧？他们是不是要给我洗脑？会不会有一群身穿长袍、留着长胡子、眼神呆滞的教徒出来抓住我，把我赶出他们的净土？西蒙难道是他们的人？这一路上一直在考察我的言行举止。更有甚者，他会不会从一开始就是在考察我？虽然平时我还算心态开放，但这会儿焦虑一波接一波地涌上来，把一切疑点都联系在了一起。我一门心思地害怕起来。走进这座建筑，我下意识地寻找着紧急安全出口，努力保持头脑清醒。沿着巨大的螺旋楼梯上行，有声音从顶楼传来，似乎是人群发出的热烈欢呼声，在巨大的空间里震荡，留下仿佛幽灵般的回响。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活动，但看情况，它已经在我们到达前开始了。我们只好蹑手蹑脚地把大门打开一道缝，偷偷溜了进去。别出声，西蒙说着率先钻了进去，我跟在后面。从门缝里勉强可以窥见里面的情形，房间里坐满了人，但似乎并不吓人。我放下心来，很惭愧之前的胡乱担心。巨大的屏幕上正在播放一组幻灯片，介绍这座建筑的建设过程。在台上讲话的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大爷。观众席里也有人互相小声说话，不时面带微笑，点头称是。原来这个老大爷在介绍这个社区的创始人，讲述这个专注于精神富足的社区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他们现在在做哪些事情。老实说，他讲的有些部分我不是很明白，比如向天使请教种菜技术，但我依然为这个社区的成功而感动。这个组织对理想的执着，
以及他成长壮大的过程，堪称经典成功案例。那种社区共同体的凝聚力和治愈力震撼着我，让我想起了跑马拉松时在全民跑团中的类似感受。当晚的高潮是全场观众在一个披着披肩的女人带领下，学习一种古老的佛教咒语的4个和声。虽然各声部的配合还有点混乱，但效果已经有了，音准也不错。这和声似乎让时间停止了。第2天早上醒来，我听到西蒙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喃喃自语。我走过去，发现他已经裹着羽绒被，不言不语地坐在那里，眼睛盯着窗外发呆。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似乎陷入了沉思之中，甚至显露出一丝悲伤。他说他只是需要几分钟让自己静静，我就没有再打扰他。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西蒙显露出脆弱的一面，这让我有点难过。收拾行李的时候，我在想能做点什么帮他好起来。我问西蒙想不想和我一起走进凯恩戈姆山区，走到莱里格格鲁山口那里。他没有反对。半小时后，他收拾了东西，说再叫个朋友跟我们一起走。到达阿维姆尔时已是中午，我意识到因为出发的太晚，想在今天之内走到莱里格格鲁山口已经很难了。前往山口的那条路很长，就算是早上8点出发，想要1天之内走完也很费劲，更何况现在已经是中午了。这样想着，我们进了树林，心情反而轻松了。最开始的几英里路很平坦，接着就开始上坡了。快到前往山口的那条路的起点时，已经是下午2点半了。路上尽是冰雪，天色也开始变了。过了1个小时，我们遇见了一群迎面而来的徒步者。他们告诉我，想用6个小时走到布雷马门都没有。但我们还是决定继续前进。也许是因为眼看已经快走完全部的上坡路了，也许是因为盲目自信，也许是因为想到西蒙和我都是经验丰富的冒险家，而这伙人多半只是周末出来散散步的业余登山者。气温下降得很快，我的衣服很厚，但西蒙和他的朋友 Rachel 穿得有点单薄。手机信号也变得很差，让我有些担心。路面上到处是冰，为了不至于滑倒受伤，我们只好放慢脚步。到了这个份上，我们都不说话了，心里很清楚，午夜之前都不可能走到布雷马，更别提在日落前搞定了。傍晚6点，我们打开了头灯。天冷极了，或者说是冷得要命。西蒙摔倒受了伤，接着是 Rachel。虽然故作轻松，但我知道他俩已经跟我一样紧张了。接下来的故事是这样的：天越来越黑，也越来越冷，地越来越滑，情况越来越糟糕，甚至有点恐怖了。路上偶遇的徒步旅行者曾经告诉我们，前面有间小木屋。于是我停下来，打开手机地图，想找出它的准确位置。虽然还是没有手机信号，但可以查看 GPS。看到我们距离布雷马居然还有那么远，我的心里一沉，看来必须找到那间小木屋过夜了。但愿我没有看走眼。要是手机地图上显示的那个符号不是小木屋，我们就完蛋了。我们尽量放慢脚步，小心翼翼地前行。上了一条岔路，又走过一座桥，感觉方向应该没错。没多久，空气中传来了烧木柴的味道，
远处有微弱的光亮，原来是玻璃窗里的灯光。我们终于松了口气，那里不但有小木屋，还有人在里面生火。我们走过去，看到木屋里有2个人。有意思的是，这2个人的名字都是 Dave。我们进去安顿下来，边跟他们闲聊，边享受着温暖的炉火。在第2天早上的晨光中醒来，我裹着睡袋走到门外，这才意识到，昨天只顾着担心，完全没有注意一路上的风景。此地群山环绕，所有的山顶都被白雪覆盖，景色无比壮观。我赶紧转身回去，叫醒了其他人。西蒙和瑞秋决定掉头回阿维摩尔。我想，昨天的波折已经把他们折腾得够呛了。我们一起走回昨天那个岔路口之后，我们道了别。现在我又独自一人上路了，目标仍是布雷马。阳光穿过山间，照耀着积雪，璀璨夺目。白雪的反光照亮了通向布雷马的路，如同一条通向光明的跑道。5个小时后，我到达了布雷马。穿越莱利格格鲁山脉的旅途险象丛生，挑战程度超过了之前的任何一段路。怀着惊惧，我意识到徒步旅行已经渐近尾声了。我又继续向南走了几天，肩上的背包日益沉重，双腿似乎已经感到了临近终点前的疲惫。从爱丁堡起，要开始真正的最后冲刺了。这时我下了一个大决心，和西蒙·克拉克在一起的这几天再次点燃了我的激情。我决定追随这份激情，把心愿变成现实。我决心从爱丁堡跑回布莱顿。第50集，挑战超长跑上。我的地点，斯特林。11月29号，星期三。夜晚的爱丁堡就像一棵圣诞树被灯火点亮。每年这个时候，爱丁堡的东王子街花园都会有圣诞市场，规模盛大。此时此刻，这片哥特式广场已经变成了一个冰雪主题的梦幻世界，到处都是商贩的帐篷摊位。虽然被琳琅满目的商品诱惑着，但想到每天20英镑的预算，我还是扼杀了购物的冲动。在青年旅社预订了一张铺位，又在酒吧买了馅饼和土豆泥。这样下来，今天就只剩下3英镑了。虽然很想再来一杯热红酒，而且严格来说也不会超过预算，但我还是忍住了，掉头去超市买了香肠卷和香蕉。事实证明，自从戒酒以来，我变得自律多了。每次想放松一下喝一杯时，都能忍住诱惑。我不再像以前那么想抽烟，以前爱吃的那些又咸又油的零食也都戒了。除了前阵子在寒冷的夜晚露营时睡不着觉，大多数时候我都比过去睡得更香了。这些改变令我很满意，尤其是想到接下来要跑800英里去布莱顿，健康的习惯让我信心倍增。马拉松教练舍韦会告诉我，这个时候要格外注意保养身体，多喝水，保证充足的睡眠，多做拉伸运动，聆听身体的需要。好消息是，跑步每天至少也要消耗2-3千卡路里，所以可以尽情大吃大喝。不过考虑到不能超出预算，还是得好好计划一下，要量大价低，还不能太没有营养。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发现必胜客的自助餐是最佳选择，只要7英镑就可以补充足够的碳水化合物，还有营养丰富的沙拉。这样一来就不愁持续供应能量了。躺在青旅的床铺上，伴着下铺的中年男人震天动地的鼾声，我在手机上摆弄着地图，规划着接下来的跑步路线，记下了沿路的村镇名字，打算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寻找在当地的免费住宿。帖子我是这样想的，标题是长跑旅行寻住宿。接下来是正文。未来1周，我将从爱丁堡跑到布莱顿，将会经过以下城镇及村庄：可肯西、北贝利克、登巴、埃莫斯、特威德河畔贝利克、阿尼克。如果有人住在这些地方或附近，或有认识的人住在这些地方，愿意给我提供1晚免费住宿，请联系我，谢谢，请帮忙转发分享。让我分外感动的是，找到从可肯西一路南下到阿尼克的住宿，只花了不到1天时间。阿尼克在诺森波兰郡海岸，离爱丁堡将近100英里。说实在的，我都不敢保证那些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朋友会毫不犹豫地收留一个陌生人过夜，虽然他们都算得上是善良又正直，是我心目中标准的好人。说真的，我不知道究竟什么样的人会这样慷慨。从某种程度上看，是之前的所有经历，徒步旅行、拍纪录片、参加马拉松，以及我遇到的许许多多的人，将我带到了今天这个时刻，跑回布莱顿。也许正因为如此，再难我也要跑下来。自从在格拉斯哥结识 Party 之后，我听了很多苏格兰歌手的音乐，虽然很多乐队的歌我过去也听过，但如今身在这些歌手的家乡，重听他们的音乐，感觉非常特别。有首歌叫《新鸟》，描述了同一个人从2种视角去看待背叛的故事。我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莫莉的名字，我意识到自己似乎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过他了。他一定愿意跟我一起头也不回地踏上眼下这段未知的旅途。还记得在爱丁堡第2次见面的时候，我曾闭上双眼，想象他的脸庞映着火光的样子。我错了吗？那次见面难道不应该是最后一次吗？但是难道我不渴望2个月后到达旅行的终点时，在布莱顿码头再次见到他吗？我一直相信，后来遇到的那么多意想不到的美好的事情，都始于跟莫莉相遇的那个晚上。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一直相信，跟莫莉的相遇引发了此后的种种经历，引发了那些巧合，引发了那些奇妙的瞬间和深刻的体验，而这一切又不断驱使我继续向前。但如果事情的真相并不是这样呢？跟莫莉的相遇会不会只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而此后的种种经历也都是一个又一个偶然的巧合呢？也许遇见莫莉跟我做出的其他很多选择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所有选择都会带来新的生命体验。也许我和莫莉真正爱上的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爱情，我们借着这种渴望想要逃离各自的现实。那一刹那间如同被电流击中的爱情，当真就只是刹那而已。想到这些，我开始相信，我所经历的种种，我的运气和巧遇，更多是因为我自己的缘故，而不是受到莫莉或其他人的驱使。我忽然感到踏实，
感到对自己又有了更多信心。就这样，摸里的神秘魔力消散了。福斯湾像是一张大嘴，北海从此处深入苏格兰中部，一直抵达斯特林。我的超长跑计划就是以斯特林为起点的。此刻，我似乎已经能够感受到自己抵达布莱顿时的心情了，激动、紧张、感动，跟我最初离开布莱顿时一样。跑步已经成为我保持心理健康的法宝，很难想象没有它的生活。伦敦马拉松和后来参加的那些长跑活动，把我从一个抑郁而无精打采的人变成了一个自律而又充满动力的人。跑步让我渴望努力，渴望用努力去获得成功。它为我打开了一扇门，我走进去，看到了一个从未体验过的世界。我没有在意体力是不是够用，只是一心期待着通过这段路获得更多的心理疗愈。到今天，徒步旅行已经走到了第314天，我已经更加了解环境对人的影响，也更加善于集中精力达成目标。但旅行结束之后的生活仍将继续考验我。我知道，如果不认真总结徒步给我带来的深刻影响，并把这些影响持续带入未来的生活，我很可能又会退回过去的习惯里。如果真是那样，未来回首人生的时候，这段漫长的徒步旅行将不过是一段趣闻轶事，而非我所渴望的人生转折点。除了运动和接触大自然带来的效应，还有一个方面的影响极其重要，那就是一路上人们给我的鼓励和馈赠，以及在网上收获的许许多多支持我的留言。当然，还有所有那些免费为我提供住宿的好心人。这些支持从身体和精神上给了我动力和信心，是人心的善良让我一直坚持到了现在。那些人帮助我，自己却不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也不是为了图我的回报。当然，有些人为我提供住宿，也是想跟我聊天，这我并不介意，反倒已经习以为常。我意识到，接受陌生人的帮助，并不一定会陷入被他人利用或控制的危险。相反，这样的行为鼓励了他人把自身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既是助人，也是助己。有点讽刺的是，在我的整个人生经历中，直到现在独自一人走在漫长的旅途上，才真正体会并接受了人与人之间能够达到的信任，感到了自己与他人之间能够建立怎样的连接。第51集，挑战超长跑下。我的地点，斯特林。我向东跑了13英里，到达市郊，来到第一站科肯西。我在那里住在了一个叫帕姆的人家里。帕姆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几个同学的妈妈，他们永远不停地给你递东西吃。他的房子里总是混合着柠檬空气清新剂和做饭的味道。继续南下，我又走上了几个月前的同一条路，约翰米尔道。当时我也是沿着这条路从南向北进入爱丁堡的。这条路以著名的苏格兰裔美国自然保护主义者约翰米尔的名字命名，从苏格兰西南部的海伦斯堡连通东南部的登巴，有130英里长。
我从科克本斯帕斯出发，沿着贝里克郡海岸一路到达纽卡斯尔。这是我进入苏格兰时曾经走过的路，沿途一直能看到大海。这是我徒步路线中唯一重复走过的路段，但海边的风景很好，我并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出发后的第2天，我到达了北贝里克。当晚接待我的是贝尔纳黛特。见他之前，我先光着脚在布洛的沙滩上游荡了一番。贝尔纳黛特是西蒙·克拉克介绍我认识的，之前他为了录制广播节目采访过我。贝尔纳黛特一头短发，像个冲浪运动员，一双蓝眼睛炯炯有神。看到他的微笑，你也会不由自主地笑起来。他有一种稳重淡定的气质，让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她和丈夫戴夫住在一所很温馨的公寓里，这里既像是家，又似乎可以兼做艺术或摄影工作室。安顿下来后，又过了几个小时，他们带我去了一家叫做蒸汽朋克的咖啡馆。这是一家充满传统工匠气息的艺术咖啡馆，位于市中心。吧台是混凝土浇筑的，墙上挂着几辆老式自行车。我们在那儿看了部短片，叫《草莓还是香草》，是当地几个人拍摄的苏格兰海岸的风土人情。有意思的是，整个影片的视角都是从一个冰淇淋店的橱窗里看出去。贝尔纳黛特和戴夫精心安排的这个夜晚，让我既愉快又感动。第2天早上分别的时候，我仍止不住感慨，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善举，却让我感受到了世界是多么不同。生活在这个支离破碎的世界上，我经常会忘记，对大多数人来说，只要有机会，他们十有八九都愿意去做些有利于他人的事情。我真心相信，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着善良和无私的种子。拒绝自己帮助他人的本能，就是拒绝了自身的幸福。没有什么能比帮助他人更让你感觉良好了。接下来，我继续前行，但离开了约翰缪尔岛，我想找条更靠近海岸线的路，想着说不定能看到草莓还是香草里出现过的一些场景，比如片子里出现过一个叫巴斯岩的白色火山岩岛屿，离北贝里克海岸大约3英里，是个风景绝佳而又人迹罕至的地方，居住着15万只北方唐鹅。抵达坦特伦城堡废墟时，我的双脚开始打颤了，不禁想起在纽吉认识的约翰曾提醒过我，要时常让双脚透透气。于是我脱掉鞋袜，用冰凉的草叶在脚趾之间揉搓按摩。海风吹着我裸露的皮肤，异常寒冷。我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难受，接着又不安起来，担心往下的路还能不能跑得下来。如果给我提供住宿的人突然不让我住了，那可怎么办？如果出现意外，某个地方没法住了，我必须离开，那可怎么办？西蒙跟我说了半天，叫我带上他的露营包，但我觉得有露营包也没法在这么冷的天气里在外面过夜。我身上带的钱最多只能在青旅住10个晚上，然而一路跑到布莱顿要花上2个月。虽然忧心忡忡，但接下来的几天其实很顺利。我一直沿着海岸线跑，为我提供住宿的人不但都按照约定接待了我，还经常会出乎意料地给我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或者早餐，缓解我囊中羞涩的窘境。这样一来，万一出了岔子，剩下的钱就够我在青旅多住几个晚上了。
一路上都很平坦。我放弃了登巴海滩，而是选择沿着火车轨道旁边的自行车道跑，这样更容易保持匀速。到达科克本斯帕斯的时候，我已经跑完了60英里。然而，尽管每天坚持早上做瑜伽，晚上睡觉前洗澡，而且腿和背都感觉还可以，但疲劳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有一天吃完午饭之后，我竟然在餐馆里坐着睡着了，一口气睡了2个小时，而那天接下来还有8英里要跑。走出餐馆的一瞬间，冷风打在脸上如同一记耳光，让我一瞬间想起了在东伦敦的生活。我忽然觉得自己活该挨这一记耳光，我荒废了多少光阴呢？我继续上路，但身体感到越发沉重，最终花了3个小时才到达埃莫斯。我傻眼了，想不到这么快就体力不支了，而且还这么严重。之前跑到约翰奥格罗茨的时候，每天的强度比现在大多了，我也都坚持下来了。但现在不知怎的，跑了1个星期就觉得很勉强了，看样子再多跑1-2天就再也跑不动了。我经常放大手机上的地图，查看已经跑了多远，离本莱顿还有多远，但怎么看都觉得只跑了1丁点路。到了埃莫斯，我一眼看到一家旅店，立马办了入住。我忘掉了一件事儿，其实每天跟人打交道也会消耗不少能量。我尽忠职守地跟每一个接待我的人彻夜长谈，花上几个小时倾听他们的故事和想法。日复一日，我变得心神疲倦，情感枯竭。我开始渴望更加放松的状态，那种在热闹的社交之后，一个人回到家里的放松。此外，我还经常收到陌生人的消息，他们可能是通过纪录片知道了我，便发消息向我寻求建议。状态好的时候，我觉得这样挺好，说明大家很看重我，我也很愿意分享一些经验，给他人一点帮助。但状态不好的时候，我心情低落，严重自我怀疑，完全没有自信。这时就会觉得自己分明是个江湖骗子。在这种状态下，我的脑子转不起来，满脑子都是失败的念头，非常讨厌自己。我会以哪种状态面对他人，跟对方是谁没关系，完全取决于我当时是在哪种心理状态之下。其实有些简单明了的表达对交流很有帮助，比如我会说，我现在感觉真的很不好，你能接受吗？这么说了之后，别人就会知道你现在能聊什么，不能聊什么，界限在哪里。更重要的是，这能让别人知道我很感激他们的理解，并且需要他们的帮助。现在我特别需要的就是自己待1个晚上，远离他人，静静消化掉过去1周马不停蹄的交流。我躺在床上看了纪录片《蓝色星球》，伴着达维·爱登堡温柔流畅的解说，安然入睡。第2天早上，我起得很早，做了瑜伽，洗了热水澡，喝了杯咖啡，然后就离开了旅馆。我又恢复了活力，重新振作起来。这是我待在苏格兰的最后1天。沿着悬崖顶一路向苏格兰边境跑去，长长的草叶抽打着我的双腿，远处海浪拍打着悬崖下的岩石，发出隆隆的响声。意料之外的悲伤浮上心头，仿佛一部巨大的篇章即将完结，仿佛即将结束的不仅是一段徒步旅程，也是我的一段生命。
苏格兰给我的旅行提供了一个壮阔的背景，让我真实地体验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绿色的极光，深邃的湖水，绵延的高山。在这里，我是一个陌生人，进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在这里，我发现了自我，发现了生活和人性深处那些我不曾注意的东西。在这里，认识的人无不深刻地影响着我。也正因为这一切，离开这片土地的时候，我不禁黯然神伤。夕阳西下，天空中的云被染成了粉红色，四下里的田野散发着柔光，岸边的岩石披上了深棕色，暗淡的海面闪动着波光。一道木栅栏映入眼帘，边境到了。穿过栅栏上的那扇门，就会回到我的故乡英格兰。身后夕阳落幕，苏格兰渐行渐远。我停下来，在步道旁的一片干草地上坐下，我仍然留恋着苏格兰，难舍难分。我拿起手机和耳机，我面朝北海，找出刀吉麦克莱恩的加勒多尼亚。乐声响起，我想起帕蒂和他的朋友们在格拉斯哥为我唱起这首歌时的情景。此时此刻，没有什么能比这首歌更贴近我的心情了。回想过去3个月来的一幕幕记忆，我潸然泪下。我仿佛从未来回望过去，看到自己和这一刻的记忆融为一体。一曲终了，我起身向边境大门跑去，打开大门，越过了边境。就这样，我回到了英格兰。我又开始跑起来，跑着跑着，我感到自己的脸上涌起了笑容，脚下的每一步都更加真切了。现在，我真的踏上了回家的路。第52集，旅途的终点上。我的地点，布莱顿。接下来的日子过得飞快，似乎不再有什么特别的经历，不过是每天跑更多的路。偶尔我也会离开步道，沿着诺森布兰郡的海滩跑一跑。冬日的沙滩变得很硬，跑起来会更容易。在海滩上，除了偶尔遇见狗狗和它们裹得相当严实的主人，大多数时候跑上几英里都见不到一个人。我沿着贝利克到班堡的海岸路跑了20英里，经过阿尼克，沿着一座保存完好的古老石桥穿过科凯特河，就到了沃克沃斯。这里距离爱丁堡已经有100英里了。为了庆祝这个阶段性胜利，我打算午餐吃点好的。在一家咖啡馆，我点了一碗卡伦石龙子。这是一种用烟熏黑线鳕鱼、洋葱和土豆熬成的汤，很浓稠，是有名的苏格兰风味杂烩汤。店主看到我的跑步装备就被吸引过来，听说了我在做什么以后，他免费给了我一张过夜的床铺。运气真是太好了，这样我便意外得到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夜晚，又可以放松一下了。老实说，要想保持好的心理状态，这样的放松与充足的睡眠同样重要。这些天温度下降得很快，接下来我沿着德鲁里奇湾的海滩跑步。
冷空气像刀子一样刮着我的脸。抬头看看周围的沙丘，我这才发现沙丘表面竟然都已结了冰，仿佛远古冰河时代的场景。当时是-2度，但这也不足以让我停下来。今天我要跑19英里，这可是一段很长的路。好在饭后的内啡肽发挥了作用，能边跑边欣赏北英格兰的迷人海滩，总归是件美事儿。那天晚上，我在一个叫科林的老人家里过夜，这是我第一次住进一个跟我的政治观点截然不同的人家里。科林在社交媒体上联系了我，他给我发的信息很简短，只有一句话：如有需要可以住在我家，我在阿星顿。这让我不太放心，于是我在社交媒体上搜索他的名字，发现他最近转发了一个右翼分子的言论。我犹豫了1-2天，想看看有没有住在那一带的其他什么人愿意让我留宿，但一直没有其他人发消息给我。我还是不安心，不知道住在一个跟我意见如此相左的人家里会不会如坐针毡。但转念一想，也没准是我自己太较真儿了。这么一想，我便提醒自己学学路易斯·泰鲁，心态开放点为好。从外面看，科林家的房子有点缺乏打理的意思。一开门，我第一眼便看见他怀里抱着一只正在发脾气的虎斑猫，下一眼才看清他长什么样子，极瘦，满脸倦容。他身穿一件褪了色的旧连帽衫，裤子也很旧。屋里的天花板因为潮湿而长了霉斑，墙漆脱落了不少，满地的猫毛几乎已经完全盖住了破旧的油毡地板。地板本身是什么样已经很难看清了，这倒不一定是坏事。房间的角落里挂着一面英国国旗。那只名叫拳击手的猫已经平静下来，现在正盯着我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等着我去抚摸它。科林把拳击手放下来，露出2只手臂，上面布满了淤青和溃疡。我意识到他的生活其实也不容易，我的确不应该对他那么刻薄。跟科林相处的最初几小时还算愉快，我们聊起了我的徒步旅行。为了避免尴尬，这是最保险的话题。愿意让陌生人住在自己家，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事儿，更何况这个人过得并不好。虽然科林很爱笑，也讲了不少笑话，但看得出来他过得并不快乐，因此我更加感激他的好意相助。科林的眼神疲惫无光，我猜他也没有什么家人和朋友，所以我自然要尽可能的多跟他聊会儿天，帮他减少点寂寞。但接着电视上播出了一条关于移民的新闻，科林突然被点着了。我受够了！他气不打一处来地说，英国这么多年一直在走下坡路，每天电视上都是这些人，要么就是他们在哪儿扔了炸弹，要么就是猥亵儿童，真恶心！他们就应该打哪儿来滚回哪儿去，一个都不留，否则英国好不了，咱们永远也别想过回安生日子。我不知该怎么接话，末了回了一句，我在诺森伯兰郡倒是没见到过多少外国人。片刻沉默后，科林说，是啊，谢天谢地，我们这儿没那么多外国人。的确如此，我后来做了调查，诺森伯兰郡的最新报告显示，这个郡 97.2% 的人口都是英国白人。我发现，小到害怕和厌恶移民，大到对其他民族和宗教普遍反感，
种族歧视最厉害的人，基本上都是很少接触其他种族的白人，他们大都住在以白人为主的社区里。我在想，这种封闭的生活环境是如何影响了他们的观点呢？随着和科林的讨论越来越激烈，我意识到他们的主要信息来源是电视新闻和有限的几份报纸。如果科林有个热心的波兰家庭做邻居，如果他有穆斯林同事，天天跟他们一起工作，如果他让自己的孩子在崇尚多元与包容的学校里上学，他的种族偏见就很可能改变。但遗憾的是，他不曾有过那样的经历。不同的人生经历促成了不同的观念和立场。一个人出生在哪里，出生在什么年代，受到什么人的影响，都会塑造不同的世界观。科林的世界观让他笃信棕色人种是危险的，政治正确害了英国，而他自己，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人，则被自己的祖国遗弃了。这一切让科林的生活再无快乐可言。我努力沉住气，跟他分享了很多我自己跟移民相处的经历，尤其还提到了易卜拉欣的故事。想让科林接受我的观点并不容易，甚至可以说大多数时候他根本听不进去。但难能可贵的是，我们至少能开诚布公地分享相互对立的观点，尽管有时肚子里都在冒火，但我们都保持着克制，从头到尾都没有人想去羞辱或责难对方，更没有强求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我们把不同意见摆在桌面上，光明正大，这种感觉很特别。我觉得我在给科林提供一些新的信息，引导他去思考一些不同的观点和视角。但到底有没有做到，大概只有他自己才会知道了。第二天，我一口气跑了13英里，到达纽卡斯尔，又在老朋友托尼家休整了几天。当然，离开之前，我也没有忘记到隔壁和可爱的维吉拥抱一下。接下来，我沿着罗马古道向南，一直跑到达勒姆，在那里住进了肯德拉家。从一开始徒步旅行，肯德拉就一直在网上关注着我的行程，还经常发消息表示支持。拍完纪录片之后，我在心理健康宣传周期间发起了一个活动，向网上的粉丝们提出一个挑战，每天做一件证明自己不是在勉强生活，而是在积极生活的事情。我把这个活动称为积极生活。为了完成挑战，我参加过舍韦的追光跑团的训练，跟我的朋友训狗师李奇在唐斯完成了一次长途徒步，还租过一间录音室，排练了很多我最喜欢的歌曲。愿意参与这个挑战活动的人并不多，肯德拉就是其中之一。为了这个挑战，他参加了公园跑，这是他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儿。我很高兴能住在肯德拉家，并且见到他本人。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心理健康的话题。我这才意识到，大概就在离开科林家之后，我的状态一直在走下坡路，虽然不明显，但似乎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聊了，自我怀疑再度频繁出现。我不断地问自己到底在做什么，这些都是陷入恶性循环的典型迹象。我失去了生活的目标，似乎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没什么意义。最关键的是，我觉得特别累，而且很孤独。然而至今为止，我也只是跑了2个星期。抑郁就好像说好已经绝交的朋友，却又出其不意地在半夜来敲你的门，浑身又湿又冷，可怜巴巴地求你重归于好。
几天前我才对危基说自己感觉相当好，动力满满，说自己能出来徒步旅行多么幸运。我说我真的感觉特别好，都要怀疑自己的抑郁症是不是误诊了。我是不是把心情不好想得太严重，以为那就是心理疾病了？应该也不是。但抑郁的确让人捉摸不透，即使是有心情好的日子，也不能说明我已经彻底告别了抑郁。众所周知，英国2月的阴冷让人想哭，让人觉得好像冬天永远都不会过去，让人怎么也想不起来夏天的温暖是什么样子。而抑郁就像是冬天一样。我对肯德拉说，有时高兴的日子一长，我就会想念抑郁的状态。这可能听起来很不可理喻，但当你跟抑郁症相伴的时间足够长以后，如果有一段时间远离抑郁，你的心里就总会有一部分时不时的想回去。当抑郁已经成了自我认知的一部分，想要把它从自我中剥离是极为困难的。当然，另一方面，抑郁也给我带来了其他人没有的优点，能理解和同情他人，能享受孤独。这一点我已经越来越容易接受了。跟肯德拉谈论自己的抑郁的同时，我意识到，我并不真的想甩掉抑郁，相反，我已经越来越愿意接受它了。我愿意一直接受它吗？愿意接受它多久？我不知道，那大概也不取决于我。唯一清楚的是，不知道也没关系。圣诞临近，孤身在外，远离家人，日子变得有点难熬。我也想过回一趟家，跟家人朋友待上几天，再搭火车或便车回来继续跑。但心底里有个愿望，让我打消了回去的念头。我希望再次回到妈妈的船上时，自己已经跑完了所有的路，完成了整个徒步旅行，而不是待几天又要回去继续上路。到了那时，我将坐在她的客厅里，伴着烧柴的炉子噼噼啪啪的响声，安然地跟妈妈细数整个徒步旅行中形形色色的经历。虽然不能回去跟家人团聚，但我还是收到了圣诞礼物。肯德拉送了我一双极厚实且舒服的袜子。我还没穿过这么保暖的袜子，它的标签上甚至还标有用羽绒服备的热阻值评级。想到接下来的路上很可能会遇到的风霜雨雪，这件礼物真是来得再及时不过了。第2天出发前，我在达勒姆逛了逛。这2周加起来，我已经跑了175英里，我还从来没有连续跑过这么长的距离，于是决定在圣诞节前放慢点速度。一边这么想着，我恰巧走到了一家必胜客门口，不觉精神一振。我一口气吃了10块发面饼披萨和4大碗沙拉，假装为了补充能量，实则为了满足暴食的快感。吃完后，我鼓着肚子，感到心满意足，再次出发，继续南行。又花了2天，跑了25英里，到达北约克郡的米德尔斯波勒。饱餐后的内啡肽确实发挥了作用，让我不再那么难受了。但某种挥之不去的感觉仍在隐隐涌动。现在我在做的这一切，真的有什么意义吗？为什么我要跑这段路？我是在跑给谁看？从今年夏天到现在，我的确受到了很多外界的影响，不断觉得要跑，觉得跑步的使命在召唤着我。但老实说，
我不过是跑过几次马拉松，还上了回电视，有了点小小的成就感，仅此而已。我忽然觉得自己现在的一部分动力已经变成了吸引他人的关注，而最初想要徒步旅行的原因则似乎被淡忘了。我好像在自欺欺人，在出卖自己。一下子我又变得非常沮丧。第53集，旅途的终点，终。我的地点，布莱顿。接下来的几天，包括圣诞节期间，我决心远离社交媒体，远离各种各样的信息，不再看别人给我的点赞和认可。我想重新找回自己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找回真实的自己。我沿着克利夫兰道向南，花2天时间跑到了北约克沼泽地。这里景色宜人，让我不禁放慢了脚步，悠然穿行在广袤的石南原野和蜿蜒曲折的黑暗树林之中，直到抵达赫尔穆斯里。前阵子在城市里待得久了，如今终于回到了大自然中，重新被野外的各种声音包围起来。林中风的呼啸，百鸟的合唱，心中的烦恼就这样消散了。我用上了西蒙给的睡袋，有几天晚上像以前一样睡在了户外，独自一人，远离一切，重新调整状态。第一个晚上，我想起了1年半前在阿伦德尔的郊外第一次睡在户外时的经历。当时我惊恐不已，更不可能想到未来的旅途上会经历什么样的人和事。如今躺在睡袋里，被四周的森林环抱着，呼吸着湿润的青草香气，我平静下来，无比放松。我忽然意识到，这就是大自然最好的礼物。独自一人的圣诞节，在荒野中漫步，完美。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的情绪逐渐有所好转。到达约克的时候，我又找回了目标感。我和莫林一家4口住在一起，他们一家人都是红头发，笑起来都露出一口白牙，温暖和善。他们还让一个在街头卖报纸的年轻人住在了家里。莫林一家的热心肠真是不一般。从约克郡继续南下，后面的旅途如今回忆起来只剩下了一些模糊的记忆。跑过了很多路，睡过了很多沙发，认识了很多人，身体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疲惫。在这种情况下，脑袋似乎也转不动了。唯一记得的是，所有我遇到的人都想要聊聊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而我们的交谈的确让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了些收获。一种感觉促使我不断前进，这就是所有的经历似乎都有相通之处，所有的经历背后都有其原因。这让我感到，所有人的能量似乎都汇合在了一起，然后又回馈到了每个人的身上。随着旅途继续，我已经到达了英格兰的南部。这期间的每一天，我都能跟周围的一切和谐相处，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每晚住在不同的人家里，了解不同人的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对我而言，能接触到全国各地不同背景、不同阶层的人，让我学到了很多，也感受到了很多人间的温情。我更加相信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能带来巨大的能量，相信人类内心深处的善良。而在更高的层面，
我似乎接触到了一种超然的存在，一种超越所有人类个体的无比广大的存在。老朋友詹姆斯搬到了诺丁汉，新年前夜我是跟他一起过的。詹姆斯是我见过的最有创造力的人之一，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朋友。不过尽管我觉得他很厉害，却也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我跟他是在布莱顿认识的，大概是5年前吧。当时我在管理一家叫鱼缸的酒吧，他是我的厨师长。虽然他在社交方面挺招人喜欢，但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詹姆斯的行为举止却有些滑稽和古怪。有一回，他背了把弓箭去上班，在楼顶设了一个靶子，等到酒吧没什么人的时候，就跑去那里练习射箭。还有一回，我在地窖里见到他戴着夜视眼镜抓老鼠。最让我震惊的是，他曾告诉我，他把猪头放在一盒玫瑰花瓣里，送给了前女友的出轨对象。就像我刚刚说的，介绍詹姆斯的时候，很难让人不怀疑他是不是疯了。但待在亲爱的詹姆斯和他的妻子米利亚姆的家里，仍然让我感到家一般的亲切。离开诺丁汉后，我改变了原定路线，向东前往诺福克。这些天身体不怎么舒服，我跑到格兰瑟姆时，已是浑身出汗，鼻涕不断了。在寒冷的天气里跑了这么久，居然现在才生病，还让我挺意外的。不过现在真的生起病来，我不仅脑子转不动了，步子也迈不动了。新年前，我在社交媒体上重新活跃起来，一直在记录跑步的进展，把感冒的事儿也分享在了网上。在这条信息下面，我收到了一个叫格雷斯的人的回复，邀请我到他家小住几天，养养病。格雷斯是个单亲妈妈，有2个孩子，大女儿莫莉大概13岁，小女儿安布尔5岁。我一到他家，格雷斯就给了我一杯热巧克力，然后叫我去睡觉。我一口气睡了将近20个小时，睡醒后下楼，发现他们母女3人都出去了。我给自己弄了杯茶，顺便瞄一眼贴在墙上的一张纸，那是莫莉和安布尔的圣诞礼物清单，上面写着：莫莉，1. 领养一只流浪狗， 2. 领养一只流浪猫， 3. 体感平衡滑板， 4. 体感平衡车， 5. 属于我自己的照相机。安布尔：1. 一只真的巧克力色拉布拉多犬， 2. 一条真的鱼，它的名字要叫涂鸦， 3. 儿童版亚马逊阅读器， 4. 芭比娃娃和粉红色鞋子， 5. 玩具圣诞树。一般来说，很累的时候，我不喜欢周围有很多能量或吵闹声，但如果是来自孩子的能量和吵闹声，则另当别论。孩子总能让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好玩又有趣。格雷斯没有把莫莉和安布尔送去上学，而是自己在家教育2个女儿。在约克认识的莫林夫妇也是自己在家教育孩子的。我不禁在想，他们的这个共同点跟他们对陌生人的开放心态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呢？在格雷斯家住了几天后，身体感觉好多了。我打算坐火车回格兰瑟姆。格雷斯把我送到了车站。我急切地想要重新上路，这让我意识到，我真的是在为自己而跑步，不是为了任何其他人。
4天跑了50英里，我到达了金斯林。再次回到海边，感受着海风吹在脸上，头一次我意识到终点已经不远了。再过2个星期，这一切就真的结束了。徒步结束之后，生活将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会去做什么？这些陌生的问题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生活会一切照旧吗？我会不会想去环游什么别的地方？爱尔兰、法国、美国？眼看还有几个星期就要到布莱顿码头了，到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情景？我想象着在终点处等待着我的家人，妈妈和雷吉，妹妹弗兰克，弟弟萨姆，还有弗里曼。很多年前，妈妈曾教过我一个对付焦虑的办法，让我想象一个感到安心又愉快的地方，然后想象3个真实或虚构的人物跟我一起待在这个地方。这3个人中，一个是有智慧的人，一个是能保护我的人，还有一个是给我爱和滋养的人。此刻，在脑海中想象着最终到达布莱顿码头时的场景，我忽然意识到，那些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真真切切地滋养了我内心深处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与无数的人结识和交谈，在生命中缔结的友谊，以及那些即使不天天见面却一直不断被滋养的各种关系，这一切都在告诉我，我身边的人们确实在乎我，而我也的确给他们的生命带去了美好的东西。同时，接受那些曾被自己视为失败和阻碍的部分，也是我的一大进步。实际上，现在想来，无论是与人相处方面还是身体素质方面，我都比我自己以为的要好很多。在这些方面，我过去从没有给过自己足够的肯定。过去的1个月里，我跑了将近600英里，尽管自豪，但仍难免疲惫。快到萨福克了，我走在大亚毛斯的街头，被城市中的人群和商店包围着，满意的垃圾箱，各种城市生活的陷阱，让我忽然毫无防备地陷入了绝望。我难以分辨究竟是一种什么感受在涌动，但眼泪已经失控。然而这次没有遇到伊布拉辛，没有人前来解救我。我决定主动寻求帮助，发出求救信号，而不再一个人扛下来。在拍摄心灵马拉松的时候，我们建了个群，里面都是当时认识的朋友，他们对我现在的难受并不陌生。我一连打了4个电话，分别给群里的4个人，他们确实帮助我平静了下来。对那些让人难受的事情，我逐渐感觉好多了。打电话跟他人倾诉真的很重要。当有人说，如果你想聊聊，就给我打电话时，你应该相信他们是真心的。濒临崩溃的时候跟别人聊聊，不但可以消解负面情绪，更会带来积极情绪，因为这样的交谈能让我们感受到与他人的连接，感受到他人真心地支持着我们。找人聊聊，虽然听上去简单，但效果神奇。如果你遇到什么绝望的事情，我也鼓励你去找人聊聊，寻求帮助。如果没法跟朋友或家人聊，就去社交媒体上找那种专门讨论心理健康问题的群。只要你敞开心扉，就一定能找到可以帮助你的人，他们会帮你重新找回自信，不再觉得自己是全世界的拖累。我沿着从诺福克到萨福克的海岸路一路南行，
跑在海边，让我不禁想家。带着怀旧的心情，我决定给伊普斯维奇镇足球俱乐部发一封电子邮件，想要一张即将在波特曼路球场举行的比赛的票。从1993年爸爸第一次带我去看球赛开始，我就一直支持伊普斯维奇足球俱乐部。我在邮件里提到了这段历史，以及我现在正在进行的徒步旅行。没想到收到了球队的回复，问我愿不愿意在下周联赛比赛开场前，作为荣誉嘉宾引导他们的球队出场。这个消息让我激动不已，没想到我也能站在首发阵容的11名队员旁边，出现在比赛的现场。第54集，旅途的终点下。我的地点，布莱顿。虽然过去1年半的旅行为我带来了无数神奇的经历，但我至今为止依然相信，我人生中最精彩的一天就是2000年伊普斯维奇队在温布利体育场的那场决赛中击败巴恩斯利队。那也是温布利体育场翻修前在那里举行的最后一场比赛。在我的生命中，只要是跟足球有关的经历都很美好。跟爸爸和弟弟开车行驶在 A12 路上赶往球场时的激动心情，到达球场门口时的兴奋，进场前就在街上听到球场里巨大的喧闹声，从大门走进去爬上台阶，球场突然出现在眼前，走到高处放眼望去，看到成千上万的球迷。对我而言，所有这些场景都充满了魔力，更别说进球瞬间那无以伦比的狂喜。从孩提时代起，波特曼路球场带给我的情感就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的快乐。现在有机会做引导球队出场的嘉宾，简直是我今生最大的荣耀，可以说比觐见哈利王子还要风光。对不起了，哈利。球赛前一晚，我住在了外公家，因为他家离球场很近，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作为嘉宾，我可以带3个人入场，我想带爸爸、弟弟和外公一起来，但最后只有外公来了。另外2张票，一张给了我朋友马特作为报答，因为在德文郡闹肚子的时候，他请我住了1晚上旅馆。另一张给了另一个朋友扎夫，因为他看球赛时的样子总是很搞笑。当外公、马特和查夫3个人走向阿尔弗拉姆齐爵士看台底层的座位时，我正走在一条通道里，一边是狼队队长康纳科蒂，另一边是伊普斯维奇队队长卢克·钱伯斯，真是把我乐坏了。接着裁判示意大家进场，我拿起本场要用的足球，下意识地用双手捏了捏。走出通道，走向球场的路上，我感到自己又回到了10岁，欢蹦乱跳，笑得合不拢嘴。没想到儿时的梦想竟然变成了现实。球场内一片沸腾，歌声此起彼伏。我走到中场线，与球员和主办方人员握了手。我站在中心的位置，满怀敬畏地等着双方球员在球场上各就各位。我曾经梦想着能从球员的角度看到比赛时的足球场，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那天伊普斯维奇队输了0-1，但我并不在乎。这次无比传奇的经历让我在重回旅途之后又一次充满了能量，竟然一天跑了25英里，直达莫尔登。我在码头上
见到了妈妈，又去看望了爸爸和几位老人，然后穿过黑水河和切尔莫航路旁那214英亩的金雀花石楠和矮林，一口气跑到14英里外的切姆斯福德。最初为旅行做计划时，切尔莫航路旁的运河步道是我的主要训练场地。当时我和雷吉会从比里那边的水闸一直走到诺斯里，单程大概是4英里。每天走一个往返，走完总是累得够呛，花上半天才能缓过来。而如今沿着同样的路，我却能一口气跑下来，一直跑到切姆斯福德。我身上发生的变化让自己都难以置信。之前那个心情抑郁、身材走样的我，那个抽烟、嗑药、酗酒的程度跟著名球星 George Best 不相上下的我，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更健康、更快乐的人。不仅远离了酒精，还能跑马拉松，能登山，能连着5个星期跑700英里。我感觉自己已经成长为一名成熟的冒险运动员了。毫无疑问，我的变化是惊人的。过去我一直恨自己不争气，而现在我终于释放了自己的潜能。我不仅喜欢现在的自己，更学会了爱自己。既感到自己很强壮，但同时也感到很疲惫，这是一种奇妙的状态。身体已然完全适应了每天长跑的压力，我已经不再感到有什么不舒服了，不再上气不接下气，不再满头大汗，也不再有酸痛的感觉。身体不觉得累，当然很好，毕竟前面还有上百英里的路在等着我。但与此同时，我在心理上却产生了疲惫感，觉得似乎一切都离得很远，很不真切，仿佛置身在一个永不完结的电脑游戏中。长期的风吹日晒使我眼皮发沉，皮肤僵硬，脸上的皮肤都已经麻木到失去了知觉。为了让自己打起精神，我决定向西前往伦敦，到那里去看望妹妹弗兰克。弗兰克总是能让我开怀大笑，这一点没人比得过他。以前心理医生就跟我说过，如果我感觉不好，就应该去找弗兰克待上2个小时。然而现在我一边朝着苏塞克斯的方向跑去，一边却感到脑袋发懵。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已经无法记起到底是什么在影响着我的情绪了。只有当时发到脸书上的一个帖子留了下来。终点就快到了。这段时间我的脑子里很乱，因此一直都没发什么帖子。面对徒步旅行的结束，我说不清自己究竟是什么心情。说实话，我经常会觉得自己已经厌倦了旅行，希望早点结束。有这样的想法，多少让我有点意外。似乎身体意识到了自己正在接近终点线，于是便自动疲软松懈下来。相对身体而言，头脑的麻木似乎比较容易理解，不过这也并不让我感觉好多少。也许我正在专心等待着倒计时的声音，或者在终点即将发生什么别的事情。这些都不是我过去所熟悉的感觉。不知道，也许我只是感冒了而已，也或者是身体的劳累已经达到了一个峰值。毕竟过去7周我一直在跑。当生活里有很多目标时，比如搬家、探索新地方、结识新朋友，时间似乎就会过得很慢。虽然我已经对现在这种生活方式习以为常了，每天在社交网站上跟人们互动，夜宿陌生人的沙发或客房，同时也有一些机会窥探他人的生活状态，
但大多数跟我聊过的人都没法理解这种不太正常的生活有什么好的。而对我而言，初次见面的感觉影响很大。气场对的人能让我很放松、很专注，找到自己的最佳状态。这时候我会聊得很起劲儿，更多的了解对方。但如果气场不对，我就会变得很内向，处处小心，感觉自己这也不对，那也不对。这时候如果对方状态不好，我就会觉得全是我的错，觉得自己一定不是什么好人。是的，我知道这么想很自负。我发现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心情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当我在某个地方或者跟某个人在一起待久了，以至于他们已经变得平淡无奇，那么我就很可能会把这个地方或者这个人和情绪低落联系起来。这个时候，我的心情其实已经跟这个地方或者这个人具体是什么样没关系了。因为这样的心态，即便是我最可靠、最长久的关系，也会因为这种乏味感而变得脆弱。英格兰东南部这一带我很熟悉，大概正是因为这种熟悉，让我失去了旅行冒险的兴奋劲儿。更何况这里的环境一直让我感到凄凉和痛苦。毕竟2年前我最抑郁的那段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是的，尽管我在埃塞克斯和伦敦有过许多美好的回忆，但这里也记录着我过去无数次的崩溃和绝望。然而现在只剩下1周时间就要完成环球英国的目标了。临近终点之前，说什么也要打起精神。我决定再设计一个最后的挑战。明早我将到达温切斯特，那里是南部丘陵道的起点。我原本打算沿步道一直跑到刘易斯，然后抄近路往布莱顿方向去。但几天前看了这一带徒步道地图后，我想走完南部丘陵道，然后再从伊斯特本折回来。这就是我的最后挑战，用5天时间完成100英里，跑完英格兰最美的一段徒步道。2018年2月12号上午，经过1周的跋涉，穿过泥泞的南部丘陵，我终于站在了皮斯黑文的海边。虽然已经没了力气，但精神很好。这里距离布莱顿码头只有6英里了。我站在这里，等着跟朋友和家人们团聚。我想跟我爱的人们一起走完最后一段路，这标志着我最终完成了环英国之旅。早上的风很大，天色灰暗，但随着大家逐渐聚齐，空气中充满了爱和温暖，让我激动万分。我们大概有20个人，都是我的家人和最亲近的朋友。我们走过了奥文迪安的白色悬崖，又穿过码头附近的黑色岩石，最后来到了马德拉大道。走了大约1个小时之后，布莱顿码头已经近在咫尺了，前面已经有一小群人聚在那里。我犹豫了一下，让其他人走到我前面，看着他们与前面的人群汇合，放慢速度退到后面的时候，我遇到了妈妈。原来她也在后面。你没事吧，臭小子？她问。我说不出话来，想哭，但还是忍住了。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想流泪，但我知道，如果真的让眼泪流出来，很可能就止不住了。见我没说话，妈妈一把把我拉过去，快速地给了我一个拥抱，一个紧紧的拥抱，然后把雷吉交给我，让我牵着她。我紧紧地牵着雷吉过去，跟大家走在了一起。
人群里有弗里曼，有我弟弟萨姆，还有我的朋友加尔斯，从科夫赶过来的罗比，从达勒姆来的肯德拉，以及其他许多朋友和家人。他们带着期待的笑容，举着自制的标语，上面写着欢迎回家。这一刻，他们就是我的全部世界。不断爆发的掌声和欢呼声忽然把我从不真实的白日梦中惊醒。雷吉扯着我往前走，妹妹弗兰克从人群中走出来，双臂紧紧地抱住了我。跟她拥抱的那一刻，我意识到我终于回家了。就这样，我的环英国之旅结束了。无论我多么渴望详细的描述在布莱顿码头的最后那段时间，它还是像一场梦一样的过去了。我希望自己能够回到那个时刻，用一双悬在空中的眼睛看清一切，记录下一切，但我无法做到。人生就是这样。现实中，那只是一个又一个日子中的一个，在它后面又会继续生出一个又一个日子。生活就是一天天的累积，这一天过去，下一天到来。回到布莱顿码头的第二天，不过是起床洗澡，觉得有点饿，于是去快餐店吃东西。尽管最后一天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心情，快乐、伤感、自豪，但在布莱顿跟朋友们庆祝完2天之后，我坐上了火车，满脑子想的只是要窝在妈妈的船上吃掉一整袋十字面包。没错，这也是一种生存智慧，接受你原本的样子，想要什么就给自己弄点什么，因为这会让你心情大好。这听起来似乎是太简单了，但如果你想知道我在整个旅行经历中的收获是什么，其实就是这个。我在摩尔登下了长途巴士，沿着大街闲逛，经过1年半前买下那份地图的书店，最后来到了妈妈的船黑鸟号停泊的码头。打开驾驶室的门时，我听到雷吉沿着走廊蹦跳着跑过来，在台阶旁等我。我高兴地看着他，而他则伸着舌头，眼睛转来转去，好像在等着有什么美事发生。我看了他一会儿，然后很快环顾四周，寻找他的绳子。果然，绳子就挂在方向盘上。我拿起绳子，雷吉跟着我爬上台阶，跳上座位，耐心地等着我给他套上绳子。我们下了船，穿过码头向公园走去。潮水正在上涨，我停下来，听着水拍打船底的声音。雷吉扯着绳子把我拽向前。我忽然想，与其被他拖着走，不如给他自由，让他随心去跑。于是，平生第一次，我松开了雷吉的绳子。